道无情，生育天地。在道无情，运行一卦；在道无灵，样样万物。我不知其名，用名为地。苦者者，有情有道，有道有情，天生地道，天动地静，男清女浊，男动女静，上顿流滑，理性万物，天下足之管，当下清之机，人灵相清净。天地悉皆归，夫人心好清，理心要治，人心好静，理欲天行。相连天之要，理心自静，心之心，理心自清。自然独欲不生，三德了得。所以不灵者，为心理精，欲理天也。灵天之者，为观之心，心无其心；为观之行，行无其行；观观之物，物无其物。三者既无，以见无空。观空亦空，空无所空，所空即无，无无亦无，无无即无，三人相即。即无所即，一气灵性，一气不生，一是清净。心相应物，心相必性。相应相生，相情相应，不清性，见入真道，知入真道，名为即道。随名即道，是无所即，为化众生，名为即道。上得不得，下得即得，即得其家。那相信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就在我们身上。肯相信吗？要救自己哦，因为救自己才能够救人。自己都还没救的时候，要想去度人要度到哪里去呀？所以我们自己已经有十足的信心那个很重要。我们引导别人走才会走得很正确。不会犹豫也不会恍惚，都正确的引导人家能够成仙作佛。所以我们一定要自己努力。当知与人智人佛性本无差别。我们要知道那个与人就是比较笨的那个智人比较聪明的，佛性本来就没有差别啦。这个笨的跟不笨那个都是我们自己障碍。假如说我们比较笨的话，是自己障碍自己。那么右三魔中知善男子，坚拟正心，魔不得变。穷生类本，官比忧亲，常劳动远，疑惑或无，生嫉妒者，世人坠入了七断灭论，或即生灭，或欲尽灭，或苦尽灭，或极乐灭，或极舍灭，如是循环。穷尽七迹，现前消灭灭于无故，由此嫉妒死后断灭，堕落外道获菩提心，这则名为第九外道
立五阴中死后断灭啊，心颠倒。这个我们要了解那个死啊是身体呀，断灭呢，我们佛性都还在不会断灭，所以啊说死后断灭啊就不正确。那么右三摩中知善男子。我们呢把是我们要去追求的，奥不奥妙？很奥妙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心啊很重要一定呢要相信自己。那相信我们啊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就在我们身上，肯相信吗？要救自己因为救自己啊才能够救人，自己都还没救的时候要想去度人啊，要度到哪里去呀？所以我们啊自己啊已经有十足的信心那个很重要。我们引导别人走啊，才会走得很正确。不会呢犹豫也不会恍惚，都正确的引导人家能够成仙做佛。所以我们呢一定要自己努力。当知呢与人智人佛性本无差别。我们要知道呢那个呢与人就是比较笨的那个智人比较聪明的，佛性呢本来就没有差别这个笨的跟不笨那个都是我们自己障碍。假如说呢我们比较笨的话，是自己障碍自己我们有一些障碍障去了有烦恼障，有业障，有报障，这一些呢三障障碍我们的所以我们有一些就不通达不了解。那我们呢要自己清醒。只要我们清醒了肯按照呢我们所研究的这样观念都放下，一念不生进入我们呢本来面目了，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整个呈现。那整个呈现呢，我们把它守住了，这个叫守真常，然后去生灭，把生灭去掉守真常，常光就可以现前。常光一现前以后根尘世心就消落了。那个时候我们就一定可以成就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佛性都一样的智人跟愚人都一样的，只言迷悟不同，只因为这个迷悟不一样迷了这个佛就是众生悟了众生都是佛了迷悟不同而已。所以我们要呢这个机智在悟不要机智在迷不要迷昧了，一迷昧了我们害自己受苦。那么所以有语有智迷悟不同就有这个分别了语跟智。那么五经为说呢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六祖呢就是要讲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属如人呢各得智慧
就是使大家呢都能够得到智慧。自心呐，谛听，所以那个自心那个智啊很重要。我们呢不要丧志，那个志啊，我们就是追求成佛。那个志啊，不要丧失掉。所以我们了解这个自心很重要，就是专一啊。不要有成见。我们有成见的话呢，再来听呢这个讲经说法，再看经书啊，都没有用，因为我们呐会自己产生障碍。所以不要有成见。我们害自己啊，最惨的就是成见。就是主观意识啦。我们主观意识太强了，就是害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呢不要有。所以啊，这个自心呢谛听。无畏呢汝说。这个六祖啊说自心谛听的时候，才要讲。那假如说呢不自心谛听呢，就不说了。善知识世人呢终日啊口念般若，不是呢自信般若。说我们呢这个凡人啊，整天终日啊整天呢口念般若，这个嘴巴呢都在讲般若，可是呢不认识自信般若。因为凡人都是用生灭心呐。生灭心的话见不到般若，一定呢要把生灭心放下。全部生灭心都放下了，才可以见到般若。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要了解说，嘴巴念呢没有用，一定要实际做，把我们日常用的事心都能够放下。然后呢，般若就会呈现。犹如呢收食不饱。这个食啊是要实际吃啊。我们收的话说我们都在这个满汉全席的那个餐桌前呐，我们在吃满汉全席，我们一直收一直收啊，肚子不会饱了。收食不饱，只有用讲的，那个各位就是要了解到一定要实际的实践。那我们修道的实践就是要真的关照。一定要关照。关照呢，我们刚才有先说了，就是把第六的那个意识啊，变成妙观察智。那个就已经始觉智在关照了。那关照呢，本觉理，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使这个智跟理能够合在一起，然后完成呢整个尽虚空遍法界，合以大觉而成究竟觉，就是成佛了。所以呢，我们呢一定呢要走入那个实修的阶段。口但呢说空，万劫不得见性。所以这个嘴巴在讲空，所以我们知道呢，我们把佛性启发了，那这个空我们这个空间都是真空。那假如说我们没有启发佛性，把佛性极限在身上，那外面这个空是顽空。各位，这个顽空呢跟真空能够分辨吗？可不可以？真空呢就是空中不空，有佛性在；顽空呢就是空中什么都没有。这样知道吗？那我们了解佛性，把佛性启发了，这个时候这个空呢是真空，就是空中有佛性在。那假如说我们不了解，把佛性极限在身上，那外面这个空就变顽空了，它什么都没有。这样了解吗？差别很大，对不对？我们呢已经呢把佛性一启发了以后，不管呢是我们眼看呢耳朵听鼻子闻身体触摸的，全部呢都是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
所以呢，这个时候啊，假如说我们看得很远的景象，你看的都能够了了分明，就是有你的佛性在，所以这个空间啊就有佛性在。像我们看到那个荧幕，那我们呢就了解到看的影像都很清晰，就是有我们的佛性在，然后整个呈现了，让我们知道，这样了解吗？差别很大，对不对？我们启发佛性了以后，佛性呢充在整个宇宙虚空，我们已经呢在整个空间啊，全部呢都是佛性。那我们的习惯性来说呢，不是这样，都把它局限在身上，所以就很窄了，局限在身上的话，那这个空间就完空了。那我们也讲过这个空间里面有水有风土，有没有听进去啊？为什么有水有风土？色跟空不二这个空中呢，它有水有风土，那水有风土就是天地的元素。所有呢，我们万象都是水有风土积聚在一起现象积聚才呈现，完成万象是这样。然后我们身体也是身体也是水有风土，众缘际会借我们用，我们都要还给天地的啦。所以身体是假的，不真。不要呢住在这个身相我们住在身相见不到如来，所以只要我们不住相的，就可以见到如来所以了解说这个空间里面它有水有风土水就是我们用冷气机用磁石机就可以把水集中，我们就看到了那个火就是热度我们为什么都穿短袖？就是因为有热度，那个就是火。那风呢更容易只要我们一手不动，一手在动，风就知道那个土就是呢从那个太阳光呢从空气里面照进来，我们可以看到呢灰尘那个微尘我们了解到就是土分散，土一分散就变微尘一集中呢就变土了。所以空中有水火风土，那水有风土就是色，空中呢就是空，所以色空不二合在一起，这样了解吗？我们呢最不容易了解就是这个了。为什么色空会不二？色空是空怎么会合在一起？那这样我们就知道了原来真的是合在一起，这样了解吗？所以呢一定要研究，研究你才会知道，不研究你不知道。剩下半个小时各位先生，半个小时要做什么？发问给各位呢问问题要问呢，请你拿麦克风把问题呢让大家听到，引导我们走路的那个就呢不在这一种特殊的这一种这个戒佛的戒律里面。那我们了解说呢，这个亲亲而人民爱物那个呢是发挥我们那个博爱的精神。那博爱的精神就是希望所有众生都能够成佛。那我们假如说养宠物养宠物的心那个心态就是已经我们有这个闲暇的时间，然后金钱又够让我们心可以就是去养这一些宠物。不是因为我们要了解到不是说绝对不可以只是说最理想的状态是不要不要你再攀岩，因为我们攀岩太苦的是我们自己。假如说你觉得说是能够呢亲亲人民爱物爱到所有的动物
那我们这个社会上的流浪狗真的多了，那个你全部把它收来养真的是很大的负担，又很麻烦那以后你又要负责那个就是种比较远的佛音那一些流浪狗你把它们收归，然后全部都把它养。你就是要负责以后他们转世为人的时候，你来度化他们求道来修道，然后成佛那个呢花心因为你爱物爱所有的这一些动物那都是可以的。那假如说我们自己要成就的话，那就尽量拼除所有的身外物，这样呢修道就很专注了，很容易成就。所以我们呢，再回过头来看真理就是从无极一本呢善于万事。那这个所有的物都是我们真心佛性，没有分别的，是从我们的真心佛性呈现。所有的物都是真心佛性，所以不用分别。这样了解意思吗？可以了吗？还有没有？因为我们刚没有几个礼拜上课了，可能各位都会有一种不好意思问，要了解你那个认为说这欠刚好蒙都没有关系因为越问的话大家的进步越快所以像上个礼拜不是问说即心即火嘛，不是说听2个小时没有办法成佛嘛。我们有没有得到答案？根气够像六祖他2个小时都不用听，他就可以成佛了，对不对？那我们觉得自己的根气够，那2个小时也可以那觉得说还不行，还不了解，那就还要再来坐着，坐着再研究，再熏习。那即心即佛的心就是真心，真心就是佛了。那个名称虽然是心可是已经是佛了。可是我们日常在用的心那个是生昧，那个是妄，不真，不是那个心。那我们又知道了。没有问的话，我们还不知道说心有差别，而且差别还很大。那在问说这个祖先呢拜那个树的都无杯啦，拜车的拢有杯啦。那我们要了解到这个不执着呢就不会当鬼鬼都会执着。那他已经造了业在地狱里面受苦了，我们不要增加他的业障。所以呢，我们不要搬那一些分的东西，因为增加他的罪业，他会越来越苦。所以我们孝顺变成不孝，你害他受苦越久，越大。那我们呢都用事实来谈，就是循循善诱，引导他呢走向善的方向。所以这个问出来也给我们答案的啦。就是很好。你真的这样就叫孝。你一直要增加他的罪业，那个叫孝吗？就不是了。还有没有？好，请说。你会把那个偏和沙还是片和沙？片。双人字边。那个片，遍地的遍还是边？片，那个双人，不是单人是双人。对，各位能够看到讲出来就很重要。双人，对对对，这样就对了。或许没有看，还没有转过去看。所以片，刚才在解说也是普遍。让我们的那个光明，佛性的光明，
普遍整个宇宙虚空，尽虚空遍法界都是佛性的光明，遍一粒沙一个佛世界。普遍的并不是那个受一个走字边两个是同样的意思。这个遍也一样，就是普遍的意思。这个还好有问不然或许都不知道已经写出来已经错了。还有没有？好，请说。我来请问上次上课第15页那边有一句那就是五指上边6指以后，他也讲一句善自护业，广度有情，求护家不断。这一句后写懂了，在接下来那句后就有一个这个第5页南下走，因地果还生，无情亦无限亦无生。请问这个15页的那个最后，15页的那个最后那一段，对不对？那个有情就是有情事，有情事就是我们人以及动物里打它的话它会知道痛，饿了也会叫，它有情事那有情来下走，就是这一些有情事的，我们把它播种，播那个佛的种子，有情来下走，这个因地因地呢，就是我们播种，我们播种什么样的种子它就生长什么样的果实，那个因地果还生，然后无情亦无种，那个无情就像这个树石头那个都无情那无情的话它不能接受佛的种子。所以无情亦无种，无性亦无生，它没有性也不能够产生那个佛的那一种果味出来，就是这个意思啦。导致那个善自护念那个护就很重要。像我们呢万念放下，一念不生然后呈现呈现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我们已经能够了解了，知道了，然后我们就要护，那个就是护了，要护保护保护，然后呢那个念有的会用那个词受持的那个词护持。假如说呢，用词的话，就是把它拿出来用，把我们那个不生不灭拿出来用。那用念的话，护念，那个念就是正念，就是没有念头了。那没有念头我们就是呢要了解到，没有念头就是正念。那我们要保护我们的正念，使我们的正念时时刻刻都在。在的话呢，就是佛知佛见。佛的知见，那假如说我们有起心动念就变成众生的知见，那个都是不真假的，能了解吗？还有吗？好，请说。我们刚刚在讲非法上面的最后一句的时候，我们刚刚是念说生死涅槃等空法那么黑板上是涅槃写在上面，生死可以，两个对调都可以，因为或许不是讲那个光明嘛光明急躁，应该急躁要在前面。己就是不变之体，佛性的本体。躁就是佛性的功能作用。它本来功能作用躁一发生以后才光明，对不对？可是它把光明移到前面去，就是对调。
像我们在称呼那个外国人的时候啊，名字在前面，他的姓就在后面。那我们中国人都是姓在前面，名在后面，就是那个对调导致。那意思啊，我们就是要了解涅槃就是不生不灭，生死啊就是生灭。那我们呢，假如说用不生不灭来对生灭，那么这个啊不生不灭一样是对待的，它不是就近，所以涅槃跟生死就变平等了它是两边对立而出来的名称，那个是对立才有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就了解说这一个涅槃跟生死啊，它是一样。没有生死就不用涅槃了，这样了解意思吗？还有吗？还有16分各要把握机会。好，请说。对，拿着麦克风，那问题呢，大家都听到。刘老师请问我们在之前有聊到佛性是不断的，那当佛跟菩萨对待众生的心是平等心，那但是我们有时候会说，这个人比较善的，就是从度善的先度，那恶的话，我们都有一个分别心那我们就在讲到说，我们要修到认理，可是要从慈悲要去讲慈悲，那就要讲说不攀缘。那可是我们常常都有对待心在这个修行上面那我们要用什么方法去破除这一点？谢谢。好，谢谢，请说。他问这个呢，很好。我们就是了解到，修到呢这个成就了成佛了以后，成菩萨呢没有分别心呐。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说会对善的先去度，然后恶的呢就把它呢这个撇在后面，这样不是分别心吗？可是我们要了解到因为你去做一件事，然后呢可以很快看到功效，同样的做的事那做一件事都没有功效，那你久了会不会心会硬了？那我们一下子善的都不度，都去度恶的，那恶的它为什么会恶？就是离真理很远，离这个道很远。那你要度他求道，要度他修道，因为他离得很远，你要用很多的心思很多的精神时间，然后呢来引导他，那个成就是很慢。那善的他已经接近了你一点化，他马上就跟你走，所以成就很快。那我们先把善的度进来，让这个善的他发挥他的佛性，又呢参加呢度化众生的行列，就更宽广。那恶的我们就是慢慢的调把它循循善诱，慢慢的调教。因为这个恶人真的是你要度他很不容易的啦。不要说恶，不善不恶的都很不容易度。这样了解意思吗？那我们随顺誓言啦。假如说呢那个善的我们又不认识，可是那个恶我认识那随顺誓言，这个时候你倒是可以用心。最重要呢就是你本身的行为。你的行为是值得人家效法，那你在行为之中就已经感化他了。你不用讲，他对你就已经信气温了。那这个时候你在讲话，就那个话就很有作用，他就肯听了。
它就肯改变，然后这个善呢就变成恶的变成善，善的变成可以跟你求道修道，是这样的啦。所以没有说呢一定呢分别到要先度善的恶的不度，不会那样。看我们环境接触的环境熟悉度是这样子的，所以那个叫随顺适应，顺的完成的因缘，这样可以吗？还有没有？好，请说。老师好。好，请说。我们有一句话说四大凡夫，以上菩萨。那我们有些知道的前辈，他说是这个菩萨所谓，那实际上是他还会有一些障碍在里面，还是说佛跟菩萨他到之间有为什么可以做，会怎样才能够成就菩萨？好，请说。这个呢，我们呢，这个凡人都被这个事情障碍，因为呢，我们所面对的很实际的就是事情那在事情我们被那个事情卡住了，那卡住了就变成障碍了。本来事情都一直在变化，现象都是变化无常。可是呢，我们不知道变化，不知道无常，把它当作是常，然后我们被它障碍，被它障碍以后，就自己经不过那一关了，所以这个事障这个凡夫，然后呢理障这个菩萨，菩萨为什么会被理障碍呢？就是真理这个我们要了解到，真理是一个绝对的。那绝对的真理我们要了解到，它没有妥协的余地可是我们呢在度化众生的时候就是需要用方便法门。那方便法门很多都是跟真理有相抵触的地方。那所以呢，他没有用方便法门，直接呢要引导到真理，所以就被那个理障碍了。所以这个离障菩萨，这个事障凡夫，这样了解意思吗？了不了解？就是呢，真理我们知道呢，可是在度化这一个人的时候，比如说了他说，那跟你去求道要素食那我可不可以吃蛋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有没有？所以假如说我们知道是一个人，他呢本来那个生活习惯就是没有那个荤的东西就是吃不下饭。那他这个话的时候，你要用方便法门虽然能够吃清是最理想，可是在那一种状态之下你就跟他讲可以你要吃可以青阳起可以喝蜂蜜可以喝，然后呢红阳起牛奶可以喝，现在白羊起肥蛋可以吃，这个是方便法门。等到他研究真理了以后，了解说我们吃蛋呢还有浊气那浊气障碍我们佛性不清净，了解吗？是我们要用方便法门，那方便呢它不符合真理，所以菩萨理障就在这里那我们用方便就是要承担你有承担的那个担当你就可以用方便法门引导善引导，循循善诱，这样可以吗？那我跟菩萨你把那个问题让大家听到。就是那个佛菩萨的成就为什么有分别？是佛跟菩萨的成就有分别，是这样吗？对，各位先贤，这个菩萨他分地初地菩萨、二地菩萨、三地菩萨、四地五，一直到十地菩萨叫做等觉，跟佛已经平等了，那个觉已经平等了，叫等觉。然后呢再上去
就叫妙觉。妙觉就是成佛了。所以佛跟菩萨还有阶级之分，就是不一样，还有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要了解到，很多菩萨呢，就是不愿意取证，不愿意进入涅槃，就是不愿意离开这个凡尘，就是要度化众生呢，所以他留业任生，留了一些罪业要诛任众生，所以他自己宁愿受苦而不要成就，要你来救度众生。他看到众生呢受苦很可怜啦，所以要救众生。他呢已经修到可以的程度了，可是他不愿意取证，不愿意取证就成不了佛啦。所以就是在菩萨的位阶，可是呢他的那个花心是很大。像呢观世音菩萨呢，他说佛世界众生没有度尽誓不成佛。然后呢那个地藏王菩萨呢说地府的众生没有度尽也不愿意成佛。可是他们那个花心一直在做，那现在都已经成佛了观世音菩萨呢成南海古佛，那地藏王菩萨呢成地藏王古佛，都已经成佛了。可是他们还是一样秉着他们的业力来做，并没有说成佛了他就全部放弃了，不是啦，没有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是花心业力，那个很重要就是不愿意取证，很多都有这样的那个现象。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整个地球运转为什么这么顺利，就是已经能够成就的佛菩萨，他呢在护持我们居住的环境，让我们能够安居乐业。这个呢我们看不到，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能够这么样子那个稍微那个地一动那个什么9级大地震那个在天地来讲9级哪有咧大90级的都有所以我们要了解整个众生呢没办法存在，所以这一些成就的佛菩萨，他来扶持我们整个生活的空间，我们都不知道嘞。那我们成佛了以后，我们一样会扶持就是希望让众生呢能够安居乐业，是这样子的啦，这样可以吗？各位点燃师、各位讲师、各位坛主，大家好。不学三道天师德，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千贤给破学机会学讲。不学在讲，各位听得懂吗？本来呢，今天想讲那个观世音菩萨的修行方法耳根圆通来辅助我们六祖坛经。那想到说，国外也在收看没有资料。所以呢，我们今天先把资料输送给到这个国外去，下个礼拜再来说说耳根圆通。那各位呢，在下课的时候可以先拿回去看，今天有带来耳根圆通的那个讲义有带来的，各位可以先看，看了你就知道非常好那个资料很棒，可以你看了就可以修成佛了啦，不用来听没关系。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哪个地方的？中间中无有义，说到这边嘛，因为呢这个口但说空呢万劫呢不得见性所以这个空性，各位有听过吗？空性有没有？有听过空性什么是空性？不是听过吗？
没有答案了。空性呢，万法皆空，空性就是我们的佛性，空性是我们的佛性。所以各位先生，当我们已经了解我们的不生不灭真心佛性，已经了解，而且把它启发了以后，跟整个空间融成一体。这个时候的空就是真空，就是我们佛性啊。那假如说我们凡人把佛性局限在身体，那外面的空是完空就是空中没有东西啦，那个叫完空。所以差别在我们已经领悟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而且已经把它启发，然后培养，让它茁壮长大。这个时候整个空都是佛性，所以空性即是佛性。所以凡人嘴巴说空不认识这样知道吗？为什么六祖会讲说这个呢，只有口单说空，万劫呢不得见性，就是非常长的时间都见不到我们真心佛性。所以我们佛性非常的奥妙，我们平常呢都没有体会啦。那我们借着讲那个观世音菩萨的修行法门，耳根连通，把我们的佛性能够整个呈现出来，跟虚空融成一体，这样整个宇宙虚空都是我们佛性。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因为这个六祖在讲说呢这个凡人嘴巴在讲空空，他都呢不认识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是有原因的因为差得非常微妙不了解那个道理。三知识摩诃般若波罗蜜是梵语就是呢摩诃就是大大到无外，小到无内那个大。般若呢就是我们妙智慧啦，波罗蜜呢就是到达清净的彼岸。我们用广大的妙智慧来到达清净的彼岸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我们的智慧非常广大，可是呢我们都没有启发了，我们没有启发佛性那个妙智慧出不来所以一定呢要认识佛性，然后培养那个妙智慧才会成仙。那么此言此言就是我们中文那个梵语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然后呢中文就是大智慧到彼岸这大智慧摩诃就是大然后呢那个般若就是智慧妙智慧到达清净的彼岸已经呢都没有对待没有斗争了。那么此悉心显就是要我们的心来做了所以呢我们呢在这个日常生活有空闲的时候我们就要做。各位先生要做什么？我们有空闲的时候要做什么？我猜我已经讲给我改了不是看你放下吧。有空闲的时候我们就万念放下，然后一念不生。这个时候就是心显我们已经这个心显摩诃般若波罗蜜，这样了解吗？我们已经心在显了，显摩诃广大的那个般若妙智慧到达清净的彼岸。各位没有做还没还没融入生活啦，还要一段时间。
先酝酿酝酿一段时间呢，然后把它融入生活。只要在日常生活中有空，我们就观念放下。这个时候一念不生，叫做心显智慧到彼岸。这样了解吗？我们每一位都是佛所以我们不要看轻自己，都可以到清净的彼岸，都可以成就。对自己呢要有信心。各位有没有信心不在呢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我们嘴巴念没有用，那个都是空，玩空，不是真空的。各位现在对真空跟玩空呢分得清了吗？可不可以分得清楚了？就是我们把佛性呢已经能够启发了，跟这个宇宙空间融成一体。那么这个时候这一个整个宇宙都是我们真心所以这个已经心在做了，心在显了，已经到达清净的彼岸。波罗蜜就是清净的彼岸，已经到达了。我们在做的时候就已经到达了。那假如说我们没有，我们都认为佛性是在身上，那就把佛性局限在身上，外面的空都是玩空，玩空就是空中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叫做玩空。那空中有我们佛性呢，那个叫做真空。比如讲我们现在眼睛都能够看到形象，对不对？所有形象都能够看得很清楚嘛，对不对？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眼睛是心的工具然后看是我们的真心在看，真心呢都对整个这个空间都了了分明所以整个空间都有我们的真心在，了解意思吗？因为眼睛的那个变化性比较大，所以用耳根就比较能够显现我们那个佛性很宽广的那个程度，所以才选择用那个观世音菩萨修持法门耳根圆通来辅助我们大般若，然后到达彼岸。如露如电就是呢我们这个口念心不闲就好像外面的那个露水跟那个闪电一下子就过去了对我们没有这个实际的帮助。那么口念心行呢，则心口相应，我们能够呢这个口念，然后呢心在行，心已经肯做了。那么这样呢，心跟口就相应，就是我们的这个心口，然后跟宇宙之间的那个真空整个呢也都融成一体了，心口相应，本性是佛，所以各位要相信我们本性就是佛。之所以没有成佛呢，都是我们造业造了业然后被业推到凡尘来接受果报。在受苦，只要我们把业都了掉了我们又恢复到了佛的本位，所以我们每一个都是佛，这个六祖讲的没错，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离开性就没有佛了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呢，这个性我们本性就是佛，所以一定呢要明心见性，努力的方向。一定要明心见性，各位明了没？见性了没？都不敢还肯定的回答，朦胧那么何名摩诃？六祖就解说，什么叫摩诃呢？摩诃是大，非常大、广泛，
大到呢没有外面，小到没有里面啊，叫做摩诃，非常的宽广，没有边岸，这个大，就好像呢心量啊，广大，我们呢每一位的心量啊都非常的广大，跟宇宙虚空呢同样，尽虚空遍法界，那么广大，犹如虚空啊，无有边畔，好像虚空呢都没有边畔，那么亦无方圆大小，亦非呢青黄赤白，亦无上下呢长短，亦无嗔无喜，无是无非，无善无恶，无有头尾。所以这个六祖就解说，说呢我们的那个心量啊，就是呢摩诃广大，非常的广大，好像呢虚空一样，没有边畔，也没有方圆大小。那个方就是四角形的啦，细杆，圆也大小，那么也非呢青黄赤白，那个赤啊就是红色的昂那亦无上下长短，也没有上下，也没有长短，也没有嗔，就是生气，也没有喜欢，没有，都没有对待的，我们的那个心量广大，没有对待，无是无非，没有是非，所以我们了解说在凡尘啊，这一些都有了，它都障碍我们的佛性。所以我们要了解，把这一些全部都去掉，没有是非，没有呢方圆大小，没有青黄赤白，没有上下长短，也没有生气也没有喜欢，全部呢都没有，都回到佛性体回来了。这样会吗？会不会？看起来那个表情就好像跟他漫改。好像卡通影片一样这个就是要了解到，我们要做到这一种状态就是要在生活之中体验假如说我们都是非常的在对待的那个现象之中非常在意，那个叫做住相，住在形象。那各位浅显，我们要了解说，住在形象我们被形象拘束，被形象陷害，形象一直在变，无常变化一直变。可是我们的执着竟然比形象变得还慢。执着就是执着，不会变。形象都变得执着还不变，是不是这样？我们想一想说，我们为什么有烦恼？就是住相，不住相就没有烦恼。各位先生试试看，只要不住相就没有烦恼。住在形象烦恼就来了。那为什么生气？就是事情不如我们的意思啊。那事情不如我们的意思凡尘10件事里面有8件9件都不如意，那整天都气，会气死了。所以不用气不需要那个都是多余的我们要了解说凡尘都是虚幻不实在，只要落入形象都是假的，没有真那既然形象都是假，我们所有一切烦恼都从形象来，他要不要烦恼不要这不烦恼才是聪明才是能够掌握到原则。说不必要烦恼，那个都是多余的啦。形象都变了，烦恼都还在所以不要住相。当有人骂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把那个自己的心跑进去那个被骂的那个文字里面比如说你好像猪一样结果我们自己就想象那个猪这个四脚都在地，然后那生活的环境很不理想。我就是生不生气？
所以我们要了解都是假的啦，形象都是假的，语言也没有，语言没有形象，语言像也都是假的啦，所以不要住，不要住呢，我们才能够呢解脱，我们那个佛性才可以自由自在。知佛刹土啊，尽同虚空。所有佛的那个清净啊，那个国土啊，全部呢都跟虚空一样。世人的妙性啊，本空。我们凡人啊，所有人的众生的这个本性，都是空的。妙性的本空，无有一法可得。所以没有法。我们是了解啊，我们修道去掉两个，一个呢就是我执啊，一个就是法执。这两个去掉就成佛了，先把我执去掉，我啊，各位了解我吗？各位了解这个我吗？有了解无？对这个我有了解无？我是相，相是我，了解吗？这个身体是天地的物质啊，水火风土，众缘机会皆有用，这个不是我，这不是我。各位不要把身体当成我，那个是假的，要还给天地的。真的我就是如来，就是我们的佛性，我们的佛性就是如来。有没有听过？有他相不相信？这么小声啊！本性就是佛，我就是如来，所以我们要了解，身体是天地的物质，不是我，假的。我们要借假修真，把那个佛性修出来，那个才是真正的我。那这个身体呀，100年都不见了啦。100年以后我们没有一个人再完成了。我们在场的所有各位前贤啊，100年以后还在吗？在不在？都不在了去哪里了？归位了这么好啊！都已经归位了归位是回到佛的本位呢。那最理想的呢，那要努力修把所有那一些佛性所没有的那个习惯性啊，去掉那一些佛性所没有那一些不好的那个习惯性啊，全部都没有，才可以归位最好就是能够归位，回到佛的本位都是佛了不再凡尘受苦，最理想只要我们努力呢，都可以达到。看我们愿不愿意愿不愿意你看都没力道，愿意都蒙着看嘛。缺少那个精进那个冲天之志要有这个我们既然能够有人的身体，又可以得到上天大海普渡，那又求到了最殊胜的又在这么很好的修道环境，不努力修很可惜一过了就没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可以有主宰的时候就要把佛性启发，让佛性来主宰，不要让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主宰。各位前贤，现在生活之中呢，是哪一个在当家真是佛性当家吗？那么理想是现在听课的时候听课的时候才佛性当家，那回去呢，眼睛当家了。不过还不错啦还有佛性当家的时候，我们凡人呢都没有佛性都没有当家，都是我们的眼睛、耳朵、鼻子、嘴巴、身体在当家只要他喜欢，我们佛性都挡不住。眼睛喜欢看佛性说不要看，那个不要看，不合理不合真理，不要看。
有没有用？没有用哦。知道那个力道很大哦，哦，真的是大。这个耳朵一喜欢听的哦。佛性说不要听那个，不要听那个负面的，不要听，听了会拉你到地狱去的。还一直听，讲耳康鸟较尖的，听较详细，对不对？然后再闻到那个炸鸡排啊，好吃好吃。不要闻那个会引导你造罪，加胖，是不是这样？很现实然后这个嘴巴一直想吃啊，这个想吃老远都去找来吃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说，现在有很多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人士啊，那个身体实在是超过的胖啊，都1个人2个人份，很胖。那个就是很喜欢吃那个炸鸡排，因为那个他们外国人养那一些出生的时候啊，用那个生长激素，让那个长得快啊，才可以卖钱啊。然后那个生长激素都在那个肉里面，那我们吃进去了在我们身体里面啊，生长激素啊，让我们一直长，一直长，吓死人了，那个心脏负担都很大，看得都很难过。那个1个人要坐2个人的位置，可以有没有看过那么胖的？还蛮多我们南部不知道，北部是很多北部可能这个比较富裕的生活这个吃的比较习惯，所以胖的很多可是南部好像比较少。一下来了，坐车看的时候，大家都差不多嘞，都真苗条、真标准的，都蛮好看的。所以我们呢，在凡尘的时候啊，了解说，先去掉我相呢，去掉，不要呢执着这个身体的我，我们呢就是要进入佛性的我，佛性的我就是如来，就是佛了，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呢。以佛自居啊，那我们在做事的时候啊，就会想，佛可以这样做吗？那不好的马上就可以改掉。用这么高的来要求自己，高标准，愿不愿意啊？自性呢，真空，我们呢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它就是真空。空中不空叫真空，空中空的话叫完空所以我们空中不空都有佛性在，所以呢真空不空亦复如是也是这个样子。善知识莫闻我说空辩其着空，不要呢听到呢这个六祖一讲空呢，然后我们就着空了，这空就是完空了是空中什么都没有。第一莫着空，因为我们凡人假如说着空就是消极全部都没有希望了，所以那个自杀的人他就是着空没有希望的他不抱希望，所以那个最危险。我们要呢去劝那个自杀的人说你不要自杀，很难去劝，因为他已经心着了完空各位有没有试过？没有最好了。那有的话你有经验，说哪有人这样的都呢劝不来那个要自杀的人都会这个样子，所谓一而再再而三，然后有这样的念头一再的自杀，就是呢着空。所以着空呢，佛就讲说宁可着有如须弥山，须弥山很高大，你着有没关系可以救，不可着无如芥子虚，无就是空了，没有戒指是很小，
不要着那个空啊，着得很小，都没有药救了，没有药救。所以呢，第一啊，莫着空。若空心啊，静坐即着无际空。假如说我们空心静坐啊，就是什么都没有，不是真空了是什么都没有的完空。啊，那个心啊，就是我们日常的心意识啦，不是我们真心。真心就已经呢即心即佛了。各位对即心即佛啊，有没有深刻的印象？有没有？我们不是解说了很多次吗？有没有？我们把凡尘的我们六根啊，然后对着六尘产生的六识啊，那个心都不要。这个3、6啊，18，我们说18层地狱啊，就是从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所造下来的业，然后呢进入18层地狱。那我们把这个都去掉，18层地狱就没有了。这个心啊都不要，这个心意识啊，因缘际会才有。眼散啊，就没有了，心为对无。我们对了凡尘产生的心啊，凡尘消失了，我们心就消失了。所以那个心啊，不能拿来修道。那个心意识啊，都是生灭的。那我们呢，追求的是真空的那个心，那个真心啊，真心啊是真空妙有，真空空中不空，妙有有没有形象。这样懂意思吗？这个空中有佛性，可是没有形象，这样知道吗？假如说呢，我们空心啊见过就着无际空，那个无际呀，就是也不能计善，也不能计恶，就是什么都没有了。这样呢，这个我们说先有鸡呢，还是先有蛋？各位浅显，先有鸡呢，还是先有蛋？先有蛋，它没有鸡哪有蛋？这个蛋要鸡生出来啊。所以这个问题呢，释迦牟尼佛都回答无际，无际啊，就是你研究对你没有帮助，耗费你的心神，对你没有帮助。这个没有答案啊。世界有边呢，还是世界无边？佛都讲无际，你不要去研究，对你没有帮助。无量无边呐，那个佛就讲，我们这个虚空啊，无量无边。那你问世界有边呢？世界无边。那个已经偏了啦。注意的方向已经偏了。所以各位浅显，我们在修道啊，一定要抓到一个方向，不能呢偏了，偏了修不成佛了。要正确，就是呢朝明心见性。心明因果不昧，见性成佛无疑。一定要呢告诉自己要见性，见性。见性就可以成佛，绝对啊，绝对可以成佛。不是或许一再讲有没有？印象深不深啊？台湾光这样努力，讲到嘴巴都干了。我们要了解到，每一个人都是如来，每一个人都是佛。我们之所以没有成就就是我们有那个知见不正，我们的见解不正确。只要我们见解都正确了，我们就成佛了。所以被我们自己的知见障碍。那为什么我们会这个被自己的知见障碍呢？因为我们这个研究的认识的方向没有正确该努力的不努力不该努力的非常努力。老一辈他时常在讲，或者都时常听或者都现在跟我讲，你钱话拢唔白，唔钱话拢看到回老，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就是那个痒的地方你都不抓。那个不痒的地方已经抓到流血了嘞。
我们凡人就是这样，该努力的不努力啊，不该努力的偏偏呢撞破头了。就是呢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要很努力来追求。那这个现象啊身体都是假的，可以放在其次啊。可是我们都颠倒，身体看得见呐，这个物质看得见呐，一直追求，佛性看不见了，不管它，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现实啊，可是你看最后一直拼，一直打拼，一直打拼啊，一口气不来，他带什么去了？对，就是带了罪业去，什么也没带去啊。聪不聪明？很笨。所以我们不要学学那个很笨。我们要呢这个一口气不来的时候啊，已经呢跟整个宇宙大地啊，整个虚空融成一体了，不会说没有路可以走了。所以为什么现在的凡人啊，一口气不来，家属赶快要请那个诵经团来诵经，对不对？就是他已经在生的时候啊，不知道那个佛性的宝贵啊，他一口气不来，佛性已经没有路可以走了，那个时候才知道紧张。哎呦，我要去倒，那都无路通行，很紧张的啦。所以那个时候啊，家属赶快请那个诵经团来诵经，因为那个经啊，就是径，就是路径，就是路，要你走了一条路，很光明的大道，一条路，这一条路也可以到达天堂的，非常这个殊胜的。可是在世不研究不听啊，那死掉以后才来指挥一条路。他可以到天堂吗？你看那个都写什么？皆引极乐世界，对不对？还有没有啊？假如说一口气不来都皆引极乐世界，那我们就坐着等死就好了。我们等死都到极乐世界去了。所以要了解到，一定得要修了。你要有资格，要修了才有资格去极乐世界啦。所以最重要的还是把我们在凡尘的所有那一些不好的脾气毛病给改掉。那些呢佛性本来就没有，把它改掉就可以回到我们本位，本位最好了。西方极乐世界还没有到本位，没有到本位。善知识，世界虚空呢，能含万物色相。这个世界的虚空啊，它可以包含万物色相。也就是说呢，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它可以包含整个万物色相，整个呢世界虚空啊，都在我们的不生不灭的佛性当中因为我们都没研究过所以听起来会有一点生涩，会不会？会不会生涩？不会会最好。要了解到我们的佛性有那么大的功能，我们都不知道，不研究不知道。现在研究了就了解说真心之中呢包含万物色相，全部呢都在真心里面。所以佛就讲，一切世界凡所有相，皆即菩提妙明圆心，都是我们的真心凡所有相全部都是这个释迦牟尼佛讲的，他不会骗我们他已经修成佛了，不会骗我们，跟我们讲。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众生呢为什么不成佛，就是心外起法，就是把这个所有万象都把它推到我们心的外面去不知道呢万象是真心这样了解吗？
把万象呢都推到心的外面，所以这个心外启发就是外道。日月星宿呢，山河大地，泉源啊，溪间，草木呢，丛林，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啊，一切大海，西密诸山，总在空中。世人性空呢，亦复如是。所有讲的前面这一些啊，都是在我们性分之中了。要了解说天堂地狱也在我们性分之中。所有西密之山、大海，草木丛林，善人恶人，全部呢都在性分之中。善知识自性能含万法之大，我们的自性啊，它能够呢包含万法，所有万法呢都是我们的真心佛性。万法呢在知人性中，所以这个呢是释迦牟尼佛讲的说你万法全部都在我们的心中，没有说错是真的就在我们心中。若见一切人恶之以善，尽皆不取不舍。六祖呢教我们说见到呢一切人，不管他是善还是恶我们都不取不舍，就是不喜欢不讨厌，这样会吗？会不会？所以我们修道呢，就是要平常心平常心都平等，然后常住平常心就已经在道。那平常心呢就没有起伏了，没有生灭了。亦不呢懒着就是呢看到善恶都不取不舍不喜欢不讨厌，那我们也不懒着了也不进去跟他们两个相对。那么心如虚空呢名之为大，我们的心呢就好像虚空一样，这样呢就叫做大。故曰摩诃，我们的心量呢就是那么大跟整个虚空呢合在一起。善知识迷人口说，自得心显这边呢又呢鼓励我们要实践实际的做不要只有嘴巴讲了只有讲说我们的那个性分很宽广，这样的话它不会到达。要把真的我们的性分把它伸缩出来。比如说了，刚才有人在咳嗽，对不对？各位有听到吗？谁听到的？你追究想听到，那个听到就是佛啦，听到就是如来啦，这样会吗？是不是已经很宽广了？佛性已经出在外面了，有没有？因为我们这边很近不容易拿外面的车声来比喻。假如说呢有车子经过它有声音我们就可以说你看我们佛性已经到你外面的马路跟你那个车子在一起了那个佛性都可以伸展很宽广。我们明天再讲那个耳根圆通。智者心行就能够实际心来做。又有迷人呢空心静坐，所以六祖呢非常这个反对就是空心静坐他的空是完空因为他不知道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么宽广所以呢空心静坐是完空，然后呢想要有神通那么百无所思就是做的全部百无所思，自称为大，他以为说这样就可以修到很高的程度可以那个叫什么泥丸泥丸宫出阳神。那一天有问说，从泥丸宫出去当7天神仙那个王佛将相是不是也是
从泥丸宫出去。各位先生对，没错，因为那个王佛将相的那个他所行的功德啊比较少，所以没有脱离这个我们人间还在人间呐，可是人间都可以管理众人在众人之上，他在完成行持的善不够，所以还在人道，没有变成七天神仙。那从泥丸宫出去，我们要了解到，你在日常生活能够利益众生，帮助众生，那个功德就大。假如说呢，只有这个自己呀，本身行善，然后没有兼善天下，他的功德就不大。这样了解吗？10辈人呐，不可语语，就是这种人不用再跟他说了啦，跟他说也没用，他听不进去啦。没有走这个正道，他自己本身也不知道，所以不可语语，没有用，跟他讲没有用。为邪见故啊，他已经邪见见解都不正确啊。我们在凡尘最怕就是见解不正确，因为我们的见解啊会引导我们去这个作为。所以或许你在北部讲的时候啊，都有那个养成教育啊，都会教大家说小心我们的思想。各位有没有听过？有啊，那背出来听看看。心会变成心会变成习惯，那习惯就会变成人就会对，正确啦。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说，小心你的思想，它不久就变成你的行为；小心你的行为，它不久就养成你的习惯；小心你的习惯它不久就形成你的品格；小心你的品格，它不久就造就你的命运。所以由思想到命运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要研究真理把真理融入思想，那整个都圆满了，整个思想都是真理，那整个行为都不造业，所以都解脱了。这样记得来吗？记不记得来？从我们的那个思想开始，然后思想我们怎么想就怎么做嘛，所以小心你的思想，它不久就变成你的行为；小心你的行为，它不久就养成你的习惯。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就一直延续了啦，变习惯性。小心你的习惯，它不久就形成你的品格，你的人这个人的品格要很高超。所以我们了解说，从我们的那个思想然后行为以后，习惯以后品格就形成。那你小心你的品格，它不久就会造就你的命运。所以由思想到命运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要研究真理，把真理融入思想，这样圆满。善知识心量广大，这个六祖一再跟我们讲，说我们的心量，我们那个真心非常的广大，尽虚空遍法界心量广大，周遍法界，遍周法界，整个法界就是整个空间所以这个空间还超出我们太阳系。各位知道吗？太阳系就是有5大行星，地球、月亮、太阳，这个太阳系。然后这个法界超出太阳系，整个空间所以那个佛的世界像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就不在我们太阳系里面，
那个东方呢，琉璃世界啊，它也不在我们太阳系里面。那个北方呢，宝城世界啊，也不在太阳系里面。那个佛世界啊，都超出，非常宽广。那我们了解说，我们的佛性也这么宽广，所以以后只要我们证悟本性啊，就可以到各个佛世界去。看我们呢要到哪个佛世界啊，就可以去。而且证悟本性以后啊，又可以千百亿化身啊。像我们佛老师呢，来介绍的时候啊，很多地方都在开法会，很多地方老师都去介绍，那个叫千百亿化身。那我们只要证悟本性了，我们也可以。这样了解吗？用啊，即了了分明。我们把那个心量真心啊来用的时候啊，了了分明，就是对什么都知道了。所以这个最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在凡尘呢，知道的角度啊，非常的窄，一点点而已啦，没有很宽广。那我们能够了了分明呢，就是很宽广。每个角度呢都知道。所以用，我们拿真心那个心量来用，就能够了了分明。应用啊，遍知一切。我们应用的时候啊，应用我们心量广大的时候啊，遍知道一切，所有一切全部知道了。不管是现代，不管是古代，不管是未来，全部都会知道。遍知一切。那么一切啊，即一，所有的一切啊，都是从无极生发。所以一切啊，即一，一即一切。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万象啊，现在在凡尘的万象啊，都是一本，都是无极，然后散万殊，然后呢变万象。所以呢，一啊即一切，一切呢就一，气来自有。我们那个呢，心量广大，可以啊，气来自有。要到哪个佛世界啊，都可以。可以气来自有。心体啊无滞。那个滞啊，就是阻塞了。那我们的心体都不会阻塞，都无所住了。有所住真昧了，它都无所住呢，它才长存。永远呢都在。即是般若。那这个呢就是般若。所以呢，六祖把这个般若啊用到我们佛性本体啦，就是那个心量广大，那个真心呐，用到佛性本体。有时候呢，般若啊，我们呢用到呢妙智慧，两个都可以。般若妙智慧啊，有般若妙智慧啊，就能够了解啊佛性本体啊，所以理跟智啊一如，已经合成一体。善知识啊，一切般若智啊，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所有的般若妙智慧啊，都是从我们的不生不灭真心佛性啊，然后产生，从外面来了。就是我们不是落入凡尘啊，有身体以后去学的，学来的那个叫外入。这个不是，般若不是啊，慧姐都一再讲。我们凡尘事放不下，般若绝对不会生发。那我们凡尘事啊，可以放得下。全部呢都万年都放下了，念不生了，般若就生了。这样了解吗？只要我们有起心动念啊，般若就没有般若。那我们万年都放下，什么都不想了，一念都不生了，般若就生。那个般若生啊，了了分明。这样了解吗？了了分明没有起心动念啊。没有起心动念而了了分明，不知道，可是呢都不经过心意识啊，奥不奥妙？所以我们自信呢非常奥妙，要追求。越追求呢，只要我们去摸到边了，自己就会很高兴。可以这个一摸到我们佛性本体啊，可以都3天不睡觉，精神都饱满。那你假如说一直啊，昙花一直阐发，
那睡觉的时间越来就越少了。那假如说我们这个睡觉的时间很长，然后连这个清醒的时候也很昏沉，那就表示我们阴很浓，我们人半阴半阳，各位知道吗？纯阳就是仙佛了纯阴就是鬼了。我们人半阴半阳，看我们是要阳多呢，还是要阴多？我们一直培那个阳，让阳越增加，我们就越上升成仙做佛。我们越培养那个阴，就是都是负面的啦，那个不好的想也不好的，做也不好的，对待人也都不好的，全部不好的，都阴如这样阴就增加了，往地狱去了所以看我们呢，我们现在是一半一半。所以白天也适应，晚上也适应。那我们成阳人要了解说佛性一启发，全部呢都走路纯善这个叫纯阳，不用睡觉了。好像又是看卡通，或许有经过那个阶段不用睡觉。那个时候这个研究《金刚经》的时候或者那个时候晚上也不用睡觉，就看经了，看《金刚经》，然后呢白天一到了，因为那个时候或许在开机的车，就开车去赚钱，然后呢晚上差不多10点多回来，又看书，都天亮又出去赚钱。开车精神不好不行会撞人的。所以有经过才敢讲才敢讲说我们纯阳的时候阳还盛的时候不用睡觉。那假如说明明是白天眼睛又眯眯的，要一直想睡那个就是阴太浓的啦，好不好？不好就是要从思想改造，负面的不要想，负面的不要讲负面的不要做，那一些不好的恶的全部呢都离我而去就是培养我们的阳那个阳就越来越多，阴就越来越少精神就会越来越薄。这个是在性体来讲的啦。那身体我们就是了解我们那养生都是从身体着手了。那个身体的养生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个4大小风土它有生住意美，它自然的过程你搁看搞养生拢会死啦，对不对？你养生干200回好不？真济对不？嘛是200呢不2000好。所以那个有数目都是很短在佛性呢都是刹那，佛性呢刹那我们完整的现象就已经千万年了。所以我们一进入佛性不生不灭很快刹那就是永恒。所以那个刹那就是永恒就是证悟了以后讲出来的进入佛性了已经经过几百年几千年了，这么快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努力修都可以到达。莫错用意这六祖呢叫我们说呢不要呢这个错用意，名为真性自用。这呢我们这个从自己的真性从呢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出来，然后我们自己用一真呢一切真，因为从佛性本体出来这个真，那一真以后全部都真了。所以各位天贤要了解说这个一真一切真是修了已经到达目标了，那才一真一切真了。那我们开始修的话就是
世上无有真，全部都是假。从这样入手了，先让我们不住相，全部都不住相了以后，可以回到佛性本体回来。等到已经呢全部回来了，相呢都已经呢不住了，也不在意了，形象呢都呢在外面了。这个时候啊，我们再回过头来说，有性啊必现象，有性呢才会现象，没有性就没有相。我们一口气不来，没有性了，性走掉了，对不对？还在不在？就要埋掉了，对不对？不然要去烧了不在了。所以我们要了解，有性啊必现象，所有的相都是我们真如佛性，所以叫一真一切真。这个不是我们开始修的时候讲的，是已经修得到目标的时候讲的。已经呢到达了，可以了，全部都没有分别心了，那个时候没有两边了，那个时候才可以说。心量大事啊，不行小道。我们的心量大事啊，就是呢不行小道，不做呢那一些呢不好的。口沫呢中入说空，嘴巴呢整天呢都在讲空，心中呢不修此行啊，这个心中呢不修这个空行，所以佛呢就这个六祖就讲。所以我们整天都讲空空空，都是玩空了，没有真空了。那个心中不行啊，你心中行就真空了，就变真空了。那么恰是凡人呢，自称国王，凡人呢自称国王不会变国王，终不可得。那假如是这样的话呢，挥舞弟子，已经呢走偏了，中路在说空呢，心都不做。不进入真空，所以不是啊，六祖的弟子。善知识何名般若？般若者啊，唐言智慧，那个唐言就是我们中文呐，我们呢汉文中文呢，叫做智慧。一切次首，一切时中啊，念念不语。不管呢什么地方所在，不管呢这个白天黑夜，这个一切处所呢。就是呢空间，一切时中啊，就是时间。这个时间跟空间啊，不管什么空间，不管什么时间，念念啊不语，就是我们所有的那个念念，六祖呢用念啊，就是我们佛性本体啦，很喜欢六祖很喜欢用这个念来当我们佛性本体，所以他念念叫我们不要间断。念念没有间断的，念念都是觉啦，都是觉不会造业。那我们不觉了，不觉无明就会造业了，所以六祖告诉我们说，念念无间，不要间断，那个正念就是佛性本体，都不要使它呢，这个偏离的，时时刻刻都是觉。那觉的话就可以到最后抉择成佛了。那我们众生呢，一天之中啊，大概觉的时间呢，或者说讲，大概24秒，有没有啊？有没有24秒？不容易24秒还蛮久的嘞。你保持看看那个觉在的时候，进来，码表一按下去，看看能够多久。跑掉了，一定不到24秒，不然可以试试看。现在码表很普遍的，随便买就有，都很便宜。掐开始，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多久？看看，不错还24分呢。所以我们呢，念念不语，就是呢不愚痴，不走路无明，常行智慧时时刻刻呢都用呢我们般若妙智慧，即是般若行。一念语即般若觉，这个语呢就是无明了，就般若觉了。一念智即般若身，
所以鼓励啊，六祖一直鼓励我们，就是要用般若。那么世人愚迷啊，不见般若，我们呢凡人啊，愚迷、愚痴迷昧啊，不见到呢般若，口说般若呢，心中啊常语，嘴巴讲啊没有用心中呢都没有真正的启发呢那个妙智慧，常自言啊，我修般若，自己说没有用了，要别人说才有用，说某某人很有智慧，那个才有用，讲没有用所以呢，一定呢要自己本身啊启发，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呢，自己真的能够有那个般若妙智慧生花了。念念呢说空不是啊真空这边呢六祖就把它点出来说真空真空呢就是空中不空，有佛性在，所以真空。般若无形象般若啊没有形象，智慧心啊即是我们的智慧心啊就是般若。若作呢如是解啊即名般若智。假如说这样的了解就是般若的智慧。那么何名波罗蜜什么叫波罗蜜呢？此是虚果语，唐言呢到彼岸，就是我们中文说呢这个到彼岸，清净的彼岸，没有对待是一个啦绝对体。那么解义啊离生灭了解它的意义就是真理离开呢生灭，所以到达波罗蜜就是没有生灭了就是一体的，没有生灭常住了。着境呢生灭起，我们呢着了这个有形有相啊境着境就生灭境啊都有生灭了所以我们了解说只要落入形象一定有生灭生灭的我们不追求了，我们追求不生不灭所以着境啊生灭起。如水啊有波浪那个水啊有波浪，就是因为有风啊，水才会有波浪那个风就是无明那个水就是佛性波浪就是烦恼为什么有烦恼？因为有无明风无明风一吹到我们佛性本来是很平静的然后风一吹了就波浪起来了，烦恼就起来所以这个比喻都很恰当我们佛性心平如止水好像止水一样那个呢是心平，可是呢我们有无明风就起波浪了。那么即名为此岸这个呢我们有无明就是苦海，在苦海里面呢沉溺所以就是此岸。那么离境无生灭，离开所有的形象就没有生灭就是进入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了。如水常通流，这个水能够通流了即名为彼岸，就是已经到达清净的彼岸故号波罗蜜所以讲清净的彼岸。善知识迷人口念这个迷昧的人嘴巴念，当念之时有妄有非他呢在念的时候心中呢有妄，然后有是非，念念呢若行是名真性。假如说呢我们念念能够行持行持到波罗蜜清净的彼岸就是没有对待了念念若行的时候没有对待，清净的彼岸是名真性，那个呢就是我们的真性。悟此法者能够领悟这个方法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不修即反，我们不修呢就是凡人。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只要我们一念修行我们自己的本身就跟佛平等了自身呢这个佛。善知识凡夫即佛，烦恼呢即菩提。这个又讲到我们那个我们不是有讲过那个张卓秀才的那个悟道记吗？有没有？各位记得吗？记不记得？
光明急照啊，遍河沙，环圣寒林共一家，有没有？哎。好，不错，各位前人都要把它抄下来哦。这个呢，我们可以从他的悟道记啊，然后也一样，我们按照他的方法哦来领悟啊这个道。啊，或者说要引用哦，他那个第二句啊，就是凡圣寒灵啊，共一家。哦，凡人跟圣灵的灵啊，都是一样，哦，没有分别的，哎，它呢都是同体的，哦啊，所以呢这边说凡夫呢即佛，我们凡人啊就是佛啦，哦，所以哦六祖跟我们讲，我们呢都是佛，相不相信我们就是佛啊？又是很没有力道。可能要晚一点了哈，再过一段时间了，就相信。现在还没到那个阶段哦，正在培养，正在酝酿，酝酿哦，信心来就是佛，自信就是佛哦。所以呢，我们了解说哦，各位都是佛哦，不要被自己的那个邪见障碍。烦恼呢即菩提哦，我们也有讲过了。烦恼即菩提呢，就是烦恼是我们的佛性生发，佛性呢生发烦恼，然后我们烦恼，所以人实在真戆啊，有戆无？家己生安尼烦恼出来，来烦恼，是不是这样？烦恼谁生出来的？都是自己嘛自己生出烦恼，然后在烦恼里面很烦恼，自己害自己啦。所以六祖呢就跟我们讲，说我们生发烦恼那个生发烦恼那个就是菩提呀。我们回头看到回头看到，原来所以就想到说，我们那个佛像的前面不是都有一面镜子吗？有没有？那要做什么？啊？对，就是要回光返照。那个镜子摆在那里呀，就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回光返照，本身就是佛。就是那个意思。回光返照。你回光返照了，你就是佛了。所以回光返照了，那个烦恼生出来，回光返照了，见到菩提了，因为就是这个生出来的，所以烦恼跟菩提它是相同，那个烦恼从菩提生发，那为什么你生发烦恼呢？生菩提就好了，所以这个讲的是那个源头的地方，那个生发烦恼的源头。所以各位前人听到这个凡即菩提一定要辨别。假如说我们已经进入烦恼的内容，那个不是菩提那个是恶，善恶的恶法，那个会使我们造业。所以一定要知道，你进入烦恼的内涵内容，那个烦恼的事相、事情形象，那个不是菩提。烦恼即是菩提呢，是生发烦恼的那一个，那一个我们那个真心佛性，我们一回光返照了，就照到自己的佛性，那个佛性就是菩提，烦恼是从菩提生发的，所以你佛性生出那个菩提出来就好，不要生烦恼，这样能够辨别清楚吗？可不可以了？可以了所以一定要了解到，就是要明理了解真理。前念迷即是凡夫，后念悟即是佛，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这个凡夫跟佛就差在迷悟，迷了
佛就变众生了，悟了众生就变佛了，所以迷悟的差别，所以我们呢就是要了解到很重要，就是自己要掌握自己，对自己的佛性呢要做得主把得定，要能够做主，佛性做主，然后呢要有定，不能这个利益纠葛又被感官拉走了，所以我们要做得主，把得定。前念呢着境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离开境了，就是已经菩提就是不在烦恼的那个现象里面，不在那个内涵内容里面。三知识摩诃般若波罗蜜最尊最上最低，六祖就讲说呢，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最尊贵，然后呢最上等，最低，所以我们一定呢要追求。各位会了吗？会不会？一样就是那个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就是那个你万年都放下，一念不生那个已经摩诃般若波罗蜜整个都呈现了，这会不会？很容易按码表看看能不能够24个小时。无息无住无往亦无来。我们那个摩诃般若波罗蜜呢无住，无所住了，有所住都有生灭，它无住，然后无往也无来，没有往也没有来，没有往来，就是常住了，不许拢伫咧如如动常住的。三世之佛从中出，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三世之佛从这里出来，我们从这里进去再出来了就成了，这样了解吗？没有一个了解当用呢大智慧打破呢五蕴烦恼。各位同学，五蕴是什么？对，很正确的色受想行识。色就是形象，受想行识呢就是我们精神所以呢我们了解呢这个就是身体，色是身体有形有相，受想行识就是我们在凡尘在用的所以呢拉我们造业就是这个受我们有感受然后产生想呢就有行为，行为接着下来就留成记忆所以受想行识就让我们六道一直轮回了所以我们打破五蕴五蕴烦恼，把它打破。各位贤贤打得破吗？都想不想把它打破，保持又好。当然了，人生难得嘛要打破拢无是从心地用功夫啦我们了解从心地用功夫，不是把身体毁坏掉，而是说呢我们从心地已经建立认识真理，形象呢都是假，虚幻不实在，然后我们住在不生不灭的这些佛性本体，这样呢我们来应对凡尘的万事万物都不会有业造业就不受苦解脱了。所以呢要自己努力的要解脱要自己努力不是说求仙头拜托老师把我解脱我很苦我们有没有这样想
打破呢五蕴烦恼尘劳哦，我们在凡尘呢劳劳碌碌啦，都免不了的。如此修行呢，定成佛道，变呢三毒为戒定慧。各位先生，三毒是什么？对，正确，就是呢贪嗔痴贪嗔痴呢就是三毒。我们呢把三毒呢变成这个戒定慧。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一般若生84000智慧。这个顿教法门六祖的这个顿教法门呢，从一个般若，然后产生84000的智慧。何以故？为什么呢要产生这么多智慧？为世人有84000尘劳。我们凡人呢有84000的烦恼，所以呢才要84000的智慧来这个处理这个尘劳。若无尘劳智慧常现。没有尘劳的话，我们智慧都时时刻刻呈现。不离自现，都不离开呢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悟此法者即是无念。能够呢领悟这个顿教法门，就是无念，没有念头。无念无着，不起狂妄，都没有念头，不起心动念。所以呢没有意为意，然后也无着，不着相，不起狂妄，就全部都是真，不起那个妄。那么用呢真自真如性用自己性那个真如性，以智慧来关照，以一切法不取不舍，所有面对的万法，我们呢都不喜欢不讨厌，不取不舍，没有取舍，没有取舍都不造业，即是呢见性成佛道。所以这个六祖苦口婆心呢，就是要我们都能够成佛道，能够成佛。善知识，若欲入甚深的法界及般若三昧者，假如说呢，我们要进入甚深的法界，就是很深的我们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所住的地方，那个法界，以及般若三昧，妙智慧的正定。三昧就是正定三昧是梵文，我们中文叫正定，所以我们要有那个妙智慧的正定，时时刻刻的妙智慧都在，那个叫三昧。我们呢可能启发以后有时候成，有时候不见，所以没有三昧。那假如说三昧时时刻刻都在。那个叫般若三昧，时时刻刻都是有智慧，那个叫呢般若三昧。那么须修呢般若行，一定呢要修般若，般若呢就是离相，有妙智慧可以离相，那么离相就可以成就可以成佛了。持诵呢金刚呢般若经，就是要我们来持诵金刚般若。金刚呢，就是我们呢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它就好像金刚，它可以破坏所有念头，不会呢被念头破坏。我们有没有按照这样做我们时时刻刻都被念头牵着走被念头破坏，对不对？所以我们呢要了解说六祖讲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启发我们呢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用那个佛性来主宰，这个叫做诵持金刚般若经，能够呢诵持我们呢这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它就有般若妙智慧，那有般若妙智慧就可以脱离苦海。所以启发般若很重要。那要呢启发般若，一定要认识佛性不认识佛性般若无从启发。那要认识佛性呢，就要把凡尘所有相都去掉，所有相都是假的，假相都去掉以后佛性就出来。持诵金刚般若经呢，即得见性我们呢就可以见到自己的本性。
那么当时呢，此经功德啊，无量无边。哦，我们能够呢，这个持金刚般若经呢，功德无量无边。经之中分明赞叹，莫能具说，就是没有办法把它的那个功效全部讲出来。那么此法门是最上圣，这个最上圣的法门，从自己的本性来救自己。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我们启发了以后，救自己不但可以救自己，还可以救很多众生。所有众生呢，都这样引导，引导他呢自己救自己，个个都得救了，个个呢都已经上法传了，所以呢，把这个娑婆世界就变成了莲花邦，真的可以到达的。为大智人说。所以这个呢最上圣为大智人来讲，为呢上根人说，上等根器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这个上等根器是要这个自己一直培养那个善，让呢这个善能够生根，有善根呢还要让善根成熟，善根成熟了可以接近这个上乘佛法，可以接近善知识，这样呢修起来就很容易了。所以本身的那个条件就是要累积那个善，所以呢这个善上根呢就是有累积善的，都变成上根。那么小根小智人闻心生不信，小根跟小智的人一听到了心生不信因为哪有遐好哪有那么好的就这样就可以成就。何以故？为什么呢？譬如天龙下雨于盐湖体。这个天龙下雨呢，在我们南赡部洲，盐湖体呢就是南赡部洲啦。是我们住的这个世界叫盐湖体，也叫红尘，咱住伫红尘。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北济泸州，北济泸州的众生呢，平均寿命有1000岁。其他那边那个人民的寿命都有1000岁所以我们200岁算什么？真夭寿很短命只要我们到那个泸州去可是那个释迦牟尼佛讲说那个去到那个北济泸州没有机会行功德，大家都善救不了人没有办法累积功德差不多成佛了，所以列入8难之一，8个很困难的里面的一个。我们这边南赡部洲这个善恶各半，善的很多啦，恶的也有。看我们要行善做恶，你假如说把那个恶人劝善，那个功德很大，所以就容易做了。所以活菩萨他都要来这里来南赡部洲示现，来救度众生行功立德。都已经成佛了成菩萨了，他还努力呢比我们众生努力。我们众生受苦弄麻痹都不知不觉。有的甚至苦中作乐在苦中呢作乐。诚意寂漏悉皆漂流这个下大雨在盐湖体整个城市聚落全部漂流，如瓢草月这个水灾就给我们看了，就是这样，雨太多了1年的雨用3天把它下完，厉不厉害？很厉害。结果我们就遭殃了很多人命都不见了。漏雨大海，这个雨它下到大海里面不增不减，没有增也没有减。若大圣人若最上人，闻说金刚经心开悟解，
假如说呢，大圣人最上圣的人，一听到呢《金刚经》啊，心开悟解，各位误解了没？都万年放不下，都起心动念了。万年一放下呢，一念不生，就是误解了啦，领悟了解了。不肯的话，就是不误解，还要领悟了解。故知呢，本性啊，自有般若之智。我们本性里面啊，自然就有般若的妙智慧。那么自用智慧啊，常观照故，不假文字啊，不借着那个假就是借的意思啦，不借的文字，不用文字啦，就是不要，因为六祖啊本身呢就没有认识字啊，唔捌字，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修道跟学士啊没有关系呀。我写都讲啊，老千师长念，你看我们凡尘博士那么多，哪一个博士成佛了？或者在他身边听得很习惯，都是师长在讲这个，是不是啊？有没有博士成佛？有没有？博士很多，对不对？很多很多他不一个博士成佛的。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学士啊，跟我们修道没有直接的关系的。假如说学士你肯用用到我们佛性来，那是最好。可是它当成文章了那就不行了变成文学了不是佛学，是文学。那文学那个孔老夫子讲说，你全部本分都尽到了，行有余力再来学文，不是这样说嘛？你还给我亏啦！你大行拢做得到这个入则孝，出则悌呀这个欢爱众，然后呢什么信？因为谨而信啊，因为或许对那个儒家思想呢都不敢演说，为什么？我想我都拢无读册讲那个都是那个知识分子在说的，好像不太适合了所以就专注呢钻研佛经，佛经呢比较深入所以比较了解呢他呢讲的那个意思。譬如雨水不从无有这个无啊就是先天的无啦无有雨水啊不是从没有然后有，它呢都是存在啦存在这个空间。言是呢龙能生智啊就是原来都是那个龙可以把这个雨水啊这个集中以后啊，然后呢就是降落在一个地区，令一切呢众生啊，一切草木啊，有情无情啊，悉皆蒙入令众生呢跟草木众生呢就是有情，草木呢就是无情，然后让这一些呢全部啊都得到呢滋润。百川众流啊切入大海，这个百川众流所有不管大小河川一定呢都流入大海合为一体，就变成了一体。那么众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复如是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凡尘所有万象都不同，可是一回归到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全部都相同，都是一体的就能够合为一体。所以我们那个般若本性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剩下这个半个小时要给各位这个问问题的时间到了。各位有没有准备要问不用惊歹势这个你认为说我问这不该用笑的，对啦这个大家心内拢有个问题大家都有，所以呢就可以问。还没有问之前呢，或者讲一个故事你可以一边想说怎么问。有一个师父他要出远门，然后跟他徒弟讲
说我那个桌子上有一本《金刚经》，你不要去翻，不要看。然后师父就出门了，就出远门了。这个徒弟呀，这个师父不交代他也不会去翻的。那师父一交代了他特别好奇，说《金刚经》怎么不能翻？所以他师父出门以后他就去翻。翻《金刚经》一翻开以后，金刚童子就出现，主人有什么吩咐？冲，经过给他关起来，惊一个，怎么里面有人？然后想一想，我每天在挑水，对，我赶快要先开《金刚经》，金刚童子要出来，主人有什么吩咐？他说我每天都去山下挑水。那一段路很难走，你可不可以把它铺平？然后主人是，个不去啊。然后隔天他要下山挑水，那个路就很平很好走了，他过了就很舒服了。然后过了几天他师回来，走到山下一看，怎么不一样了？难道我走错了吗？一看呢，好像是又好像不是，一直走一直怀疑啊，走到他的庙回来，看对啊，就是我的庙啊，然后他徒弟看到师父回来了，这下糟糕了，赶快就跪在他师父面前，师父对不起，我没有听你的交代，我去翻你桌上的《金刚经》。他说你为什么去翻？我好奇呀。你看到什么？看到金刚童子。他师父说，修道人不可以讲妄言，一定要实在。师父真的，不然你翻给我看看。徒弟呢就翻开，主人有什么吩咐？这个时候老师傅看到说，按着往我爱归来啊，然后就跟金刚童子讲，说我都已经送40年了。从来你也没有现身给我看我那个徒弟连一次都还没有送，竟然他一翻开你就出来，你是不是大小眼那个金刚童子说，你才40年你的弟子已经40生40世，40岁了，你才40年没搞了，你那个功力还不够，你的徒弟虽然一次都还没有送，可是他累积已经40生40世，这样各位懂吗？所以我们不能修道的人不可轻易出血，那个初入门的人，你不要看轻已经修足侪生足侪世。一起水疗，所以不要看清人，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每个根器那个就是上根器，所以它就能够一点就通。想出来了没？要问了没？好，请说。拿麦克风，让问题呢让大家听到。刘大师好，或许想请问一下。在我们有真心之前，是要学习专心的做，放下，万缘放下。你再讲一次。我们在真空之前，是不是要学习专心的万缘放下？专心之前，真心之前，真空之前。学习万缘放下，要先学习万缘放下。你是说是要先学真空，还是要先学万缘放下？是吗？就是我们要万缘放下之前万缘放下之前，你还把它分阶段。要专心的去做，是要这样。你就专心的万缘放下就好了。然后那或许可以显现说，
我们来佛堂学习心理心法，对不对？那我们就是要为人放下，是不是我们要专心的做一件事情？专一做一件事情哦，跟万年放下哦，虽然有一点雷同，可是哦不一样。哦，因为一件事啊，它还有让我们住相的地方。那万年放下是全部没有。哦，或者就连天塌下来都不要管。说不管再怎么大小事啊，都放下，放下再放下。可是要了解到哦，这个万年都放下，这个时候是了了分明，懂不懂意思？没有起心动念，可是我们了了分明，那个了了分明哦，就是真空，就是佛性。这样了解吗？了解，谢谢。然后就想问一下，就是说，像我们课前啊，然后讲师会带动，然后就是说会带动，因为老师是说我们要拍手，那我们后学就觉得说拍手一心就好，然后我们不要在那边踏步，因为踏步的话反而会分心啊。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哦，就感觉上那个气哦就很杂。或许有这种想法，不知道有讲师感觉如何？但或许听到了说要，这个要讲课之前要先拍手分钟，那或许都讲哦，那手都拍红了，可以有没有把手都拍红了？手都红了哈。所以我们这个超值讲师呢，这个慈悲啦，就是让我们学习呀，能够使我们呢这个身体健康。毕竟呢，要有健康的身体呀，才能够修道。确实手的那个穴道跟脚底一样，所以脚底按摩跟你那个手在拍一样。不然有时候你可以用那个手指把你手这样刮刮看，它一样有那个沙力，就是有那个穴道，有那个功效。各位可以这个大家互相说是不是卖拍一顾啦，安尼这个可以商量的，这个不是一定。不要踏步专一拍手就好。那可以，可以，那个可以跟那个超值讲师说我们不要踏步，就只有拍手就好。会分心啦，对，对，好，谢谢，对，就是要专一啦，踏步就专一踏步，拍手就专一拍手，专一比较有成效。好，请说。好，刘讲师好。好，请说。后学曾经就是说，我们万能放下之后，然后一心观，可是呢，有好几次就想要睡觉，这种现象是怎样的现象？这个现象可以写，这个就是我们肉体已经太疲倦，那我们平常都硬撑着，所以在万年放下的时候就是全身的硬撑也一样放下，放下的时候，身体的需求它竟然显现，就是那在那边困了，所以这个时候就睡，你睡足了饱满，自然就会起来。你起来的时候再来做那个效果真棒，最好就是那个时候。所以你不要硬撑，你硬撑的时候没有效果了，那个身体已经很疲倦了。我们要了解说身体也要让它能够调和，身体调和了我们做了才能够做得容易有成效出来，是这样的。那个是平常硬撑一万年放下身体那个整个都呈现的，睡饱了就好了，睡饱它自然就醒了，这自然醒的时候来做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效果很快，而且我们可以领悟尤其在那一种现象之下我们要了解那个般若妙智慧就在那个时候产生，了了分明可是没有起心动念。万年放下一念不生，竟然能够了了分明，那个就是般若妙智慧。然后要一直培养，不要炫耀，炫耀也无去去人电
去讲电都无去啊。刘讲师是这样的，你刚刚说我们住相，那我们修道人学的不要住相，那我们如何帮助住相的人不要住相？这个也是从真理下手，就是了解凡所有相都是缘起则生，缘散就灭。不只有形象，事情也是一样。事情没有形象，可是事情也是缘起则生，缘散就灭。所以那个缘起缘散都是变化无常。那我们住相形象已经变了啦，我们住的相还是在旧的形象上面，所以我们已经跟不上了，跟不上形象的变化。所以了解说，我们从真理着手，说万象都一直变化，万象一直变化，那我住相，我要住在哪个相？它一直变化，那我的住相也要跟着一直变化吗？那这样就了解说原来都不用住了，它都是假的，最后都已经不见了。不见的时候，我还在住相，是不是这样？或许是两个是说，我们修道人知道要不住相，那我们如何去帮助住相的人？如何帮助不住相的人？一样，要帮助住相的人也是要跟他讲这一些理，让他了解，说凡所有相都是因缘际会，缘起则生，有因有缘，一定要有因缘，因缘际会，形象才有。因缘消失，这个形象就消失了。或许都讲房子水泥它的寿命是100年。那我们要了解，这个有原料，有人工，有因有缘，有原料因，有人工的缘，然后把它盖成的房子，我们来住，这个叫缘起。然后100年到叫缘散。这个也是会遇到障碍的事情。那前几会跟我们时间要转念，但是事实上现实里面有很多事情不能用转念。如果现在肚子饿，你就用这个念法，这个肚子饿的感觉，把它转交不可能的。那衍生到说，今天我们有时候去成全渡人的时候，遇到那个人，因为他就是迷，所以他不明理。那我们渡人要从真理去下手比如说一个贫穷的人，他就是会贪。我就是没有，那你今天有钱可以借我。但是我们今天把钱借给他以后，他未必能够说，因为这个借钱这个动机、这个行为，然后改变他的心性来去除他的贪。那可是他现实内我们教他说，你今天会贪，是因为你过去没有布施，没有种福田，那要去欢喜做，然后现在去承受。可是往往这个你好像在他身上是使用通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如果要教他说转念，就是要刚才那位前贤的问题，我们要如何帮助住相的众生不住相，让他去不住相。谢谢。好，请说。这个我们要了解到，用不生不灭那个真心来修不生不灭的道。这个从理上从理上着手。我们了解说，我们呢有一个不生不灭的真心，我们要找到这个真心来修道，这样的道修了才正确。假如说我们用完成心意识来修道，修不成道。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是走入性理心法的，不走入现象。我们现象还是要在现象界还在现象之中生活。那我们要了解这个生活之中我们事来则应，事去则静。那事情来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应对有一个刚好的角度，刚好的角度就是进退应对了，有一个刚好刚好角度，然后我们去应对，应对了以后就把它抛开。这个现象我们要了解到，并不是说我们用不生不灭的心，然后也叫现象进入不生不灭，不是那样
就是呢，我们要了解说，修的是不生不灭，我们用那个心来修了，然后外面的万象啊，就随它去变，那个随顺誓言无挂碍，我们要随顺誓言，然后呢，我们呢要保持不生不灭的心来修。各位贤贤，用不生不灭的心修不生不灭的道，这个绝对不要忘记。我们用生灭心来修，修不成道；用心灭心修，造业，造了业要受苦。所以不要用那个生灭心来修道。然后呢，接着问说，我们去度人，然后他是不怎么理想啦。各位贤贤，我们要了解到，假如说我们认识的人，全部都是一种状态。那你就要衡量哪一个轻，哪一个重。先从轻的着手，去呢跟他呢生活。假如说呢，所度的人都已经都渡上岸了，那现在都剩下这一些呢不怎么理想的人，你就要用你自己的诚心，然后用身教来感化，感化他能够知道自己的过错。所以我们要了解并不是说马上要他能够求道，要他能够修道，大概没有这么好的事啦。都是要我们用心然后去慢慢的引导，引导他呢先呢能够改变他的观念，观念一改变行为就会改变。他行为一改变了以后他就不会那个非分的要求，然后我们也慢慢的这个身教言教一起来，慢慢的这个劝他，就有可能度他求道了，是这个样子。不是说你要去度他求道，你就要帮助他生活了，你没给他顾一家，你有那么大的能耐吗？你若度100个顾100家，都累死了，都累垮了。所以也是一样，随顺誓言啦。他什么样的因缘，我们用什么样的对待。那假如真的是离得太远，我们就种佛因就好了。那个我们不是时常看到，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有没有？那个就是种佛因啦。这一生没有修成，来生种个来生，所以不用急急没有用。不要马上他转念了，他要不要转，由他自己去决定。然后我们本身用一个诚心的诚，就好了，这样可以吗？好，请说。刘讲师你好。好。后学他入道场20几年了，听到的都是摩门教来度我，基督教来度我。但是没有碰到一贯道来度，这是为什么？可能你的那个累生累世跟那个摩门教比较接近所以都是那一些会来这个邀请你跟他们一起这个生活。那可能这个一贯道呢，那个都要讲机缘要有那个因，要有那个缘，有因缘汇合了，然后事才会成所以这个有办法坐在这边的，又听上乘佛法，那不是没有因缘，绝对是有所以就不要苛求，已经呢到了就好，可以吧？好，再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大家先帮他走了他走了，他不晓得我学过道啦。因为我们要了解到，在以往那个度人都是一定要身家清白，品性端正，不像你说到后来说赶快这个能够度多少就度多少，赶快拉人来这个求道。我们要了解真正的要有那一种因缘就是有人跟你熟识了
知道你身家清白，品性又端正，然后呢，他呢就引进你来求道，那个是最正式的啦。然后我们现在呢，就是有一点贪功，说有人就好，那一种现象啊，是有一点腐烂，渡人了以后也没有保证呢，能够呢这个要他来修能够成佛，也没有这一种心理准备啦，所以那个都是很粗情的。那我们要了解说，我们走路啊，人生的这个真理呀，是很不容易呀，要求自己呀，能够呢，这个品格啊，能够很高超，这个人中之龙，这个人中之上的那一种情形呢，要自己追求了，不要呢这个埋怨这个别人说他们怎么做那么懒惰，没有来度我，那个可能是缘都还没有成熟了，要机缘成熟啊，机缘成熟自然就会成的，这样可以吗？好，请说。有讲师，请问一下，刚刚讲的什么南赡部洲？那个四大部洲。要怎么写啊？要写，那个往后我们都会详细说，好不好？要现在说吗？有讲师要写了，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南赡部洲、北济泸州。还有那个平均寿命。广清和尚所讲的无来无去无代志。你跟他讲的话有相关的。因为我们就是要了解那个常住不迁呐，无来无去就是常住啦，就是我们的真心佛性啦。我们的真心佛性啊，就是不来不去，没事。我们的不生不灭真心佛性啊，就是这样。那个广清老和尚就是领悟这样，所以他才讲出来，说无来啊无去无代志，就是已经领悟啊，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我们的真心佛性本体就是广清老和尚讲的那个样子，无来啊无去无代志，有代志是在自找麻烦。制造业啦，自受苦，那个叫代志，拢无代志啊。还有吗？好，请，没有麦克啊？要给大家知道，听到那个。但是我们那个天然师尊有慈悲请我们要睡得都是真言经中，但是在真言经中是有时候你的。两眼有小时候会有那个青光那个刹那间就会好像说不到1秒，他自己的那个本性那地方或玄关那地方就会有一个灵波请问这是要保持下去还是随他自然？好，请坐。这个可能呢，各位努力修的时候那个我们这个易守玄关呢，都会有这一种现象出现。那各位就是要了解啊，因为我们已经这个接受了明师一指点，那个玄关已经打开了，所以只要我们努力的让我们那个佛性的进出都从门，以前没有修道是走到旁门都是眼睛、耳朵、鼻子、嘴巴然后泥丸宫跟肚脐那个是走到旁门，然后玄关是正门。然后我们尽量出入都从正门，这样呢，就很正确了。那会显现那个光来给我们看，那是给我们信心就是你走的路正确，不要住相，不要保持它，不要住相，不要管它，不要在意它，那是一个门。像我们每天出入都要有门，对不对？我们有没有去对着门一直看，要注意着它，有没有？没有嘛所以你就很自由自在的进出那个门就好了，不用住相不要管他说要他这个呈现多久，不要。
住相以后会有病啊，哦，那个就不好了。还有吗？没有的话，再讲一个故事好不好？因为还剩下5分钟哈。这个有一个这个修道人他就是这个唯有呢这个消旧业不敢造新殃，他就呢就很努力的这个修道，然后到呢一个地方去一个那个村庄小村庄呢去开垦一片荒地，开垦荒地就在那边生活。那么那个小村庄的那一些村民看那个就很感动一个人那么努力的在修道，都是自食其力，就来帮他盖一个草寮，让他能够遮风避雨，能够过生活。这个时候呢这个村庄有一个长者一个女儿，然后跟男朋友就是交往，然后呢这个怀孕了。因为在乡下的地方这个是非常大的事这个女孩子没有结婚怀孕了，那个是非常不名誉所以那个长者呢就一直逼问他女儿说这个孩子的爸爸是谁？就是要找他算账。结果这个女孩子就讲说，那一个修道人，那一个修道人，所以一下子无妄之灾那个长者就来指责那一个修道人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这个害他没办法在这个村庄跟人家这个生活在一起，就把他那个叫村人把那个草寮把它拆掉，然后那个修道人一句话也没有辩驳了，没有辩驳他想说这种事我要是辩驳的话，那他那个女儿的命可能都会没了啦，所以他不敢再造新殃，都没有辩驳。然后过了到10月满了生下来，那个长者就把那个婴儿这个抱来给这一个修道人养，他就把他养然后就背着婴儿工作。然后过了几年那个男朋友回来了去外地打拼有一点成就了就回来，跟他这个女儿讲说我们可以生活了已经有经济能力了。然后那个女孩子就跟她爸爸讲说我的男朋友就是这个啦，不是那一个修道人。这个长者一听到以后那呢这个时候又是集合全部村庄的人都去帮他盖房子。他那个修道人都没有都是平常心没有说喜欢，也没有说讨厌生气，什么都没有。那或许看到这个故事我讲我怎么做会到，一定嘛变要改变到阿妈滚筋大细条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有时候呢要想远一点要有那一种容量，要有那个内涵能够呢容纳包容，这样就可以救人了。不然你那个女孩子不见了，那个娃婴儿也一定不见了，拢无多生活我都往世间活。所以呢由这个故事我们就了解说原来我们可以影响蛮大的，我们那个影响力一发挥出去都蛮大的所以我们呢这个往后在做事的时候也就是要考虑远一点，自己吃亏没关系啦一定呢要保持那个正气，浩然正气。所以嘛你看今天发问就很踊跃了都讲了我在台北小小的一个这个佛堂里面大家都问台北地刷，你这些人那都没问题，很奇怪，你们都修得很好吗？
好，我们时间到了，下课。各位点燃师、各位讲师、各位坛主，大家好。各位讲师好。不谢真道天师的天天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前贤给后学机会学讲。我们今天呢是要讲这个耳根圆通，大家手上都有资料吗？有。各位有没有先看啊？看得懂不懂？可能我们平常没有接近这一些文词啊，所以就比较生疏。那我们呢来把它那个内容啊这个探讨。这个耳根圆通呢，不只有是观世音菩萨呢修成，连智慧第一的文殊菩萨，他也说从耳根圆通修成。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耳根圆通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殊胜的法门。好，我们也知道说。那个观世音菩萨呢，在普陀山呢，这个修行，那么在海边就听呢那个海浪，那海浪这个一打上来都有声音，然后呢，那个浪意远去了以后声音就消失，那么它从呢这个海浪的来有声音呢，跟海浪的去静悄悄。进入去失守。说这个海浪一退去了以后这个听到静悄悄的是谁啊？那个呢就进入我们那个佛性了。所以呢，我们了解说呢，从耳根来修的话，这个法门很殊胜。那或许呢这个有把耳根圆通呢写下来，它的经文不多啦，可是呢我们从经文来了解的话比较困难，所以或许有找一些辅助的这一些资料把它写下来。那我们呢全部要说都能够了解的话里面的这一些含义全部了解那我们就可以从凡夫地一下子呢就到佛地了是一个蛮顿教法门。那我们呢现在呢就来看这个耳根圆通。这个古观世音佛这个都是呢同一个这个佛号观世音佛，然后呢教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呢，就是现今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座下的那个上首。那么到娑婆世界来帮助这个释迦牟尼佛转法轮，然后也帮助我们弥勒祖师收眼跟呢娑婆世界的众生缘分很深厚。那观世音菩萨有发愿就是要度尽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我们阎浮提的众生呢就是要度尽呢才要成佛，没有度尽呢誓不成佛。跟那个地藏王菩萨也是一样，要度尽地府的众生，没有度尽呢不要成佛。那现在呢都已经成就了成佛了。观世音菩萨、南来古佛，那地藏呢地藏王菩萨地藏古佛都已经成佛了。那么古观世音佛呢，叫观世音菩萨呢从闻思修，闻思修，这个是三慧，三个智慧闻慧、思慧、修慧。闻思修，然后进入三摩地。这个三摩地就是正定，从闻思修进入这个正定。那么观世音菩萨呢把自己所修的这个法门提供呢给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呢来修持。
我们人间的道路啊有千万条，就是呢我们要追求的方向非常的多。那么我们修士啊，最高，我们修道啊，就是呢在这个非常多的那个各个的这个追求的那个方向啊，是最理想的、最高的，一条呢唯一啊不会后悔的这个选择。到一口气不来的时候啊，我们假如说没有修的话，到那个时候都会后悔。那我们修道呢，到一口气不来都不会后悔，所以这个呢是最理想，能够呢生活出人生呢最深的价值，我们人生呢有最高的价值。那我们呢这个勤求就是很努力的来追求无上的正觉佛道，可以一劳永逸啊，就是我们这一生呢辛苦一点，那有往后啊一成就了以后啊，脱离苦海了，就永远都是快乐，可以千百亿化身呢来度化众生。那我们呢修正了以后啊，可以跟呢十方之佛把手言欢啊，可以跟呢十方之佛呢就是齐肩平等，就是呢同时在一起。然修持的法门一样也是个千万条非常的多。我们要怎么修呢？非常多的法门。那么选择一条呢很简单扼要，很容易很快速，决定了成就这样呢就是很重要。那么说简单呢单一这个耳根一门深入。那么说扼要呢就是入一无往，离六支根只要我们修一根，那六支根呢一时清净不用呢六根全部修，只有修一根就可以。那么说容易呢但像呢根中，我们能够呢潜流还稳，就稳自性。那么说快速呢自从那个是那个观世音菩萨讲说入有往手，一直呢到极昧现前就可以后二出生得呢这个真三昧。所以呢我们要讲这个修耳根圆通最重要呢就是要先知道我们耳根在平常应用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我们呢平常用耳朵呢第一个功能就是听听到声音那个听第一个功能听。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闻，闻呢就是我们听到声音，然后加入我们的心意识这个叫闻。第三个呢就叫闻性，闻性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所以各位听人这样能够了解第一个听，第二个闻，第三个闻性。那我们呢做耳根圆通选择第三个就是闻性，不用听也不用闻，直接用闻性。这样会用吗？会不会用？就是我们呢在做耳根圆通的时候不要用心意识，不要用心意识。各位有没有印象？或许讲过那个心意识，或许老师有带一张讲义过来，不知道呢我们这边超时讲师有没有把它印出来？印好了那可以发给大家我们呢对这个心意识了解的话我们不要用它我们在凡尘生活的时候我们都是呢用心意识。那心意识我们就是要了解，不是佛性本体，它是佛性的功能作用。那我们做耳根圆通一定要用我们呢那个闻性，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我们要用直接就用我们的佛性，这样能够了解吗？
各位可能拿回去看以后啊，是有看啊，没有懂。因为也是就是我们平常没有接近所以比较生疏。所以或许要详细说。所以我们呢用的时候啊，就是要用直接用不生不灭的佛性稳性，不要用听，不要用闻，直接呢用稳性，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用稳性的时候啊，功夫就很快可以做出来，可以把我们这个佛性啊跟整个虚空啊合在一起。可以有没有做万年放下？没有啊，没有的话，我跟圆通都做不来哦。那个万年放下了以后，我们一念不生啊，整个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啊，就已经出来了。那我们用这个，用这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来做耳根圆通，把佛性啊，把它呢延伸啊，不住在身上，然后延伸到整个虚空，整个呢这个虚空啊，全部都是我们真心佛性。很理想他假如说我们没有把不生不灭的佛性啊，把它启发出来，这个没有办法呢让它延伸让它跟虚空呢合成一体，这样虚空就叫完空了，不叫真空。那我们把佛性呢一延伸呢到虚空以后，这个虚空啊就变成真空，真空妙有。我们才真正的进入修道的轨道，很重要的我们修了很久了，之所以没有功效，就是用不对方法我们用生灭心用四心来修道，那个不会成就，没有功夫的对我们帮助不大。那我们用不生不灭的真心来修，那个可以成佛。所以我们呢就是了解到说这个很重要，我们要用不生不灭的真心来修不生不灭的道，这样因果一致才会成就所以呢在开始呢这个讲那个修持方法之前我们要先呢掌握到那个很重要的那个呢我们的根源不生不灭的真心。详细呢，来这个叙述其内容，就是从闻思修呢入三摩地，闻闻呢就是加入心意识啦，就是耳识，以及呢这个同时意识。那思修呢是独头意识，就是不再加入外面进来的那一些信息，是属于独头意识。那么闻思修三会，闻会、思会、修会，为进修戒定慧三无漏学，这个阶梯，一级呢转凡入圣的那个正途。但呢本法宗旨呢，在呢旋妄归真，就是旋转我们那个生灭那个妄。把它呢归到呢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回来，那么舍事用根，我们把事就我们完全在用的那个认识的事把它舍掉，那么用我们的根根源，我们那个本有的那个根源，故呢这个闻会不是呢在指那个耳识。就心力识不用，乃指耳根这个闻性，我们耳根里面所具备的那个闻性，不生不灭的佛性寄托呢在我们耳根，耳根呢就在应用，所以呢我们就记得说内不随着分别的耳识，外不所闻的生成。
而事也不随他，生存呢，我们也不闻，但闻啊，能闻的闻性，就是能够闻的是谁？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啊，有佛性呢才能够闻，谓之呢这个闻慧，闻三慧之一呢那个闻慧。那么根据啊本觉理，然后起始觉智，本觉理也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个呢本体就是叫本觉理。然后始觉智啊，就是开始觉悟的智慧，就是我们能够发现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个呢就叫始觉智，能够发现的，那个叫始觉智。我们用始觉智来关照本觉理，不着有不着空，不着空跟有两边，一味的还闻呢闻自性，就是呢闻我们自己的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谓之啊这个思慧，前面呢是个闻慧，这边呢是思慧。那么念念呢旋妄，就是呢旋转，我们妄那个生灭的妄不要，就是呢要进入呢真不生不灭的真，然后偷年内服，因为外面呢那个凡尘就好像强力胶一样，非常的黏我们被它黏住了，精神都外放。那现在呢，我们要内服，就是要降服我们自己那个外放的心，不要外放了，要收回来，回归呢严真，降服我们妄心，让它呢归到我们本来的那个真心，谓之修慧，所以闻思修三慧，如是闻，如是思，如是修，日久功深呢，就可以发本明耀，就从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发挥光明，把那个光明发挥出来，所以叫发本明耀，非常的光明。我们佛性本体本身呢非常光明，然后也就可以解六劫破五阴。那么这个六劫呢或者这个解说一下，我们落入凡尘就是从那个极昧，最后呢一个昧那个极昧变成生昧，然后第二个从后面呢算过来第二个空，就是从真空呢变完空，然后呢第三个觉，从真觉变成妄觉，然后跟我们呢本来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一落入六根以后六根各有作用，变成追求凡尘生灭，然后呢再来就是呢净动，净动呢就是凡尘的所有一切啦。所以我们呢了解说，我们从一念无明生三系那个是属于极昧变生昧，六劫的最后一个昧，可能各位也都没有听过这一些名词所以就比较生疏。这个是我们的根源，我们极昧就是回到佛的本位啦，那个极昧。现在呢极昧已经变生昧，所以极昧我们要追求到呢所有生昧都没有了，极昧就现前，所以那个呢是最后才会现前。所以我们修的时候是从那个动，我们先把那个动结解开，动结解开以后进入净觉，然后净觉呢解开，进入这个六根，根结解开以后进入呢我们那个妄觉，妄觉解开以后呢进入那个空，那空结又解开以后才进入昧，到昧呢极昧现前就回归本位了，所以我们努力的方向呢就是打开这六个结，六个结本来呢都是很理想，只是我们都一念无明妄动以后才一个一个呢这个打下来，所以我们解六结，
把6个解都解开，然后破五阴呐。五阴呢就是色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啊，色是我们的身体，受想行识呢就是我们精神。那我们了解呢，在凡尘啊，我们呢就是这个五蕴，因为有五蕴呐，我们呢就一直六道轮回不息。所以呢，我们在讲那个内五无间的时候啊，我们有这个呢就是破除那个五蕴，就是不要再凡尘不要再蕴，不要再蕴呢，五蕴不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呢解脱了，就可以回归到极昧本体。那么超五浊，五浊呢就是我们这个五浊恶世这个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跟命浊，就可以正圆通进入三昧。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劫浊呢依以摄因，然后见浊依以受因，然后呢这个烦恼浊依以想因，然后呢这个众生浊依以行因，命浊呢依以事因，就是五蕴然后呢变成现象的五浊。那我们呢可以破五阴，超五浊，然后正圆通进入三昧。这个是一个概类所以或许先把这个概类讲出来。那么始觉智呢这个气本觉理，我们有这个始觉智就是开始觉悟的智慧。那我们就是已经了解说怎么修了，那个就叫始觉智各位知道我们怎么修了吗？知不知道？用不生不灭的真心来修不生不灭道，这个叫始觉智，开始觉悟的智慧。然后我们观照本觉理，本觉理呢就是不生不灭真心佛性本体。用始觉智来观照本觉理，然后合以大觉，就跟宇宙虚空融成一体，而成究竟觉。究竟觉就是佛啦，佛就是究竟觉。所以我们都可以成就的，只要我们努力我们都可以成就。那么为之如幻的稳心稳修金刚三昧。为什么要叫如幻呢？就是呢要我们都不住相。如幻因为呢这个都是蛮现实的，很容易住相所以呢加两个如幻这两个字让我们知道都是一直在变化。所以如幻的话呢，我们就不住相了。那我们能够呢稳心稳修一方面我们从呢这个耳根那个呢稳自性还稳自性稳心一直熏习，让我们呢这个八识田中都有这个佛音在，八识田中呢都有佛音这个稳心，然后稳修，我们进入实际的那个修持，金刚三昧是佛性本体，它可以发挥出来它的正定，金刚呢正定，从佛性本体发挥。只要我们肯努力稳心稳修，我们佛性本体金刚三昧就会呈现。那么接着呢，这个观世音菩萨呢自己细数那个次第解决修正的过程，就是一个一个怎么修这个观世音呢就讲说这个出于稳中入有往手。手入寂极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呢见真闻手闻静，静闻不住，觉手觉空，空觉局言，空手空昧，生昧寂昧极昧现前。所以到极昧现前就是成就了所以观世音菩萨所讲的经文就是只有这么3行2行多一点不多了
所以从这个3行里面呢，我们要来了解说怎么样修持，就需要详细的分析。那么底下呢就是详细来分析观世音菩萨呢自己叙述的这个修持方法。那么上呢禀受呢这个法门是教，此即依教所起之修，从呢这个初于稳中呢开始，就是观世音菩萨讲说我修道呢，就是从呢耳根的稳慧之中呢开始来修，这个呢初于稳中就是呢最初由耳根的稳性之中下手起修，以耳根之中的稳性，这个本觉理所以我们了解要用的就是耳根之中稳性的本觉理。我们稳性那个性就是我们本觉，就是佛性本体啦。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已经呢是从佛性的本体起修。各位这样听得懂吗？会不会讲得太快？会再讲慢一点再讲慢一点，让我们都详细了因为这个很重要，我们要怎么做就在这个里面很重要。我们看了听了回去就可以做，就会有功夫了，很快呢功夫都出来。一个礼拜有一个礼拜的功夫，一个月有一个月的功夫，这个马上很快，而且会法喜充满，已经呢跟自己的不生不灭佛性打成一片，非常高兴。所以能够修我们自己有信心可以成佛。你没有这样修的话那个成佛都比较渺茫这个是希望成佛了，夫拢无信心。你已经从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已经开始起修了，那就决定成就了。时间早晚而已，一定成就。所以从呢耳根呢那个稳性已经呢빼除掉呢就是我们的那个听以及拼除那个心意识。各位有没有拿到那个心意识有的话要不要了解一下？要那给或写一张。好，谢谢。这个呢就是讲那个心意识。这个通则八识心意识呢，全部呢拢成通的话它有八识眼、耳、鼻、舌、身、意、莫那、阿赖耶，有八识。有八识。那八识呢皆名心意识。那么以八识熏习而成，故而分别这个三种。那么释迦牟尼佛讲，心则记忆，就是忌讳因缘忌讳。然后意则意义，就是我们有经过，我们有学过，我们知道那个意为意。那么事则现之意，显现让我们知道这个呢都是因缘际会的。那我们的佛性它不是以因缘，也不是以自然是超越因缘，超越自然。所以只要落入因缘，落入自然，那个就不是佛性本体。不是佛性本体我们不追求。我们追求呢就是佛性本体。因为佛性本体我们追求到了，才可以成就可以成佛。那么又云集起明心那个集合很多才叫做心。要有我们六根，要有六尘集合了，我们才有心，才会知道是什么事。那么思量明意经过我们思量，
那个就叫义。了别就是我们能够分别明示，分别这个什么样的形象，能够呢了别。那么第八呢，这个阿赖耶识，大部分呢我们了解第八呢那个阿赖耶识啊，它就是呢这个不生不灭啊，跟生灭啊合在一起。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本来啊，我们的根本呢就是这个第八阿赖耶识。那阿赖耶识啊，假如说转成阿摩罗识，转成阿摩罗识啊，就是无垢，没有污垢了，无垢识，那就成佛了啦。那我们众生呢，都把阿赖耶识啊转成第七的末那识。然后前面的那个眼耳鼻舌身意啊，就依赖第七识啊，所以我们了解那个二转一号，二转一个呢转到阿摩罗识，一个呢就是转到那个第七识，转到第七识啊就变众生，转到阿摩罗识啊就变佛了，所以看到我们怎么转那个第八的阿赖耶识啊。我们呢了解说，这个气候来先做主翁，就是我们死掉的时候阿赖耶识最后又离开了，然后来投胎的时候阿赖耶识最早来投胎，他最早来投胎呢，就是阿赖耶识来投胎，然后死的时候我们这个一口气已经断了，阿赖耶识还在身上，还没有离开。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家属呢，在旁边讲话，在旁边哭呢，他那个一口气不来的那个本人他都知道，那个阿赖耶识都还在。所以呢，我们了解这个明心呐，就是呢集之法斗，集了很多的法，起之法，这个心可以起之法。那么第七呢，那个末那，名叫做义，就是呢延长等事因缘以及呢含藏，这个四等，会呢恒审思量。所以只要我们皱起眉头在想事情那个都是在用第七识各位有没有皱起眉头想事情的时候那个就是在用第七识，运用我们的第七末那识，我想看看那样在想的，那个就是第七识。然后第六的意识就是很粗浅的，咱不着很知影很够，还有这个第六的意识所以第六的就比较浅所以这个第七就是恒审思量为我等故。那么以六剩下六个眼耳鼻舌身意明示就是认识那个粗浅较浅以六尘之境出动这个间断了别转故就是很快呢就转化。那么小圣位这个未来明心，过去明意，现在呢明示种种分别。那我们了解呢，这个大圣里面它只要是因缘际会，就不是真心只要是自然，也就不是我们真心。那么文殊菩萨呢问这个解手菩萨说，心性是一，因何见有种种差别？说我们的心性是一，为什么我们见到了都有种种的差别？所谓的往善趣恶趣这个善趣就是三善道，就是天道、人道、阿修罗道。恶趣就是三恶道，这个畜生、地狱、恶鬼三个恶道。那么知根满缺，有的呢这个生下来他的六根不齐，有的满有的缺，有的全部呢都具备六根，有的就没有。受身呢这个呢同意
这个受身以后啊，有的相同，有的不一样，有的很端正漂亮，有的很丑陋很难看。那么苦乐啊不同，这个苦跟乐呢不一样。那业啊不知心啊，心不知业。我们呢接受业的果报啊，不知道心啊，心呢不知道业。那受呢不知报，报啊不知受。我们呢这个接受的时候啊，就是说我们的那个五蕴啊，五蕴里面有一个受，受想行识那个受。然后我们接受的时候啊，造了这个因，造了那个因果下来，不知道果报。受呢不知道果报，然后呢受果报的时候啊，不知道是我们怎么造的因。这个呢报不知受。那么心不知受，受不知心啊，这个心也不知道，我们要接受什么样的那个情形，心不知道，受也不知道，所以呢各个呢都不知。那么因不知言，言啊不知因，因言呢都互不相知啊，智啊不知境，境啊不知智，我们的智慧呢不知道景象。显现的景象呢，也不知道智慧。那么心性是一呀，为心之性，是如来藏，那么呢，又心啊，即性啊，是呢自性呢，清净心。那么妄心之性啊，无性之性，是空如来藏。真心之性呢，实性之性呢，是不空如来藏，皆呢平等无二。故引喻也。所以呢，这个文殊菩萨呢问这个解手说心性之一呢，为什么我们见会有种种的差别？落入完成现象差别这么多。所以那个底下呢就讲说呢，这个心性之一呀，就是我们心之性，是我们如来藏，含藏。我们呢本身呢就是如来。所以这个如来不是在讲释迦牟尼佛，是在讲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就是如来。那我们呢那个性分之中含藏万象万事都含藏在我们性分之中。用呢这个心即性，就是呢自性清净心，是不空来藏，皆平等无二，故引一也。心性之一都是平等，所以我们要了解有空如来藏，有不空如来藏，有空不空如来藏，有三个。这个空如来藏呢就是真谛，不空如来藏就是俗谛，还俗的俗谛。空不空如来藏呢就是中谛，就是呢我们要了解我们追求的那个中道。那么云何见有种种差别？这个呢在解说呢，为什么见会有种种差别？为呢心性既然是一，那么云何而有五句知根总别施报？为什么会有天道、人道呢？畜生道、地道、恶鬼道？为什么他们的果报都不一样？所以呢就讲种种差别。这个呢去善就是人天，去恶呢就是三途，这个畜生地恶鬼。那么问义那个问的意思呢，说本性之一，我呢这个细推现象的事情各不相知。那么既有种种呢各不相知，何言不相知？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不相知？因为本性之一，应该呢都要知道。那么既不相知呢，水教呢种种，为什么有人把他们分别有这个天道、人道呢、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的不同？若为呢业令种种，是我们的业种下来，让我们去接受那个不一样的果报。那这样的业不知心，我们造的业那个业不知心。若为心令呢种种不一样，那心呢不知业。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在凡尘
我们用的那个心意识啊，那个心不是真心，所以呢，他造了业他不知道以后接受的果报是什么，他不知道，他只会造业不管果报，所以这边呢就告诉我们说，那个标题啊，让我们说不用心意识来修道，因为那个呢都不是我们真心，是呢我们这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呀，这个生发的功能作用。那功能作用，我们不要听它的，我们要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样呢我们才不会造了业又不知道接受什么样的果报。那么一一的观察未知种种之所由，就是不知道呢它为什么会这个样子，若这个一性呢随以种种。就是我们一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可以随我们六道轮回即失呢真谛就丧失那个真谛，就是空如来藏，就已经呢丧失空如来藏。若种种随一性呢即失熟谛，种种随一性的话，那么就失掉那个不空如来藏。就已经呢熟谛失掉。那么解手菩萨呢他就回答说呢，知法无作用亦无有体性落入万法里面，万法都是空万法它没有作用，所以我们凡人呢都把万法当成是实有，所以又造了业了。那万法呢它全部都是空它没有体也没有性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万法皆空。那我们呢修耳根圆通以后那个空性即是佛性那我们还没有修之前那个空是完空，就不能呢说万法皆空空就是佛性。各位知道差别了吗？知不知道？当我们已经启发了我们把佛性呢都跟空间融成一体，那么这个时候整个空间都是佛性，就叫真空。那我们没有把佛性跟空间合在一起，这个空呢叫顽空。顽空那个小顽童那个顽空那个空就是什么都没有了。那我们已经把佛性启发了跟空间合在一起，空间就有我们佛性在，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很关紧要了我们要进入真的修道轨道就是要呢了解真理，了解了以后我们把空性能够整个呈现我们呢佛性跟整个空间都融成一体。整个空都是佛性非常宽广它是尽虚空遍法界超出太阳系，非常宽广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回归到无极我们呢由万殊就归一本，归到我们本来所以呢这个就是要我们努力的。解手菩萨呢就答说知法无作用亦无有体性是故彼一切呢各个不相知因为没有这个体也没有性，所以他们呢都不知道譬如河中水这个船流渐奔逝各个不相知。好像呢河中的水它呢一直流到呢大海，那各个的水它都不相知个人呢走个人的个人行个人的，知法亦如是，万法也都是这样个人呢都走个人的。那么眼耳鼻舌身心意知前根呢以此这个常流转而无能转者就是心意识都一直在转变，可是呢没有能够呢那个转者，就是没有当家的了所以我们要了解都是因缘际会
眼寂则生，眼暂就灭。哦，像我们的六根呢，面对六尘，然后呢就产生六识。那假如说把六尘都去掉，我们六根没有守对啊，我们的心就不见了。这样了解意思吗？了不了解？所以我们就是要有根尘相对。我们眼睛呢对着形象，然后看出那个形象是什么东西，要有相对了。才能够呢显现出来，心呢才能够显现，所以这个是实因缘的。那我们的真心不是，它是呢常住，永远都在，真心呢都常住，不是呢要根尘相对才呈现的。那么知法因缘生，所有万法呢都是因缘所产生，各无体用，它全部都没有体，也没有用。所以我们要了解呢，所有的万法形象呢，也是事情也是都没有体也没有用。果从因生，因有果立啊，所以这个因呢就是有果立，果从因生，都是这样，因果果互相呢对待，无自体，没有自己这个本体，依水有流注。依真呢妄根续，这个依于水，然后呢就一直流，这个就没有停止一直流。然后依于真，就是我们有真心可以依赖，所以那个妄才可以延续。假如说没有真可以依赖我们那个妄就不见了。所以依真妄起昧，我们依了不生不灭的真心那个妄才有作用。所以我们了解只要呢，我们知道呢，妄是没有体，知道了以后我们不住相了，就可以回到真。所以我们凡尘都是妄用，妄用依真起，没有真的话，妄就没有用。妄为真所示，这个妄呢被真所这个瑕疵了，去为夹去。那息呢是本事，集其意集其，收集很多，然后才呈现。那么意呢通六七，就是呢那个识那我们讲那个第七的末那，有时候呢就讲意根，意识就是第六，意根呢就是第七。那么七位这个省思量，很省思量。那么六呢？六呢位意之事，就是意识了别意就是分明了别。那么前五依色根，是眼耳鼻舌身都前五依照呢这个色根。那么六呢依第七，我们那个意识就是依照呢第七末那的意根。那么七八呢互依七跟八呢互相依赖。那么又第七识为染根染污根。我们呢这个会造成这个重的业都是那个第七策划。第七呢会厉害所以那个眉头皱起来在想那个想出来呢就很恶毒的那个那个计划所以那个染污根。那么第八又为知根的通一，那个阿赖耶识这个呢前面的知根全部呢都是需要呢阿赖耶识那么引知根知前根呢即是收持我们在讲说知前根就是在讲那个第八的那个阿赖耶识。那么以上呢八识为能守熏能守有能就是主观，然后守呢就是客观能呢就是自己守呢就是对方。能守呢或者做一个比喻说我眼睛能看能看的就是我，那一定有手看，那手看的就是对方。能守，这样能守知道吗？因为能守把它延伸可以就进入四相能看的就是我相
那所看的就是人相，哦，那所看的差别重生啊，非常多，不只有看哦一个形象，那个很多的形象啊叫众生相，然后我们连续不断的看叫受者相，哦，所以能守就是事相，那我能听，那个能听的就是我相，哦，所听的就是人相。那所听又不只有一个声音，非常多呢，叫做众生相。那连续不断的听呢，叫受者相。所以只要落入能想，哦，能守呢，就落入事相。这样听懂意思吗？还不懂啊？就是讲得太快吗？只要呢，我们能够这个深入其中啊，所以各位呢最好就是能够有像那个MP3啊或录音带啊，反复的把这一些呢一直听。台北的前贤呢跟或学讲，说我们都听了1年多才了解了，他们怎么那么厉害？哦，听了几次都知道了。我说他们根基很好啊。不是吗？没有啊。这个呢，都是要熏习要一直啊，我们自己反复的在我们的兴奋之中啊，一直把这一些佛音啊，能够深植其中，这样呢，我们才会有。那个成佛的果位的时候了，所以很重要，一定呢要从这个方向入手，不生不灭的真心，然后一直啊，我们都把这个不生不灭的真心呢，抱持在心中，时时刻刻呢都以它为主，把我们的所有日常行志作恶，都听呢我们不生不灭真心指挥。那这样呢，我们就不造业了，不造业就不受苦，就已经呢可以解脱了。所以我们了解说，一定要自己努力啦。这个真理就是有一点深涩啦。可是只要你能够进入了了解啊，你会欢喜充满，非常高兴啊，已经跟真理相应了。那个高兴啊，这个比中那个10几亿的那个刮刮乐还要高兴，因为那个会用得完，然后我们这个呢用不完的，所以会很高兴。一定要用心，只要肯用心呢，就会了解。那多久可以了解呢？我们倒是不要去顾忌呀，只要你专注了，时间很短就呈现了。那只要我们3心2意呀，它就需要长一点的时间，只要专注了就很快，很快呢可以了解，所以我们研究六祖坛经啊，6祖都不用虚习，他就自心能够长生智慧，不离本性，不是这样吗？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所学的，就是学那个6祖的自心长生智慧，不离本性，就是这个啊。所以讲的都是一些方法，要我们回归啊本性的方法，都没有偏离的，没有偏离的真理，所以一定呢这个要努力。所以我们讲能守，因为能守啊，就是对待，那我们要把能守双泯，双泯呢就是不要有能，不要有守，比如说各位会不会扫地呀？在扫地的时候，我们是说我会晓扫，还是说拿来就扫？所以拿来就扫，就没有能守了。我会晓扫，来给我扫。那我会晓扫。会晓扫就是能啦，现在咧扫就熟啦，你知影无？
你有较亲切无？能守。所以我们呢，这个居家那个前面那个马路啊，我们拿起扫把就扫，没有能守啦。你在扫的时候啊，就想说，我若伫咧扫外口的马路，人会甲我学路，那个就有能守啦。这样知道吗？要互人学路啊，就有能守啦。你若想讲，这我徛的厝啊，我头前爱顾前去，迄是我本分，就没有能守啦。安尼知无？有够较亲切无？就在生活之中啦。准备要互人学路，能守拢出来。你若想讲，这我应该做的，我来做就没有能守啦。这样懂了没？很容易嘛那么辗转为因，而常流转无别这个人我，这个辗转为因啊，就是那个因啊不是单一的，因又变果，果又变因啊，因果果，果果因因啊，这看辗转，辗转一直下来，而常流转的无别人我，故因啊无能转者，没有一个主宰者。那么又八事外无法，除了八事以外就没有万法了，所以万法呢都在我们八事之中。那么真跟实相融，真实相融，那个虚不常种种，就是随缘，常一现不变，实不异真而熟，这个相立，真呢不异熟。而真呢，体纯，互不相违，真跟属都是互违，互不相违。那转过来这边呢，是一个，修道入手，这个又是一个修持法门。我们不要这个再看下去我们那个耳根圆通就中断了。这边呢，只要了解那个心意识就可以。那个修道入手这个我们往后有机会再说。我们先呢把耳根圆通呢先呢知道一点眉目知道怎么做，回去呢就可以马上做。所以用呢我们那个耳根那个稳性本觉理就是佛性本体，起如幻的始觉智开始觉悟的智慧为能观呢这观智，就是能观的观智就是始觉智。始觉智呢也就是呢妙观察智。我们呢这个前有讲过把那个第六意识转成妙观察智。妙观察智呢，也就叫始觉智开始觉悟的智慧。以能稳因声之稳性为首观境。那个稳声音的稳性，稳性呢不生不灭的佛性。这个佛性听到的，那个首观境就是稳性。那么内呢不一妄事分别，外不随生存流转。所以内外都不一，从根中呢本觉妙理，起如幻的始觉妙智。因为呢那个始觉妙智非常的这个奥妙又很亲切，所以我们都很容易住在那个始觉妙智，所以加两个如幻告诉我们不要住好就好了，不要住以智来照理。用智始觉智来照呢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叫离。稳心稳修，不可呢错用因心，那个因地心很重要所以一定要用不生不灭的那个心来修才可以不能用生灭心
日常生活之中呢，惯用的是四心，而四心呢是修道呢最大的障碍，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呢，这个四心呐，我们修道呢最大的障碍就是四心，因为它害我们很惨。那么用此生灭的四心来修道，那决定不成就，就一定呢不会成的。所以呢必须呢要舍事用根，舍掉那个生灭四心，那个事，那个把它舍掉，然后用我们根，就是我们呢根中呢所具备的不生不灭真心佛性，用根中呢所具本觉，就是咱的佛性本体，才是呢成佛的正因。要成佛呢，一定呢要按照这个依之呢为本修因，我们依它呢不生不灭的真心为本，然后来修，自可严成果地修正。那个果地就是佛啦，佛的那个位阶叫做果地。那么开始讲出于稳中呢，就是从稳性之中。这样第一句出于稳中了解了吗？一句名就是呢从稳性，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开始来修第一句，入流往守是第二句的。第一句呢了解以后我们再讲第二句。第一句了解了没？了不了解？就是不要用听，不要用闻，而用闻性，用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就是呢，我们之前教各位说，把万念都放下，然后一念都不生，那个时候所呈现出来呢，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我们用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为本修因。是可以这个修正成果地觉，就可以成佛了。这样了解吗？一定要用这个不能用我们日常生活用的那个四心来做耳根圆通。用那个四心会变化，然后我们用我们佛性它不会变化。所以我们用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用那个心来做耳根圆通。然后呢，第二句就是入流往守。那么入流是对呢这个出流来讲，耳根呢随闻出流逐生我们耳根呢随着我们的这个闻性然后出流了以后，就是精神外放。然后会追逐声音，是劫福之源，就是我们会造业都是这样，会呢被凡尘把我们绑得死死的，就是这样，就是我们追逐外面的声音，劫福之源，那个源就是源头根本的意思。寻声故流转六道，我们寻的声音，所以才一直在六道轮回。也是我们呢无始以来的习性精神呢都外放，所以就起惑造业，迷惑了，然后我们就造业，因为造了业就要受苦所以这样呢就六道轮回。若能还闻还闻呢就是入流造性所以的入流就是照见我们本性，即是呢解脱之本。就可以解脱了所以那个入流进入呢圣贤的末流，已经入流了所以呢我们了解入流呢就能够呢照性，把精神收回来回光返照，照见我们本性所以呢我们要还闻入流照性，即呢所谓回头是岸。我们呢这个寺庙里面都有匾额写说回头是岸。那我们呢这个看到回头是岸都以为在劝化那一些当流氓的人
要他们回头了。其实这个回头是岸啊，是跟我们所有众生说了，只要我们肯回头，就是精神啊内收内念，收念回来，我们把精神呢全部收回来，那个叫回头。那已经到达清净的彼岸。那因为我们都追逐外面的形象，追逐外面的声音啊，所以呢那个呢这个进入苦海里面浮沉，就沉溺在苦海。那我们能够回头啊，就已经可以到达清净的彼岸。所以呢，这个属于精神精神一回头，立刻呢到达清净的彼岸，当下即是。只要回光返照了，我们呢照见那个佛性啊，不生不灭的佛性啊，那个就是了彼岸，已经呢就是清净的彼岸。所以呢，我们呢不用再另外去找了，当下即是。佛性啊，全体都记住，不缺分毫，一点点呢都不缺，没有三心啊四相。所以我们只要呢这个回头了，回光返照啊，我们马上呢就到清净的彼岸。佛性呢全体都记住，没有分别心，与佛呢无异样。没有分别心跟佛都一样。故知佛异口同音呢对阿难讲，实如轮转生死劫根呢，唯汝六根啊。所以这个知佛，所有的佛呢异口同音啊，不一样的嘴巴讲出来都同样的话，对阿难讲说呢，使你六道轮回啊，一直在生死里面啊，没有办法脱离，就是我们六根啊，我们六根外放了，所以一直六道轮回，更非他物，不是别的东西。那么令汝啊，速证安乐解脱，极净妙常，亦汝六根啊，更非他物。所以这个呢解缚啊同源，打结了跟解开了，竟然是同根源。所以呢，这个知佛又对阿难讲说，令汝啊速证，很快的悟啊安乐解脱，极净妙常，就是回到呢不生不灭啊，佛性本体，亦汝六根啊，一样是你的六根，更非他物啊，不是别的东西啦，都是相同。那众生呢迷本文啊，寻生故流转。我们众生呢迷昧了我们那个文性啊，那个本文啊，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那个呢就是本文。众生呢迷本文，我们寻生啊，追寻声音，所以才流转。我们六道轮回啊，就是因为我们迷昧了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我们把它迷失掉了。那我们只要说能够呢，从稳性之中呢，我们找回来，还稳啊，稳自性，这样呢就可以解脱了，很快呢可以解脱。那么入局，那个入流啊，入呢，就是呢旋转稳机呀，就是把我们那个稳性啊，旋转过来。我们不要呢听外面的声音，然后旋转过来。听我们自己呀，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不出流呢衍生，但呢入流啊照现，入流就是呢回光返照，回来注意力啊，我们全部注意力都收回来，照见啊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么一切时一切处，不管什么时间，不管什么地方所在，自光内照。我们的那个智光，智慧之光呢，内照，不以呢所闻分别难见，但你呢能闻讨个消息，不要呢这个所闻呢那一些声音我们不要去分别，不要分别呢，它是实以然还是实以净，是实以好的还是实以恶，不好的不要去分别。但你能闻讨消息，
那个水啊能够听到，那个能听到的，就是我们那个自性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入流即是合觉，我们一入流呢，跟自己的觉性啊，也就合在一起。那么往手啊，即是背尘，我们呢背尘把那个凡尘啊放到背后去，所以我们了解啊，这个背尘合觉啊，就已经呢，能够呢回归到啊，我们这个本体回来。所以我们那个双手啊一合起来啊，那个就是背尘合觉了。两只手啊，因为我们这个手啊。这左手做，右手做啊，我们两手一合起来，就凡尘事没办法做了，把凡尘的事啊都放到背后，这样双手一合啊，就把心掏出来，跟觉性合在一起，所以这个呢叫背尘合觉。背凡尘的事啊都在背后，觉性呢合在一起了。很理想啊，各位会不会？我们这个手做的事情啊，右手做的事啊，左手做的事都是凡尘事啦。凡尘事不做了，背尘放到背后去，背尘，然后双手一合啊，良心都掏出来，合觉，背尘合觉，这知道吗？时时刻刻我们就是要背尘合觉，跟自己的觉性啊合在一起。那跟自己的觉性合在一起呢，我们呢就可以啊，这个成就。所以呢，我们就是了解到，不管呢这个什么地方所在啊，我们都一定呢要智光内照，要呢这个背尘合觉，即是呢正确的修道轨道啊。所以这里或写有写，说把凡尘呢放到背后，把良知良能呢呈现呢我们眼前，即是呢正确的那个修道轨道。那么入流呢是修正圆通的总觉，入流就是呢回光返照，我们要修正圆通啊，一定要做，做这个回光返照，一直到成佛呢都要做了这个功夫。那么往手呢是得到呢初步的效业，往手啊，就是把那个能所对待的那个手，已经往了，但以六劫之中啊，先解开呢生成的冻结。这个六劫还有印象吗？有没有？念念看。原来是荧幕上面有字所以我们呢就是要了解六劫呢就是呢动静根觉空昧六劫。然后呢我们就把第一个那个动呢就是生成的冻结啊，已经呢先把它打开。有声呢为动，这个有声音呢叫做动。那么此之往手啊，并非生成消灭，不是说声音无去啊，声音拢也伫咧啦，拢伫咧为定功得力啊，就是我们那个定啊，已经已经有力道了。那么定啊，能发掘发挥啊，我们的智慧呢可以发生，而得离尘的功夫啊，声音拢有啦。但是我已经拢无互声音影响，无互声音左右啦，袂去互别条的，安尼互做甲迄个声音的冻结啊，已经解开了。这样知道意思吗？知道吗？这么沉重呢，这叮当。所以呢，定啊能够发挥而得呢离尘的功夫，可以离尘，则生尘啊不其往而自往，那个生尘声音有啦，咱无咧听后伊讲声音无去，伊自然
在咱的稳性之中哦，不发生作用，所以哦，治亡呢是初步的功夫哦，这呢是初步的功夫哦，而得相应啊，不生不灭真心佛性哦，已经呢跟呢我们佛性相应哦。前面的佛有讲说呢，生于稳中啊是有生灭哦，声音呢在我们稳性之中呢，它有生有灭。生呢就是有声音，灭就是没有声音，哦，非为稳性啊，有生有灭。我们稳性呢，哦，它呢常住不动，没有生也没有灭，哦，单以呢专切反闻，回光返照，哦，心光呢内住啊，所有的动尘啊，一一皆亡，哦，那个有动的声音啊，哦，全部呢都消失了。可是呢，稳性啊不灭。我们稳性呢都还在，哦，然动尘啊，动尘灭了以后啊，这个静尘啊，哦，方现，静尘呢，哦，才呈现。那么终日呢，哦，维稳啊，静尘哦之静，就是呢，哦，我们听的那个静尘，静悄悄的都没有声音。那么当时呢，静尘啊，哦，亦是解，哦，也是解，我们要把它打开，哦，意义啊解除。哦，也要呢把它打开哦，静尘，哦，仍旧呢不舍啊，思修恶慧哦，按照那个功夫哦，不言哦所闻的静尘，参究呢能闻静尘者是谁？哦，我们参究能够听到呢那个静尘的是谁？那么静尘呢是静，稳性啊是心，若稳静尘啊还是出流。哦，还闻呢？能闻是谁？这个时候呢，哦，我们又做功夫，哦，光是呢，弦闻啊，以生脱，我们旋转我们稳性啊，哦，跟声音啊脱离，这个旋流后无望，我们能够旋转，哦，把呢那个注意力啊，哦，不要注意外面的哦那个景象声音。然后呢，我们转过来注意啊，不生不灭的佛性，这样呢就可以得到呢无妄，就是真的不会妄，哦，这个呢是第二句的功夫，听懂吗？又是哦，还不了解了哈，这个要一而再，再而三，反复哦熏习，哦，我们呢讲第三句。哦，所入呢寂极，动静二相呢了然不生。哦，这个第三句呢啊，它呢是连下来。哦，所入寂极啊，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哦，这个所跟入啊，都已经极哦到达呢那个极境了。哦，那么动静二相啊，动跟静两个呢了然不生。了然呢就是了了分明，可是呢不在我们心中产生。哦，所以这个呢，哦，又是要进步的哦一个征兆。那么上往所是解哦那个动解，那么此三句也乃解静解，要把那个静解解开。动向呢不够呢并言而已。哦，所即往所，哦那个所入寂极的所啊，就是往所。入呢，哦乃即乃这个乃就呢入流哦。这个所入啊寂极哦一样呢入流，为所有的动尘啊虽往，乃是呢还闻啊入流，不舍本修哦。按照呢我们原来修的哦那个根本来修，不住呢静静哦那个静的静啊我们都不住。那么此静静呢，一是啊五音之中的哦色音区域，这个静哦。这一种很殊胜的景象，就是我们五蕴里面的那个色音区域，那个受想行识第一个那个受，那个色呢色音区域，如明目人呢处大暗室啊，好像呢有眼睛的人，可是呢进去呀，那个伸手不见五指，那个大暗室，那么寂极之极呀，非是。静之极，乃是呢动静二尘啊，到此寂极之境。这个动静
二层呢已经呢全部啊归入啊这个极极昧。那么所入寂极啊，即动结与静结啊，全部都解开了，生尘啊减泯，所有的生尘都没有了，生尘都还在啊，不在我们的不生不灭啊，那个佛性之中产生作用。故曰呢，动静二相啊，了然不生，不生呢，寂了不可得。到此功夫呢，色音啊破矣。所以那个色音，我们的那个五音的色音啊，已经破了。那么如是啊，见真闻所闻尽，这个呢又是观世音菩萨里面的经文说如是见真，不要停止不动，还是要呢渐渐的增加修持功夫进入呢闻所闻，能闻跟所闻啊尽。这一个呢就是解开呢根结，根结啊解开，此上面呢凡闻离尘，思修二会啊，那么尘中呢二结已经解开了，动静两个解开了，那么根结啊才呈现。那么此根呢乃是啊既闻于耳，节制啊为根之根，就是呢我们既闻于耳。这个所有的声音啊，都听在耳朵，节制啊，让它呢阻塞，为根呢这根，亦复呢是结，亦当解除，乃照呢如是啊本修之法，渐次啊，增进，加工呢，用行，定力呢转身，所闻的动静二层啊，既已了然不生。能闻之根呢，亦随所闻啊，以寂静。根呢，既不言尘无所我，尘就没有根呢，没有对象。到此啊，则这个根结啊已经解开了，无有能受所受，这个受因就破了。五因的那个受，第二个受因啊就破了。那么根尘呢，既消，事呢无从生。根尘呢消了，事就没有，则响音呐，也破了。五音的第三个响音破了。那么尘亡根尽啊，事泯，三结啊已经解开，则尘不复发，见啊不复老，就已经呢蛮有这个程度了。那么静闻不住啊，又要进步，不要住在这边，结所结空，进入啊能结所结。这个呢就是要解开那个第四个结那么第四个结呢静闻是能闻以所闻啊寂静，根尘酸明之静，六用就是我们六根已经呢不发生作用，唯余啊一觉，剩下呢就是一个觉若至此境呢，但得我空，未得法空啊，只有得到呢我空，还没有得到法空。不住则呢，乃复呢加工用行，一样呢，我们还努力静观呢稳性，静闻之后呢，根尘窘脱，这个根跟尘啊，已经呢脱离了，暂依无边之境啊现前，这个暂依无边之境呢，就是我们未落入凡尘以前呐，那一种很殊胜的景象，那个已经呈现了在眼前了，故言觉，即呢照此境之智啊，这个觉就是照此境的智慧。那么所觉即此意啊，暂依无边之境就是所觉，静闻若住啊，则静智啊恒对，静跟智啊相对。能所啊乃成，有能有所。那么终为这个圣境啊之障，就是我们要进步的障碍。那么所言这个空，即能结之智啊，以所结之境，二即啊空寂，泯然呢无复对待。那么结呢是自分，乃实以般若。若吝惜啊，此智啊不肯放舍，即是呢微细的法执，亦复呢是结，亦当呢解除。所以《圆觉经》呢里面有记载，
说幻尘灭故啊，幻尘外面的幻尘啊全部灭，我们的幻心啊亦灭。那幻心灭呢，我们的幻智啊也灭。那幻智灭故啊，幻灭亦灭。这个幻灭啊，就是微细的法执啦。那微细的法执能够灭的话，非幻啊不灭。这个非幻啊，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佛性。它非幻，它不灭，它常在。比文啊，这个圆觉经的这一段啊，前同这一边的觉功夫，跟呢耳根圆通呢里面的意思都一样。幻尘呢就是动静二觉，那么幻心呢即是根觉，幻智啊就是觉觉，那么幻灭啊即是空灭二觉。幻呢即湛然常寂啊佛性本体。所以我们那个湛然那个常寂佛性本体啊，已经都呈现。那么结节啊已经解开，即妄啊不相续，就呢不会再有妄了。空觉即言啊，空是空灭，这边呢就解开空觉，就是呢第五个那个空觉。那么空即那个所觉，即觉所觉空之空。那么觉即能觉啊，之以所觉。那么有此空呢，空比啊能所二觉，然空呢也是觉，亦当呢解除。以能空所空二俱宛在，空性啊未言，还要入流造性啊加工用行。那么参究呢空和所依啊，研究到极点。以求圆满的空性，能空之空昧啊，所空之自见啊，亦昧。如以木啊来转佛，然后佛呢就出来了，那个木啊就烧，那个二俱啊昧，木也昧了，佛也昧了。那今空觉已经解开，则行因啊破矣。亦即佛言，空性啊已经远离，成法解脱。那么以得具空之见啊，生灭即灭啊，即灭就现前。这个呢就解开了灭结，就是第六个。最后一个我们落入凡尘，这是第一个。这个即灭变生灭的这个灭。生灭呢种子啊知觉而言，动灭啊静生，静灭呢根生，根灭啊觉生，觉灭呢空生，空灭啊灭生。六觉呢皆生灭法，故灭觉啊亦当解除。那么此觉不觉呢，恒住呢即空之见，犹如呢圆通细藏，即同呢那个长沙和尚呢说的这个句，说百尺竿头做的人啊，虽然得法未为真，百尺竿头呢从进步啊，十方刹土现前身。那么唯是此劫啊最难解除，禅门啊为之啊幕后牢关，到此境界呢都不肯进步了，又为之呢贴落不山难脱。那么此劫一劫啊，则可亲见本来面目，就是已经全部呢到家了。那么入流呢，即是守于真常，往守呢就是气之生灭，寂闻呢就是根尘世心应念消落，觉所觉空，以空所空灭呢，即想象为尘事情为垢，二俱远离。这个极灭现前就是华严清明。那或许呢有写在这个黑板这边呢。或许是看到时间已经剩下半个小时了，就是要给各位问问题的时候本来呢是要把这个这个非常好的一个佛讲的这个句语这个跟各位解说了。是要问问题呢，还是要解说？解说，问题也不那么重要这个一切众生从无始来。我们的所有众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了，无始没有开始的时候寻诸色身，就是我们都追寻所有的那个色身，逐念流转，
我们一个念头追逐一个念头，逐念流转，成不开悟，那个是倒转啊，不成开悟的意思。性见啊妙常，我们呢都不寻守常，追逐啊生灭，由是啊生生杂染流转。那个生生杂染，就是我们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啊。不一定每一生每一世啊都做人，有时候会到三恶道去，有时候会到天道去，所以杂染流转一直在六道轮回。所以肉气生灭就是刚好我们讲的，我们肉气生灭、凡尘生灭啊，都把它呢放弃、丢弃了，不要了，守真常，守住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常光呢就现前，我们那个常光啊，不信的本体之光就会现前，然后呢根尘世心啊就应时消落，想象为尘，想念头跟形象。就是凡尘的东西，想象为尘，事情为垢，我们的认识跟我们的思情都是垢，这个尘垢污染的东西啊，染污的东西，所以恶迹远离，则如华严啊，应时清明，允和不成无上知觉。这个呢，就是我们在讲的这一段里面，它的本文呐。本文是这样，那我们抄下来没有全部都把这个抄下来，因为北部人啊，这个都会背的，这个都会背，因为很重要或者都要他们背啊，所以就不用全部写。可是拿到我们这边来我们没有全部的话，意识呈现不出来，所以或者就请超时讲师啊把它写下来，让我们都能够抄下来。也把它背下来，因为很重要。我们从这一些句里面啊，我们看了，我们就可以修正了，就可以到佛的那个地位了。不很长，很短。本来他还有这个开宗明义的时候啊，有讲说一切众生从无始来啊，生死相续，皆由不知啊，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用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人转。这个是开宗明义比较短的一句啊。那或许没有这个要超主讲师写下来，只有写这一段。这一段呢非常好，所以各位呢把它能够抄下来，能够背，会背的会做的就可以成就。所以它很纲要的。七生灭守真常，常光就现前，根尘世心就消落。所以我们说不用心力事啊，这个自然就不用了。都不用心力事。那我们才用3分钟而已啦。现在可以发问了。好，请说。拿麦克风让大家都听到你的问题。好。那后续这里有2个问题。好，请说。第一个问题，有讲师有提说我们有没有做万缘放下，然后一念不生。可是有时候可能在万缘放下的时候是念念重生。那每个念头起来的时候，我们把它放掉，还是说，是不是我们已经开始在了解我们心的，所以每个念头起来的时候，我们是念起的时候，我们是把它放掉、放下来，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个是跟我们老先生在讲的真人静坐是一样的。不晓得后学是不是有一些课程没有很仔细听的话，那真正的万缘放下一念不生，应该怎么入手来做效果会比较好？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灵性来投胎是母体怀孕几周后它就入胎了，还是说出生的时候阴阳一气进入的时候才叫做灵性入胎？那如果是一出生的时候来灵性入胎，那为什么妈妈在怀孕几个月后的时候，小孩子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妈妈什么念头，小孩子会反应得到？这是第二个问题，谢谢。
好，请坐。因为这个我们可能是这个讲的这个太快，速度太快，所以那个怎么做的那个过程啊都没有说很详细的跟各位交代很清楚。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讲耳根圆通？这个就是辅助啊，辅助我们万年放下。因为我们在直接万年放下的时候假如说之前都没有一些基础功夫会发现说我们念头非常多，而且都放不下。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做万年放下的时候之前要有一些基本先认识呢这个真理很重要。当呢我们念头来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念头是佛性的功能作用，所以那个念头我们不要把它看成是敌人，它是我们的佛性的功能作用。只是说我们在追求万年放下的时候是要追求本体，不追求功能作用。可是这个时候的功能作用显现我们也不能处理。那怎么处理呢？就是我们要了解到知而不随。我们知道它有念头呈现，可是呢不要去跟它，你不要跟它它就消失了。不要再追，你再追它会一念逐念的啦，会一念追一念，就没完没了。那我们就是在这一种现象之下，有念头了我们知而不随，让那个念头它能够成止，也一样要做一段时间。你要做一段时间以后它才会慢慢那个功能作用被你能够自己控制，你能够控制它不要有万念生花。那假如说在这个时候都已经呢妄念都能够你自己掌握，不使它生花，而还有念头来，这个时候那个就不属于妄念，而是属于杂念。那杂念是我们六道轮回太久所附带在我们的那个习性里面，习惯性。那么这个习惯性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既然它是杂念，不是我们能够控制，杂念我们没办法控制，妄念可以。那我们对付杂念的方法就需要关照。那个杂念来我们要关照杂念，关照它一样不要跟它对立，关照它就好，它就一样消失也一样要一段时间。然后等到这一些杂念消失了，没有清净了，妄念你能够控制不生了，那这样的时候就可以到达理想的状态，就是能够万年放下。这个时候万年放下，一念不生，那个就是我们的本觉啦，就是本来面目。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的本来面目并不是说非常的深刻，不能够去体悟的，不是，是很亲切，很容易可以体悟的。就在那一种没有万年，然后没有生观念头，没有起心动念那一种状态之下，那个了了分明那个就已经是了。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问题。那我们那个要了解那个本觉就是真人那真人记咒就是要这一个来敬重，就是这一个本觉，你要使它能够长时间久一点，它才会有般若产生，般若的现象你才会有。那你为什么第二个问题是什么？那个中阴身投胎的中阴身。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第八阿赖耶识气候来先做主公，他呢在父母亲做爱的时候他就已经那个中阴身就已经在
在找他的有缘人，他就会投入那个父精母血，一投入以后那个时候就已经怀孕，怀孕的时候就是第8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已经先来了，那个时候已经进入。那我们那个灵性是在出胎的时候接触空气接触空气那个时候灵性才到。所以那个小孩子生下来，假如说不会哭的话，那个不会活，就是那个太已经来了，我们的那个造业的那个第8阿赖耶识已经来了。要活就是要出生的时候开口哭，有哭的时候他的脸才进会合我们就过一生这个叫分段生死，从一哭开始生然后经过一直到死去这样叫一段分段，我们是分段生死啦，然后呢没有修正我们还要来，然后死掉以后中阴身又到地狱去那个又是一段分段生死在凡尘已经死了，可是在阴间他已经生了，在阴间还要死才会又到凡尘来生，又是一段分段生死，所以我们都要受那个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投胎的时候已经阿赖耶识来了，就是我们造的业的那个本体已经来了，要等到这个出生的时候哭了，灵才进，这样才完整呈现在完成的一生，是这样，这样可以吗？好，请说。好，那第一个是我们说有一个心那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小孩子在妈妈的肚里面，他也有心，那个时候一人就2心了，那这样子的话会不会有冲突？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无极一本的时候没有这么多了，可是它一散万殊万殊不是形象各不一样吗？众生也各不一样嘛，对不对？可是呢，它同计一理，同计倍一个理，就是无极，同计倍虽然那个我们也是了解说这个婴儿在妈妈的这个肚子里面它会这个反应出来，那个就是一理相通了。那我们要了解说，众生也是一样一理都相通，虽然各个的形象都不一样可是本性都一样一进入修正以后回到本位十方之佛同一个法身，没有分别的，有分别的话就不会成就所以那个是一个感应说他能够了解，像我们假如说是那个双胞胎双胞胎也会有感应住的不一样的地方相隔得很远只要其中一个生病另外一个会知道感应那个就是一理相通，这样可以吗？那当时那时候本性还没有继续，然后我们说的胎教，那时候18世纪去，它就可以，就是说可以讲这样。好，请说。我们就是要知道这个我们这个胎教就是要它在形象方面就是要端庄要正确，那个是在相的方面那我们要了解我们追求是它的一个本体就是理本觉理它那个一落入到凡尘的妄相以后相都千差万别啦希望说在千差万别的那个形象里面是使以比较理想的一个形象呈现，它只是这样而已所以我们在凡尘能够努力的
大概也就是只有，你从胎教开始，你就呢很端庄，往后呢那个孩子一生下来，他具备了就有这一些基本的，这一些礼仪，他就很容易啊行住坐卧，那个思维仪啊都呈现。那个是说从母亲的肚子里面就已经呢在学了，在做了，是这样往后再完成啊，他就可以这个人模人样，就不会像一些人我们看起来都很不顺眼，不会那个样子啦，只是这样而已。所以那个不是我们呢努力追求的方向。应该呢，我们追求就是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本体，那个才是重要。这样可以吗？好，请说。第二行那个是不是少了一个字？哪里？一切众生中，从始的那个在第二行。一切众生从我在心。少一个诸，一个言在一个者啊，行诸色身。那请超师讲师让大家笑一下好不好？还有一点，父母亲生下我，假如我的父母亲没有结婚，那我会不会有另外一个父母亲生下像我现在的我？父母亲没有结婚生下你，那就私生子了。不是，我是说父母亲生下我这样子的样子啊，那我这个人就是变成被排队。假如我的父母亲没有结婚，因为有父母亲才生下我，那我这个父母亲没有结婚，那谁的父母亲才能够生下我现在的人？你这个问题让大家都很迷糊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会结成一家人都有因缘，有因缘才会结成一家人，所以我们要了解当一家人呢都互相的不是来还债就是来讨债，他都是不是冤家不聚头，所以这个夫妻呀。这个先生把这个太太绑住了，太太把先生绑住，然后呢，这个父母亲把孩子绑住了，孩子把父母亲绑住，都是互相牵缠挂碍。所以我们要了解说，现在这个父母亲没有生下我，别的父母亲会不会生下我？那要看我们结的缘啊。假如说缘不深，结的缘不深，他父亲生下我，可是我的命不会长，生下我没有多久就死掉了，因为缘很短。那缘很长的话，他父母亲生下我，父母亲死掉了，我还在。所以我们要了解，都是缘呐。这个缘就是什么缘？就是我们业缘。我们造了业，那个缘在凡尘一定有瓜葛，所以我们凡尘的时候生活都一定得要千千百百，瓜葛的话就会跟人形成有那个冤欠，那有冤欠就会有瓜葛，就会形成呢，有时候就变成一家人。那一家人时候我们可以了解说。有的孩子一出生呢，这个做事业很顺利，很赚钱，那个是来还债。那有的孩子一出生就呢浑身病痛，一直要看医生，一直花钱，就花几弄有要了，那个没来偷贼啦。所以有来还债，有来讨债，都是无债不来，无贼的未来啦。所以或许看佛经里面在天上有一个仙童他很调皮，他到凡人来，看看哪一个最想要孩子没有生孩子，他就去投胎，然后等到他生下来以后，他活蹦乱跳的时候就死掉，
他就回去了啦。回去以后，他又去找，然后再找看哪一个又很希望孩子，他又去投胎，连续5次了。就有5个5个那个母亲啊，哭哭啼啼。那个小孩子小仙童就讲，你看多么笨，都是假的竟然在那里一直哭。调皮啊，他去投胎他没有业啊，他没业啊，不是那个被业推来的，他自己好玩去投胎，他就可以直接回去啊。等到那个蹦蹦乱跳最可爱的时候，他就回去了。然后再看看哪一个又很喜欢孩子，他又去投胎，连续做5次了。然后他看5个母亲啊，在那边哭啊，真笨，假的啦。还有吗？好，请那个拿麦克风，让问题大家听到。刘讲师好。安尼无人大家不听。那人会常常讲到说无始劫，也就是没有开始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间成住坏空一直在轮转那也种下了很多的无明，也是意识当中有很多的无明。那我们道场下是说叫人家修道最基本就是从脾气毛病去修，是改脾气去毛病。可是无明呢是层层叠叠的，你改了这个又那个，好像或许是常一个比方说一块地我们把草除尽了以后，可是又没有撒下手的，它又冒出来，一直除不尽。那这个时候我们所谓的改脾气去毛病是很简单的一句话，是那又有一种讲法说，那你在地上种了一个果树什么？因为果树如果成硬的话，那些地下的种子就不会再生出小草在外头。可是那个种子还在并没有真正的除去那所以说，在四后面的里面才说众生无明施愿度。既然佛有这样一个愿，那我们自己要成佛的人，那我们自己如何去度我们自己烦恼重生的一个众生？谢谢。好，请坐。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无明无明是最难这个去掉。可是要知道无明就是佛性无明就是佛性，没有佛性就没有无明所以我们佛性不觉就叫无明，我们佛性觉了，无明就去掉。那我们要觉不觉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我们让他不觉，那就无明了；我们让他觉，无明就去掉了。这样怎么样？时时刻刻你都觉没有无明你水行一下子这个失神了，那个就叫无明了。就是起心动念的就叫无明了。你时时刻刻都保持觉的话，无明都没有了。最好的方法就是保持觉，24个小时都是觉，不要有起心动念，不要有凡尘事来干扰，你都在觉之中，没有无明。那代表无明还是没有种子？没有，就是你要了解到无明就是觉佛性不觉，佛性不觉就叫无明。它也本身也是无明，本身也是佛性，就是不觉，佛性不觉。不是说无明有种子它一定会生花，那个是我们要不要让它生花。你就是不失守正事无明就来了。你全部都在觉中，保持在觉之中，无明就没有办法产生，就去掉了。所以无明也是种子，不是有一个形象的种子。没有种子无明没有种子，无明没有原因，没有种子。无明是我们佛性不觉，没有佛性就没有无明，所以它本身就是佛性。那我们佛性不觉就叫无明。因为无明起后造业，
迷惑了。我们无明就迷惑嘛，迷惑就造业啊，因为业就会受苦啊，是这样的。我们就是不觉的时候啊，起心动念啊不觉，不觉就造业，造了业就要受苦，那受苦又迷惑，迷惑又造业，造业又受苦，没完没了了，就这样。这个最大的问题解决了，海阔天空。还有吗？好，请说，拿麦克风。好，请问刘讲师上一次个人说过，希望极乐世界不是究竟请刘讲师解释一下。第一点，第二点呢，因为我在看那个我的视频里面有讲到，因为刚才有讲佛为一切众生从无始劫来但是他讲的说，我们人类最初的开始是从第二禅天的那个光明天下来，为了从观又不是从无始劫来，我们他写说光明天下来谢谢。好，请坐。你问的太多了，我就进来问了你第一个问什么？极乐世界啊。这个我们要了解到，那个是一个比喻啦。西方呢，就是白色，就是回到我们那个本性的千白色，极乐，就是我们人呢都希望快乐回到那个极乐世界，那个是一种循循善诱，我们凡人行善的一个方法，那我们追求的是追求到。这个叫做我们讲的比天这比较这个就怎么样回到根源那个光阴天呢，它是属于那个色界的第三产，色界的第三产的第三天那个它是属于构成，是构成一个构成，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们众生修到那个光阴天，然后从光阴天化身来到娑婆世界，那个是有一个期间，不是说我们原始不是说原始就从那里来，不是，我们原始不是，那个是有中间的构成。所以了解到因为我们这边呢底下呢那个文殊菩萨有讲，他说呢迷妄有虚空因空立世界，我们迷昧了，然后妄不真妄迷妄才有虚空，因为这个虚空才建立世界，因为世界建立才有众生，因为有众生了才有业果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世界的建立是在迷妄之中。那既然整个都是迷妄，那我们要追求吧，就不用追求，要直接呢追到我们的大觉。所以空生大觉中空在我们的大觉中如海一欧花，这个迷妄有虚空的空在我们的大觉之中，好像那个海鸥就是海的泡泡，海浪引起来的泡泡，一个泡泡很小我们大觉很大所以知道我们那个佛性本体非常广泛，超出整个世界所以我们要追求到那个最高的我们那个大觉。好，下课。谢谢各位天贤，谢谢良师，各位良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大家好。谢谢占道天师德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天贤给后学机会学讲。
上次呢，因为很多北部的前贤都在反映说，黑板的字那个抄错了啦，意思差很多啊。因为北部蛮努力在背那一些对我们帮助很大的句语啊，他们都在背。所以一抄错以后，马上发觉，马上说那样不行啊，大家都在看会误导大家了。所以要会写说要再写一张，叫他们再写出来。那刚才他们就说，把它打出来比写在黑板还来得快的正确了。所以就把它这个用词打出来。各位是要讲解意思呢，还是先把它这个我们下课的时候再去抄，怎么样？下课再抄，才不会浪费时间我们上次呢讲这个耳根圆通那因为或许对那一张讲义可以说非常欣赏，那个是集合很多那个这个看呢所有一些有关于耳根圆通的那一些经典，以及有的一些是有修持过的心得，然后把它呢集合写下来，所以蛮详细的交代它里面的内容。可是因为我们可能也是比较少接触啦，会觉得它很深都听不懂。那或许回去以后就问北部的前贤，说我们当时在听的时候是不是也一样第一次都听不懂？他们都说是，都听不懂。不是我们这边的是北部的前贤，他们也都讲听不懂。我说那么什么时候才懂啊？他说经过很久，而且北部努力的程度可以整天都不出门，不出阳台，就在客厅里面反复一直听就这样。这样听了一段时间不是说听一天就懂还要一段时间，他就懂了。懂了以后他说真的高兴了，才知道那个宝贵。那或许想说在这边的话听不懂就不要按照讲义讲，就直接讲那个观世音菩萨那个经文。观世音菩萨说呢，这个出于稳中入流往手，手入寂极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见真，闻手闻静，静闻不住，觉手觉空，空觉局连，然后生灭寂灭寂灭现前，就这么一点点而已啦。观世音菩萨所讲的耳根圆通就这么一点点。那或许今天呢，就全部来解说这一段，就前面后面都不讲了，就解说这一段。那重要呢我们在上次有讲过那个出于稳中会很重要，就是呢我们要用耳根来修一定呢要先分我们耳朵的功能，第一个是听，第二个呢是闻，第三个是闻性，有没有记忆？有。这个听的话就是耳朵的功能，它属于我们身体的对我们作用不大。那第二个那个闻的话就是我们听到声音加入我们的心意识，那个就叫闻。那我们了解说我们在日常生活用都是用这个闻。那闻它是属于生灭的，所以我们也不要用，就要用第三个闻性。那闻性呢，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呢，或者就跟各位讲说，当你万念都放下了，一念不生的时候那个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要用这个来做功夫了。
所以呢，在文字方面我们就是记得不以所闻分别难见，但以能闻讨消息。能闻，这个能闻就是我们那个佛性本体，佛性本体能闻。然后我们呢不要在所闻去用心。我们平常都是所闻，听到以后，然后分辨那个内容，然后产生我们很多情绪出来。那这个我们不用了，不以所闻去用心。但你能闻，我们能闻，那个能闻的是谁？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我们用这来修而跟你通我们呢在日常生活有空闲的时间也就万念放下，然后一念不生，把它保持久一点的时间。那久一点的时间呢，我们来做我跟圆通的时候可以把那个佛性我们都平常体现在身上。这个时候呢，就使那个佛性它能够延伸到整个空间。所以我们真正的佛性是充满整个宇宙空间。叫尽虚空遍法界，都是我们真心佛性非常宽广。那一定呢要从这个地方下手去做才是正确的。所以这里就是解说第一句出于文中，这样会用的吗？会不会？这个出于文中。然后呢，第二句就是入流往手。那个入流就是进入圣贤的末流，已经进入圣贤了，所以没有对待。在圣贤那个心胸里面他没有分别心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一进入到圣贤就呢把所有的众生呢都看成一体灵本同体，所以同体大悲那个大悲心就是从我们同体的佛性里面发挥出来。那我们大家都有那个同体大悲都有，所以入流就是已经进入圣贤的末流，已经溜到那个仙佛的三体位，准备要做仙佛了所以能够入流。然后往手就是没有对待。那我们在凡尘都是对待，所有一切都是对待有阴有阳，有男有女这个呢有善有恶，全部都是对待。那一往手以后就没有对待了。所以讲这往手或许就讲一个我们大概10来年的这个时间在美国纽约那个达赖喇嘛不是跟我们台湾一个高僧对谈吗？各位有没有印象？记不记得的事？记得。达赖喇嘛跟我们台湾一个佛学博士在纽约对谈，然后全世界转播，大概有50几个国家实况转播那我们台湾也有我们台湾也有这个转播这一场盛会。那或许那个时候是在电器行的那个店面在看电视看那个转播的电视。那我们台湾那个高僧在发表他的那个理论。这个时候达赖喇嘛就举手的时候那或许旁边也很多人在看电视嘛，他就会说达赖喇嘛怎么那么没有礼貌打断人家的话题我们台湾话说怕等欧北，听懂意思吗？然后呢我们他那个高僧就请达赖喇嘛说，他说我可以问问题吗？我们台湾高僧他说等到我讲完了你再问。达赖喇嘛第二次又举手，我们台湾高僧跟他说问题是你讲完了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我旁边那个又在讲话了，记得哪摆
一时啊久的时间，遐了袂记了了。所以各位先生，从这个地方哦，这个叫做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他的意思哦，达赖喇嘛的意思啊，他说你发表理论啊，对众生的帮助不大，所以不要再发表了，就告诉众生当下。那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当下。那我们台湾的高僧好回答说，等到我讲完了，你再问。等到我讲完了，各位浅浅，这个里面学问就大了。我讲完了，就是有能讲的我所讲的话，有能有所，这样懂吗？有能所就是生命，就是对待；有能所就是对待，这样懂意思吗？所以我们生灭的东西啊，不要追求，追求不生不灭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当然嘛，不是心不好，而是说刚才要问刚才已经过去了，那个是已经过去性，过去性不可得，所以不是记性坏，那是告诉我们活在当下，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现在。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王所就是没有能没有所，没有能没有所就是佛性本体，佛性本体没有能所，就是一体的。这样了解吗？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说，主持的人达赖喇嘛跟我们台湾高僧对谈，那个主持的人他也不懂，他不知道这个是什么，里面是什么含义都不知道，他就很诚实，你们自己去判断。他没有解说了，那个主持没有解说，而达赖喇嘛也没有在解说。没有解说是什么意思？没有，完全没有，就是你看懂就懂，不懂就不懂了。跟各位了解意思吗？我们要了解说，有一个能讲我相已经很强，然后等到我讲完了，你把你要讲的内容那个很重视，那个叫法，有我相的，有法相的，这个就是我们当众生的理由了。那我们我相消除了，法相也消除了，没有我相，没有法相，成就了，回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回来。这样了解吗？有一点深吧。不过我们要了解各位先生，假如说你今天坐在这边，一听就懂，那你没有回味，没有进步的空间，你会觉得说，我哪东西不好，你才会继续或者回去台北问他们说，你听我不再听我大概都要1年多。大部分这个10个9个回答1年多，我们才听几次才6次。不过或许说我们分析都很好不用听那么久，不要到那1年多才会这个我们讲过的，听得懂的很多有没有？没有都不懂一下子或者要判断各位太高了，一下子又摔下来了。所以回去或许会检讨为什么都听不懂？我不会讲会讲的话各位就会听得懂了。不过还是要慢慢来，我都觉得很白话了讲出来我说这个都很白话了。台北先生也这样回答，他说对了，是白话，可是不懂就是不懂。
很奇怪哦，他懂了以后也是这一些话哦，同样的话，这些话让人懂的哦。可是回想的时候，在拿以前的录音带，北部很喜欢录音啊，或者在讲的时候啊，全部都是那个录音机、录音笔啊一大堆哦，全部在录音啊，他们都反复一直在听啊，说听得懂也是这一些话，听不懂也是这一些话。可是自己就是要经过学习，经过时间，然后经过事情之后，懂了再拿来听，还是这一些话，这一些话懂了，听懂了，就很高兴。所以各位就不要说听无啊，我爱去，你永远都唔知，你若听绝对有懂的时候。一懂了你就知道说原来上乘佛法是这么亲切的，又这么值得追求，没有追求这个太可惜了啦。这个可以从内心产生那个信，我可以成佛。那要怎么样培养？就培养我们自己呀，念的，对心性透彻了解，能够明心见性。心明一果就不昧啊，见性成佛就无疑啊，绝对的啊。各位有没有信心啊？有。所以或者都讲，你大家听无，大家拢唔来，愈来愈少咧，老师拢无民主，老师写的办呢。我说没关系啦，随缘就好。你将来别人嘛别袂掉，伊若要来研究你动嘛动袂掉。所以顺其自然就好。要想成佛，你就要来记。那无就要按六祖同款啦。六祖他不用听就可以成佛了啦。那我们分析好，我都讲2小时了。不过现在已经到末法时期要找那个根基很好，一点就懂的，大概也不容易啊。我们都是要长时间熏习，只要你肯用心，一定会得到答案的，一定会很高兴。或者都讲，我们修道就是一定要找对方法，找对方法了，晚上睡觉棉被盖着都会偷笑。那假如说你棉被盖着是头脑一直很烦恼的话那就方法不对了，方法不对啊，就会让我们很苦恼。方法对了棉被盖着都会偷笑，那个才是真正的正确的。我们一定也要追求。这样王所了解了吗？没有能所了，有能所就是对待，有对待就是生昧了。那生的东西我们看得太多了，我们追求是不生不昧，就是我们那个真心佛性唯有真心佛性不生不昧。也很容易啊。当你万念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整个真心佛性都呈现了，不很困难啊？很困难吗？各位有做了没有？我们那个前道讲师不是在问说，而我一做万念放下就睡着了然后第2个礼拜来说，我一做万念放下的时候杂念妄想就来了，那个表示他也在做了。所以他知道那个当那个做下来的时候有什么反应。各位就是没有做了，没人讲，有没有做啊？做是有啦，可是时间都不久了，都万念放下都去有缘都抵掉啊，对不对？抵了没抵呀，没记得讲要去做。所以呢，我们了解说。到达这个入流进入圣贤的那个行列，然后呢已经没有能守，没有对待，没有分别心了，那个就已经很正确了入流往守。然后接着下来呢就了解说，我们不是有打6个结嘛？还记不记得？怕6个结，咱伫有2天落来中间直直拍到上尾有6个结，要甲6个结偷开才会去转去。最后2个呢，各位了解它什么结？
相反，一个呢，最后一个是动，好，再来是静，好，再来是根，再来是觉，再来是空，再来是昧。昧是第一个了，哦，再来空，再来觉，再来根，再来静，再来动，哦，动也是最后一个觉。那所以我们呢，就是了解到，我们在做我跟言的时候啊，哦，那个有声音呢叫动，没有声音呢叫静，哦，所以呢，我们入流往手，然后呢，再接着下来呢，已经呢往手以后啊。这个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就是动跟静，我们就是了解到，完全有声音的时候我们听到，没有声音的时候我们听到。我们的错觉都是说有声音哦，呜呜，听到，没有声音，无，是不是这样？可是我们要了解到，若无声音，你若无听到，你哪会知影讲无声音？所以一样是听到了，我们已经入流往手以后啊，这个动静二相，不管有声音，不管没有声音，我们都呢了然的是了分明啊，了分明，各位听懂吗？就是清楚的知道，真清楚知影了，了分明，那个了然，可是已经不在心中产生作用。没有动静的作用，没有生灭的作用，这样了解吗？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就是我们已经可以可以守住啊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了，可以守住了。对外面有声音，对外面没有声音，已经知道而不投入了。安尼知影无？安尼听有无？有清楚啦所以我们了解说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已经不在心中产生，这个已经是很好的效果出来了可是咱得爱如是渐增如是渐渐的增加，袂使讲短多爱在真好啊，短点车还袂够才开始尔才开始而已。所以如是渐增，然后呢，闻手闻静，静闻不住。这个闻手闻，那个第一个闻就是能闻，第二个呢就是手闻。能闻跟手闻静，静就是那个了然不生的意思啦。你知道，你有听到。可是你都不产生心意识，那个能闻跟手闻已经静了，然后静闻不住，不要住在这个已经有功效的那个上面，还要再继续，再继续以后已经没有能闻也没有手闻，接下来就是觉了，觉第一个觉一样是能觉跟手觉觉手觉空。就是能觉跟手觉都是空，这样了解意思吗？就是太快了。再讲，因为呢，我们这个上面那个从那个入流往手以后就进入状况了，到达动静二相了然不生，了然不生以后呢，就是已经我们有修道的成效出来，蛮高兴的。怕我们住下来，就是如是渐增，渐增以后呢，闻手闻静，然后静闻不住，就是那个动静二相了然不生，那个能闻手闻，因为我们要了解说，我们这个从无极几天下来，第一个是先打一个昧。本来是极昧可是我们变生昧第一个觉，第二个觉就是空，本来是真空，我们把它变完空。第三个呢就是真的觉我们把它变妄觉。第四个呢就是根就是我们的六根那个根
然后第5个呢就是静，第6个就是动。那我们呢那个入流往手以后啊，就先把前面那2个动跟静先把它灭掉，灭掉以后不是回到根来了吗？回到我们的根回来了。所以第3节啊，那个能闻跟手闻啊，就是要把这一个那个根啊去掉。根知道吗？知不知道？讲讲看。怎么都没有勇气回答呢？怕说错，错没关系呀。根呢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这个6根啊。我们要了解说，根尘相对产生60，那这个都是因缘际会我们把60就当成心，所以这个心叫妄心，当成我见叫邪见。因为我们日常都是这样，都是根尘相对产生的。所以我们都认为正确不知道是虚幻不实在。你听有无？各位一定会产生很大疑惑。咱看到的哇拢假真的还是假的？假的。为什么是假的？所以我们呢这个修道要追根究底，要追到它的根源。为什么是假的？假的原因就是因缘际会才出现。缘寂则生缘散就灭。连这个最坚固的房子水泥都只有100年的寿命100年是刹那之间。我们佛性不生不灭，所以是长远，千千万万年。那千千万万年来看这个100年它是很短的，所以它也不实在，连这个很坚固的房子也不实在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我们所看的都是因缘，很多因缘际会有这个原料，搁有人工厝才起起来，叫做因缘际会。厝才是形成，它有自然的过程，生住异灭，一定会歹。这样歹去就无去风化厝袂使大，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一些呢都是一些自然过程，它都是假的，不真。那我们在生活之中呢，把这一些假象都当成真，所以我们就住相，住相以后我们就产生了很多的情绪出来，有的很喜欢，有的很讨厌。他喜欢就想拥有，讨厌就排斥，结果就造业了。业造下来就要接受果报。我们就是这样一再恶性循环。那现在知道说万象都是假的，假的我们就不要住相，不住相就没有烦恼，烦恼就消失了啦。那烦恼消失了，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才没有是福，才没有污垢。那假如说我们有烦恼，有事情的绑住我们心都不自由，就不清净，不清净回不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回来。所以我们呢要使我们的那个心时时刻刻都清净。那要清净的，就是要认识真理，知道万象都是假的，都不真不住相，不住相以后，心自由了，我们可以使心呢清净，心一清净了，就回到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回来，能够回来本体了，我们可以从本体发挥，率性而为，我们率性而为就没有业。我们因为都是率着我们的习性才造了很多业，这样听懂吗？可以了就不很快了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说，自造业自受苦，都是我们自己造业，自己在受苦。所以重点就是把所有万象知道它的原因，
就是眼寂则生，眼善就昧。哦，当他寂的时候啊，他已经无常变化，要走向那个灭败的那个路途了，所以就不要住相。我们的住相很这个无明啦，为什么？形象都已经变了，可是我们住的相还是在旧的相上面啦，对不对？所以我们了解说相都是假的，包括我们这个身相也是假的，时时刻刻都在新陈代谢啦，所以时时刻刻都一直往衰老的那个路途在走，不会说短长住。我们假如说可以主宰我们自己的身体，可以自己主宰的话，在最年轻、最漂亮、最有活力的时候我们就要主宰说不要变化，我要这样就好，可不可能？不可能的啦。所以这个是天地的物质，所有红土，众言忌讳皆有一用，我们都是要还给天地的啦。所以当我们身体要还给天地的所有风土那我们在哪里？真的要研究了。咱若有一工身躯未喘气的时阵，爱下有天地，身躯拢下有天地咱要去动，没有路可以走。所以我们修道就是宁可生前枉死路，莫待死的时候后悔迟。那我们呢，在生前的时候就了解说，原来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是充塞整个宇宙空间，所有空间呢都有佛性在，所以就不怕没有路走了。这样知道吗？知不知道？路里都一样。咱一口气若无来，路里都一样。讲知道啦，讲哪里都一样。就在当下当下，就在我们当下。所以那个不是有前贤悟嘛，说那个崔哥塞广清老上，他的遗言不是说无来无去无代志，有没有？那个就是当下既没有来也没有去他没事我们每一个都是这样能够体会那个当下，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现在，没有三心，没有三心就没有思想，没有三心之相，整个呈现都是佛性，佛性呈现。所以只要我们不要有三心思相，就已经很亲切的跟佛一样，佛也都是这样整个呈现的都是佛性可是我们就是脑袋瓜都不肯那么这个闲的给他写的都会想东想西一想的三心都来了。所以要了解到只要我们有三心就被三世所摄受。过去世把我们摄受，未来世也把我们摄受，现在世也把我们摄受，所以我们就有六道轮回。那假如说我们没有三心三世已经摄受我们不住了没有三世摄受，我们没有过去世，也没有未来世，也没有现在世，是不是整个活性都活泼了？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在生活之中都是自己找麻烦，本来就没事没代志营营黑白修又找事，找事以后被三世摄受了就又到轮回只要我们能够学着万年放下，一念都不生整个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都呈现使它久一点的话呢，般若妙智慧就出来我们有般若妙智慧这个事情的轻重缓急我们就分辨得很清楚就能够事情都
办得很理想。所以呢，都是要自己努力。然后我们又回到这个耳根圆通那个闻手闻，那个闻就是能闻以及手闻记，就是呢，就是不要住在生灭的能闻手闻我们不要住，这个时候是实以根要解脱我们那个第三个那个根那个根要把它解开。解开以后呢，尽闻了，尽闻就是闻已经又不产生作用了这一个生灭的在我们心中也不产生作用再下来尽闻不至以后就进入觉。可是这个觉各位同学，我们那个佛性的觉那个是永远的，可是我们身上的觉它是生灭的。我们觉得说像今天比较冷对不对？或许都穿长袖的，有没有比较冷有。这个觉这个叫妄觉，就是生灭的实以生灭的肚子饿了，肚子饱了，那个觉这个都是实以生灭。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文字一样可是意思不同我们在讲觉的时候大部分都是讲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可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讲觉就是身上的那个觉，那身上的感觉它是生灭的当我们感到冷，穿衣服不冷了冷不见了感到热脱衣服脱起来热不见了这就是生灭的，这样懂意思吗？所以身体上的觉是实以生灭。那我们要把这个生灭的觉也去掉就是不住了，不要住。所以觉所觉空，有没有？那个空就是叫我们说不要住，一定得四个套苦呀。想了解吗？听有无？有一点一点就好了，莫贪心。慢慢来一点点然后呢，我们再进入觉已经去掉以后就进入空，然后呢空手空，有没有？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第一个是能第二个也是手能空跟手空我们要知道那个能空跟手空它一样有很微细的那个生灭在所以我们也要把它去掉去掉了以后很理想的。为什么？已经所有的生灭都已经灭尽了，回到寂灭。寂灭那个寂就是如如不动灭就是全部的烦恼，全部的形象都没有了，寂灭就是我们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的状态。所以生灭寂灭寂灭就现前寂灭一现前了以后成就了就已经进入之前了。这样了解意思吗？了不了解？他还是把那个讲义里面的那个打出来了，然后我们又有这个再来听再来看又比较容易懂，有没有？有没有比较容易懂？所以这个把那个那个觉的觉打开然后呢这个到最后就是空那个空就是我们能知道的那个智慧那个智慧一样，这个已经来到很微细的那个法了要成就了我们了解说这一些呢我们都是在这个修持的过程之中需要去用一点心因为到这个时候都有成效出来，有那个功效在我们身上。我们那个时候整个佛性都已经可以跟空间合在一起，虽然没有说能够空到整个整个这个所有的尽法界没有办法尽到整个法界那么广
犯。可是呢，我们只要是这个眼睛、手及能够看得到的，耳朵呢能够听的声音听得到的，全部佛性都在，已经非常宽广。因为我们这边比较近，不容易用声音来这个帮助我们来去领悟。假如说这个时候有车声或是有人声，还是有什么声音我们就可以了解说，我们人坐在这边呢，我们的佛性竟然可以知道外面，佛性就可以知道外面的事了。会在北部讲，因为都是那个都会区机车、汽车非常多了这个小车、大车，都可以知道，所以那个就很容易引用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这边很近，就不容易引用，不容易引用，我们就不容易体会。所以要靠各位这个假如说回到家里，家里一定会有比较嘈杂，比较声音多，对不对？假如说我们南部又有装冷气那我们就可以借着那个冷气开不是有声音吗？就可以把那个我们那个尾性就是延伸到能够听到那个冷气的声音，就了解说，我们佛性已经可以离开身体了，已经到外面来了，可以到这个开装冷气的冷气机的地方。再远一点有听到车声，你也可以再延伸到那个马路车的地方。所以慢慢去延伸以后，习惯性的以后你就会说整个空间呢好像就在我心中。能懂意思吗？会做了吗？这个是属于那个观世音菩萨的那个耳根圆通然后我在讲不属于耳根修的啦，是用我们的那个触觉、接触。各位这个晚上都有洗澡吗？有一个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叫做巴托波罗。巴托波罗呢，他呢就是从洗澡领悟真理领悟不生不灭的佛性。因为这个当比丘这个半个月才可以洗一次澡，不像我们说每天都洗澡，他半个月才可以洗一次澡，还要排队进去洗澡。然后他进去洗澡的时候他就从那个这个水在洗到身体的时候他就去观察这个水是在洗灰尘呢，还是在洗身体？各位先生，咱咧说故事咧说啥？那个巴托波罗他说洗灰尘的话，那个尘是无知的东西无知没有知觉。洗身体的话，身体是四大假合，所有风土是无情之物，它也没有情思。各位这样听出来了没有？洗灰尘灰尘是无知之物洗身体，身体是无情之物所有风土有情思吗？有没有？没有，对不对？所以谁在洗那个巴托波罗就从这个洗澡的然后去领悟了，也不是洗尘，也不是洗体，那中间那个在洗中间那个知道吗？就是佛性就是佛性我们能够接触的那个触觉就是佛性，
所以他就从这个地方进入，可以进入无漏，就是已经没有烦恼了，进入到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来了。我们洗了几十年澡，竟然都不知道。还有一个是从那个身体呀，身体的那个觉来修道。有一个叫毕什么？毕婆且林抽，他的名字很难念，毕林且婆抽。他听了释迦牟尼佛讲经说完以后，就一路要回去了，一直在这个马路走啊，一直在思索那个佛讲的意思。结果那个路有那个刺有那个刺的，他脚去踩到那个刺，踩到刺不是很痛吗？因为他正在思索，全部的注意力都在思索。没有感到痛，然后再一直走了一段时间，他那个思索已经告一段落的时候，突然觉得脚痛，已经擦真久才开始在痛。然后他回去就想说，我一个人怎么有2个觉？一个不痛，一个很痛。所以或许那一阵子就跟这个我们道心先贤说，你赶快生病的时候赶快领悟，有一个不痛的，那个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会痛的那个是身体有没有生过病有。会不会很难过有没有赶快找到那个不痛的？都没有所以失掉契机了，没有契机。那后来呢？或许去我们台湾刚好那个无漏石那个脚底按摩刚开始，那或许就讲，我也可以来用看看那个一个不痛的，因为或许身体从小就很不好，这个痘皱的还看不见的，所以那个脚底一按摩，它可以说呢，这个痛的呱呱叫。那我就想说。我要找那个痛的痛的就让它痛我找不痛的真的就被我找到了真的不痛，太好了。那个帮我做脚底按摩那一个看到我看来都没听然后他满身大汗我哪都没反应我露出来了，到底也是小棍从棍来来的。真的不痛所以那个欢喜充满，真的找到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原来是这样，不痛，一点也不痛。可是我一回到身世回来没惊我啦！我怕不敢。所以我们身体是生灭的啦，那个痛是很厉害的。可是我们要了解，就是有一个不痛的，可以也可以，不管是生病了或是有外伤，赶快找那一个不痛的。那个不痛的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当你找到的时候跟我们那个万年幻象一念不生是一样的啦，只是方法不同而已。方法不一样，找到的方法不一样。所以或许这个从这个小的时候就一直在找很努力一直在找，不是找了30年才知道。找了30年呢，才摸出来所以我说你2个小时好好的听就可以把30年经验全部给你。不过已经不止2个小时了，各位都收到了没有？
我们呢又回到了那个六祖坛经回来，我们讲耳根圆通是要辅助那个认识空性一样是讲六祖坛经的。各位都有书吗？有。我们有请北部呢再寄了100本下来，所以没有书的人可以拿。我们讲哪边的？27页啊。倒数第2行小根之人这边我们又回到了六祖坛经，这个善知识小根之人闻此分教呢，犹如草木根性小者肉呢这个被大蚁悉皆自倒就好像呢被大蚁这个一淹整个呢都倒了，没有办法这个得到那个利益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这个小根呢跟大根就是要我们自己努力的来运举酝酿。小根呢就不能增长小根之人就是这个样子好像呢这个下了很大的雨那个小根呢规个迄根拢浮起来。那么言有般若之智与大智人更无差别。27、28，我们呢所有这个众生呢，本来这个言就是本来呢都有般若的妙智慧了。这个般若妙智慧不且都一再讲，只要我们把凡尘所学的都放下来，般若妙智慧才会产生只要我们不肯放下在后天我们生在凡尘所学这些放不下来，般若就出不来。所以一定呢要把凡尘这一些都放下了，从自性里面产生，那个才叫般若。我们从后天学来的是聪明了，聪明会害我们之前不是一直讲聪明人不肯吃亏嘛，不肯吃亏就想占便宜，想占便宜的话就把浩然正气都用掉。所以那个时候就讲说呢，我们旁边那个果园我们半夜敢不敢来？所以怕所以那个就是比较缺乏那个浩然正气。那我们呢就是在日常生活之中不要用那个聪明不要占人家便宜因果是一定的道理占人家便宜都没有占到好处的失掉自己的浩然正气。所以我们就是不要用要用佛性具备的那个般若妙智慧。那么与大智人更无差别，我们的般若妙智慧跟那个大智人是一样的般若都一样只是我们肯用不肯用肯启发不肯启发而已因和文华呢不知开悟为什么我们听到呢这个上圣佛法，然后不自己能够领悟所以自己领悟很重要这个修持的道路都是要靠自己别人都帮不得都是要我们自己努力。眼邪见障重为什么呢没有办法开悟那个因缘呢就是我们邪见太重就是见解不正确我们就了解说都是6根对6尘产生6识这个见解不正确，因为见解不正确障碍就很重很大很多被这一些障碍障住了，就没有办法开悟了。所以我们可以听到很多浅显都会讲经书一拿来看目睭都笑都被爱哭，都睁不开眼睛了
把经书一推开以后，精神都来了。很多都这样啊，很明显，那个就是我们的业障，那个债主啊都不让你看，你看了回去了都讨不到债了啦，所以不让你看，你一看了你爱苦，所以呢，我们了解说，我们要自己呀，把这一些障碍呢这个去掉，烦恼根深呐，烦恼的根很深。就是我们住相很厉害，烦恼的根就很深。各位浅浅，烦恼有没有根很深啊？有啊。从哪里来？烦恼从哪里来？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住相才会产生烦恼。我们不住相烦恼就会消失啊！所以先学不要住相，那不要住相就从真理着手，说所有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真，都是假的。那既然都是假的，我就不要住了。不要住就没有烦恼了。再能够产生烦恼，那个烦恼即是菩提了。所以这个六祖讲说呢，烦恼即是菩提呀。我们就是要了解说，六祖是站在那能生的那个角度来讲，能生出烦恼，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生烦恼出来。那我们在烦恼，就是已经进入相，进入那个已经呢我们面对的形象，然后住在相，然后才真的是烦恼。那假如说我们能够回光返照，返照到我们生烦恼的源头，那个就是菩提啦。所以烦恼即是菩提。因为一回过来一照到源头，对相它都是一直在变化，就不要管它，烦恼就没了。犹如大云覆盖一日啊，好像那个大云把太阳整个都盖住了。然后我们要了解那个太阳就是我们般若妙智慧啦。般若妙智慧就好像太阳，一照所有黑暗都见了。所以我们要运用，把它启发。那么不得风吹入光不现，要有那个风吹。所以我们了解那个浮云要有风吹啦。就是要有那个三知识来引导，三知识引导了以后那个浮云都被风吹掉了，太阳又呈现了。般若之智亦无大小，般若的妙智慧没有大小，为一切众生自心迷悟不同。我们众生自己的那个心迷跟悟不一样。迷得很厉害的他的般若妙智慧就没有。那领悟的也有深也有浅领悟的深的话，般若就可以应用得很自如。那假如说只有领悟一点点的话，那般若就也只有一点点了。慢慢培养它就会越深入了。迷心外见修行密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我们这个迷心已经迷了，然后都这个把心神外放外见都心神外放。所以我们了解说心神外放就当众生我们把我们心都收回来回光返照，就可以为圣贤。所以我们都是要把我们的心收回来。那修行密佛，我们修道要找这个佛，没有领悟自己的自性就是佛。所以我们要找佛，各位贤贤要领悟自性。我们自性就是天真佛，就已经是佛了，自性就是佛。那假如说没有领悟自性就是佛，那个是小根根气太小，还没培养要培养根大根一点。若开悟顿教不止外修。假如说能够开悟
那个顿教就马上从凡夫地到佛地了，很快一下子就到了。不执着外修，不执着外面形象的修持了，内心就已经到达了。但以自心呢，常起正见，在我们的自心里面都起这个正见，那个正确的见解就是佛之佛见佛之佛见呢，就是正见。那么烦恼尘劳常不能染。我们有这个正见呢，有般若妙智慧烦恼尘劳呢都不能够染，不会染到呢我们这个佛性即是见性，就是呢见到我们自己的本性。善知识内外呢不住，来去自由，能持持心，我们内外都不住。内不治呢六根，外呢不治六尘，内外呢都不住，就可以来去自由。我们来去呢就可以自由，能够呢除掉我们执着的心所以那个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呢那个悟道的时候他就讲说：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具备了如来智慧德性。皆因妄想执着而不正得。比方说我们把妄想跟执着去掉，那个是无师自然自即时显现，没有老师的智慧，自然的智慧就会显现所以我们就努力除掉两个，一个妄想，一个执着，两个辞掉就可以了。能够呢辞掉执心呢，通达无碍，能够通达，所以我们在凡尘就是不通不达，能够通达了，就可以到佛的那个领域真理世界。能修此行与般若经无差别，能这样修的话，跟般若经就已经没有差别，是一样的。那我们要了解说，般若这个释迦牟尼佛讲最久，22年，22年般若谈，讲经说法讲最久，那个呢小乘佛法，讲这个阿含，他呢讲8年，然后呢接着就讲方等经，阿含12，方等8，22年般若谈。然后呢，法华涅盘，共8年，讲经说法49年呢，大概呢就这样子分别。般若呢是讲最久，因为般若最不容易了解，它是呢，就是破妄显真，把妄的都破除掉，显示那个真的，破妄显真，就是呢不住相，不要住相。那我们凡人住相是最厉害，所以那个住相不容易做，就讲得最久。善知识一切呢修多罗及之文字这修多罗呢，就是契经契合真理的经典，叫修罗。修多罗及之文字，所有文字大小二圣，大圣小圣12部经。这个12部经呢，就是把佛讲经说法49年呢，分成12个种类叫12分教，就是把它的内容分成这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12部经？没有因为或许这个把那个12部经的那个顺序都把它呢背得比较顺是因缘比喻方广受记本事本身常行重受孤其未曾有无问自收跟论义12部经就是这一部经是属于因缘的这一部经是属于比喻的
然后方广啊，就是大乘佛法；受记的就是呢，你已经修到佛的资格，然后呢，把你这个一个记号，说如以来世当得做佛，然后号什么什么什么，那样受记。你有听过吗？不是像说《金刚经》一部，《道德经》一部，然后《心经》一部，不是那样是它的内容啦，以它的内容来分的，叫12分教，分开来教化，12部经。那么皆因人智，这个呢，大乘小乘12部经都是因为我们人才需要。就是我们人要来修持才需要呢这个大小12部经。那么因智慧性方能建立因为呢这个智慧性，我们呢要了解说呢，我们人都有这个智慧性才能够建立大小乘12部经。若无世人一切万法本质不有。假如说没有我们凡人的话呢，一切的万法，全部都没有了，有人才有，有人才有万法，故知万法本质人心，从人兴盛起来，一切经书，因人所有，经书呢都是要给我们来，这个修持的，能够成就。那么眼其人中呢，有愚有智，因为我们那个言就是因为的意思，因为我们人人道之中有的愚就是智慧不开，那有的呢已经呢非常有智慧。那么愚为小人，智为大人。那个愚做出来的事所见所为都很小，然后智呢他所见所为都是很宽广。那么愚者呢问于智人，这个愚者假如说有那一个机会问到呢这个智人，智者以与人说法，跟他呢这个讲，说呢这个凡尘的一些事，以及呢这个修持的一些事呢，跟他讲经说法，以人呢忽然悟觉心开，能够了解了，心开了。即以智人无北，就跟这个智慧的没有分别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凡尘一切都是变化无常，不要把它固定。这讲的嘛必巧，巧的嘛必这讲，所以都是变化的。善知识不悟即佛是众生。这边呢六祖就讲。我们呢不领悟佛就是众生，所以众生呢我们要了解都是佛了。一念悟的时候众生是佛，我们领悟了，众生就是佛，所以佛呢在自身上，故知呢万法尽在自心，万法呢全部呢都在我们的那个真心，全部都是在我们的心。何不从自心中呢顿见真如本性？为什么呢？我们不努力从自己的心中来顿见真如本性，我们的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我们呢就是要努力朝这个方向努力就正确。菩萨呢这个戒经语菩萨戒经里面呢就有讲，我本言自性清净，我本来言也就是本来的意思，所以我本自性清净，我本来的自性就清净，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戒经戒力就是要恢复我们的自性清净。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修持一样要有自己内心守着戒，然后才可以回到这个自性清净回来。若是自心见性认识了自己的心，见到了自己的佛性，皆成佛道，一定呢可以成佛，可以成道。净明经语，净明经就是维摩诘经，维摩诘经呢，那个讲说即使后来呢还得本心这里前面都还有一段，
就是那个富罗那在跟呢新学的比丘说法，然后那个维摩诘啊就跟他们讲说他们久发大心呐，今忘此意，已经很早啊就已经发大心在修道了，现在这一生还没有进入状况了，你不要跟他讲小乘佛法，他已经是修大乘的所以你不要跟他讲那个小乘的。维摩诘呢，他就用进入那个定，用神力使那个500个那个新学的比丘啊，都顿见自己的本来所以就讲说即后了原来我都已经累世修了，已经修了很久了都修大乘佛法就还得本心了本心又回来了。三之四，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便悟这个六祖讲说自己呀在弘忍那个五祖那个地方啊一闻了言下便悟了所以这个就是蛮重要，自己呀他努力一听了马上当下呢就领悟，顿见呢真如本性就可以见到自己的真如本性，是以将此教法流行说这么好的方法没有传出来很可惜所以就将这个教法来流行，令邪道者呢顿入菩提能够呢邪道的人还能够马上领悟那个菩提就是领悟到我们的真心各自观心自见本性各自呢观自己的心见到自己的本心，若自不悟悉觅大善知识。假如说自己不领悟的话，那要找那个大善知识这个最大善知识呢就是佛了，要找佛，请佛给你讲找呢大善知识教导解最上乘法者了解呢这个最上乘佛法，直视正路直接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成佛直视正路是善知识有大因缘善知识呢有大的因缘发大心呢要救度众生，所谓的化导令得见性能够呢这个化导教化领导众生呢都令众生能够见性，见性呢就可以成佛。那么一切善法因善知识能发起故一切的善法因为善知识才能够发起。三世之佛十二部经这个三世就是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三世。三世之佛所有的佛十二部经在人性中本自具有这个十二部经呢在我们人性之中呢就本来就具有就本来就有了，所以我们一听呢就可以很快就领悟。那不能自悟需求三知识指示方见，不能够自己领悟的话那么求呢善知识来指示就可以见到。若自悟者不假外求假如说自己能够领悟的话，就不要向外去求自己领悟就好。若一向呢只为虚他善知识望得解脱者，无有是处假如说我们一向呢都执着需要外面的那个善知识来帮助我解脱，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讲我要解脱都要请别人来给我解脱，安尼啦，这样了解吗？知不知道意思？就是没有相信说自己可以解脱自己需要别人来解脱。我们很多都是这样希望这个别人来解脱我们的苦难，不知道呢是自己苦难是自造自受你要不受苦的话自己不造就好，不造业因就不会受苦所以不做呢就不受了。何以故？自心内有这个知识之物我们这个内心里面有这个知识可以自己领悟了不是呢要靠别人来解脱我们解脱要靠自己。若其邪迷妄念颠倒，
外善之事啊，虽有教授啊，救不可得。假如说我们起邪迷，就是已经不正确了，观念不正确了，做法不正确了，妄念啊颠倒，已经全部啊都是妄念颠倒。外面的善知识啊，虽然有办法教我们，虽然有这个教授，可是呢救不可得，没有办法救我们。我们造了业还是自己啊要去了业啦。不跟别人啊没办法替，一定要自己这个去面对。若起正真般若观照啊，一刹那间妄念啊寂灭。假如说我们能够起这个正真的般若观照，就是我们呢这个佛性所具备的妙智慧般若，我们用呢这个般若来观照。一刹那之间呐，所有的妄念都寂灭，都全部消失了。若是自性一悟即是佛定。我们认识自性的一领悟就马上到达佛地了。所以说全部呢都是在自己这个用心努力。善知识智慧观照内外名称。我们也要用般若妙智慧来关照，内外名称，内六根，外六尘，内外都名称，视自本心认识自己的那个本心。若是本心即得解脱。我们认识本心了，就可以解脱了。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我们已经可以进入了。那所有的那个很重的那一些罪都消失了。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进入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我们平常有听过说端坐念实相，那个就是已经进入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了。实相也就是佛性本体了，因为它不会变化是属于实相。所以我们呢就是要自己努力，自己努力呢才可以进入。各位前人这样听得懂吗？六祖讲的啦毕竟比较跟我们接近，比较亲切啦都是白话。白不白话？很白话若得解脱即是般若三昧。假如说我们能够解脱了就是已经得到般若妙智慧的三昧，就是正定了，得到妙智慧的正定。所以我们了解说妙智慧很重要它能够让我们离苦得乐离开这个苦海，得到快乐。般若三昧即是无念。所以我们了解到六祖又把它延伸出来，说般若三昧般若的妙智慧的正定就是无念，没有念头了无念。那么何名无念六祖又加以解说什么叫做无念？知见一切法，心不染着。我们知见一切法，就是刚我们讲那个耳根圆通的时候那个了然不生了然不生呢，以六祖的讲法就是知见一切法，心不染着。你知道没？知不知道？了然就是了了分明了了分明，可是我已经内心都不产生不产生生灭了，内心产生生灭。跟那个六祖讲这一段说知见一切法，心不染着心都没有去染到生灭是为无念就是没有念。用己骗一切处。我们用的时候我们拿佛性出来用，这个佛性可以骗一切处，所有的地方所在佛性都在所以骗一切处。那意不着一切处住在这一切的形象。所以这边就跟我们讲说用可以骗一切处，可是也不着一切处。
我们有听过啊那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嘛？有没有？应无所住啊，就是空啊，非常宽广的空。而生其心就是有啊，有。空中生有，这个就是中道。啊，那个应无所住啊，就是用即遍一切处。而生其心呢，就是遇不着一切处。这样就比较我们可以把它互相影射啊，互相容纳，它会通啊，就会通。就是呢，我们心啊无所住，无所住呢，可以说不染着一切处了。然后用遍一切处呢，我们就可以说它呢而生其心。会译得过来吗？再说一次，这个呢用啊即遍一切处啊，就是而生其心呐。亦不染着一切处呢，就是应无所住啊。这样会译得过来吗？我们在追求中道，就是要空跟有啊，它同时具备。空跟有啊，同时具备。因为我们佛性没有形象，可是切实存在，就是空跟有啊，同时都具备。那我们了解说呢，虚空无相，不拒绝知相发挥。所有万象都从虚空生发，然后又归于空。万象从虚空生发，然后又归于空，从空而来又归于空。这样了解吗？反正我们观察所有的万象都这样，都是从没有然后有了，从有又归到没有，所以从空而来又归于空。这个呢，我们就是了解它的过程，现象的过程。那在这个空中主宰的，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那个空中主宰的，它能够让万象发挥，又能够归呢，万象又归于空，就是呢，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啊，它呢，给他们依赖，做他们的主宰。但见本心呢变了，六事啊，这个16事呢出六门。我们呢是要清净啊我们的本心，清净呢我们的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那么16事啊出六门，六事呢就是我们六根对六尘产生的那个六事。那么使这个六事啊，全部啊都出六门，不要呢这个用它，我们不要用那个六事的心因为那个心都是虚幻不实在的。相有啊，形象有的时候啊，它就有；形象有啊，就有心了。形象没有了，我们那个心就没有了啦。所以随着相在变化，那个变化的心我们不要用。用的话会被它这个陷害，让我们造了很多业，结果业一造下来就要受罪了。那么以六尘之中呢，无染无杂，在六尘这个各位前人六尘知道吗？六尘是什么？对，是色声香味触法，六尘。那么以六尘之中呢，无染无杂。六尘里面呢，我们不要染，染六尘的，然后呢也不要掺杂，无染无杂才会清净的。我们清净呢，才能够回到本体回来。来去自由，通用无滞。要使我们这个心能够呢来去自由，自由自在，能够通用，无滞，不会呢阻塞。那么即是般若三昧，这个呢就叫般若正定。
妙智慧的正定。那么自在解脱啊，名无念行，我们可以自在，可以解脱，所有凡尘这一些苦啊，我们都超越了，解脱了，这样呢就叫无念行，已经都无念了。有念呢就有业啊，有业就要受苦。若百物不施啊，当令念觉啊，即是法湖，即名边界。假如说呢，我们这个一打坐了，打坐了百物不施啊，那就是连佛性都不要，那个百物不施呢，当令念觉，那个念就已经觉了，这个连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都不要，所以六祖最反对的就是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凡人不认识真理，一打坐以后就进入百物不施了。百物不施的话，因为我们要了解说，我们起心动念是佛性的功能作用，你连这个佛性的功能作用都不要，本体要不要？所以六祖就教我们说，这个道在悟起在坐也。道要领悟不是打坐得来的，所以一定要领悟。那我们呢，假如说去打坐不知道真理的话，那就进入百物不施。那个时候呢，当令念觉，即是法服被这个方法绑住了，即名边界。那个不是正见，已经跑到旁边去了，边界。但是是悟无念法者万法尽通，能够呢领悟无念法。无念法呢，就是一念都不生万念都放下，一念都不生。万法可以尽通，可以了然不生了了分明，在心中呢都没有生命。悟无念法者见知佛境界，能够呢领悟这个无念法。那么可以进到这个知佛的境界，佛的境界就已经可以进入了。悟无念法者呢，知佛地位，能够呢这个领悟无念法呢，就可以到佛的这个地位。还剩下呢这个32分钟了，我们准备就给各位提问。好不好啊？还没有这个提出问题之前或者再讲个故事，启发我们的那个潜力。这个有一个教学的老师他每一天呢这个上下课呢这个上下学的时候都要经过那个佛墓地。那有一次他这个晚上下课以后比较晚回来，因为走的路都很熟虽然很黑暗，可是他走得很熟也都很习惯。结果那一天在那个墓地有挖了一个很大坑，所以一个老师呢，他不小心就掉到那个坑里面去了。他一直他爬都爬不上来，他就想说，那晚上就在这边睡好了，明天再想办法，等到天亮了再来想办法。就躺在那个坑底面就在那边睡觉。这个时候又有一个人掉下来，他也一样一直爬爬上去。这个时候那个老师就讲话了，不用爬了，爬不上去的啦。那个后来掉下的人一下子就跑上去了。也是他自己爬上去的，那个叫
把那个激发他的成果。那么这个爱，就很值得推广。这个爱心啊，是很好的。可是我们假如说落入我们私人的爱，那个就很狭窄的。有一句话说：“爱不重，不生多婆。”有没有听过？我们爱我们爱我们自己的家人，爱我们自己的一些熟识的人，这个都是实以私心的爱。那假如说呢，我们是实以私的爱的话，那个就不要了。因为害我们一直在六道轮回，脱离不了。那么慈悲的话，各位先生，慈悲慈就是以乐，给人家快乐，就是慈。悲呢，就是把人家的苦拿掉，那个叫悲。所以这个慈悲是在我们佛性之中。我们佛性之中有四无量心，叫做慈悲喜舍。喜就是随喜，不会记录；舍呢，就是什么都可以给人。我们佛性之中具备慈悲喜舍。所以这个爱慈悲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是有分别的。前面的爱是大爱的话，是博爱的话，那可以，跟慈悲有一点相关联。那假如说私情的，那就不要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害我们最惨就是我们最亲爱的人。有没有道理有。因为我们要修道的话，最亲爱的人他最会阻挡你。来啦，你努力修道的话，那都没办法，这个相亲相爱在一起了所以你最亲的人阻碍你最大。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一个我们就要选择了。那么问题第二，应该要理直气壮呢，还是要理直气和还是要理直气壮？各位说呢，要理直气和呢，还是要理直气壮？这个还是以大家的那个理直气和。因为这个理直就是要把它推广到大家都知道。那要从和来推广才容易你气壮的话，有一点孤僻就是一板一眼，那样缺少圆融所以那个理直气和比较能够摄受众生理直气壮的话，除非是在那一个那个黑道的那个巢穴里面，才能真正解决问题。那个理直气和呢比较适合。问题三，应该要呢赞美鼓励，还是要呢增言要求？增呢一个言在一个战争的增言要求。这个赞美鼓励当然是最好适合的啦，才能真正的提升能力。能够赞美我们会发挥潜力你直直甲学了，伊愈做愈欢喜。你若直直甲伊讲你倒位唔对，要求人安那，要求的很多会无力，会不会？要求的太多力道都发挥出来。开始鼓励赞美他会自己找事做，自己会越做越努力，所以还是要赞美鼓励。问题第四，应该要呢积极引导，还是要呢正面规范？这个积极引导跟呢正面规范，才能真正的调整心态。这个呢调整心态导致有两个方向。对自己的话呢，要正面规范；对别人的话呢，要积极引导。所以这个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很严格的来对待自己，很宽待的来对待别人，不要反过来。第5个，如何教育啊与修行，如何教育与修行有何差异？教育与修行啊有何差异？这个我们就是了解这个教育啊，教跟育，养育啊，教导跟养育，然后呢这个修行啊，这个它的差别点，可能呢这个教育方面呢，它比较符合这个引导群居生活，修行的话呢，比较类似啊，有一点是规范个人。是呢，自己要走的方向，并不是说你教育的那个大众啊，他都要跟你修行，所以这个呢，有时候我们就是了解到，一牵涉呢到这个修行的话，就有那个欲愿的问题呀，所以那个教导养育呀，我们就是了解说面对大众，然后修行呢就要个别，看看个别他的需求，他有那个愿望了，你才去引导他；他没有那个愿望，你就不要强迫。所以的差别啊，就在个人的那个表现出来的他的那个喜好。那么问题6，如何定性啊？与安忍有何差异？这个定性，我们要了解我们众生都是不定种性不定，还没有一定不定。那假如说呢，这个一定性了以后啊，有定性声闻、定性的缘觉、定性的菩萨，那我们呢都还在不定种性。各位要定性在什么位阶？我们定性在佛啦，希望说呢，大家呢都有那个要把自己定在佛的那一种这个程度上。这个安忍是人的总名啦，忍辱是人的别名。安忍叫做一心不动，把心安住在真理上而不动的叫做安忍。所以那个安忍我们就是要了解说，能够把心呢安住在真理，然后都呢不犹豫的不再变化的，那个是实以安忍。所以这个一做起来就要靠自己去实践那个不是别人可以这个知道讲话的。所以那一个安忍是我们忍辱波罗蜜的一个总意思那么忍辱我们就是要了解说，别人侮辱我来忍耐，那个都有限度了，久了都会爆炸那个忍耐不会久。而且这个佛家佛教也在讲，没有你有他，哪有那个侮辱的人？也没有受侮辱的人没有所以那个忍辱那个受到别人侮辱那个是一种比较小的范围。安忍是它是全部的那个意识都放在安忍，安住不动，一心呢都在真理上。问题7，修持经历的范围是单一方向，只要善知识的吗？这个修持经历的范围是单一方向，只要善知识的嘛。这个问题就比较有一点偏了。我们要了解到说呢，这个修持经历它不是单一，而是呢在群居社会然后呢所面对的我们要了解说，不只有善，恶你也要去面对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说范围很宽广。那我们要有那个般若妙智慧来处理
我们所面对的问题，要呢引导所有的那一些不好的也能够走到好的方面来，因为不好就是不明理嘛，不明理才会不好，所以我们呢要了解说，那个经历的范围不是单一，是呢要这个单一的话，就等于逃避到内山去修了，那个不适合的。六祖也讲，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我们要了解说，所有众生呢，都是佛性之中的众生没有外的，都是内。第八，问题第八，何谓呢法性与法相有何差别？这个法性就是包含所有山河大地山河大地呢，跟我们呢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全部都合起来讲，叫做法性。那凡人就只有两个啦，一个就是法性，一个就是法相。法相就是有形有相法性呢就是没有形象。没有形象的这个法性才是呢我们努力追求了。法相都会变化。那个呢都会一直在变化。那么第九个何谓呢这个性空为明序，希望呢为事序，真常呢为心系。性空为明，希望为事，真常为心。这个呢可能是他那个一些呢那个宗派不一样，他的讲说内容说呢这个性空呢就唯有名称名序，希望呢为事，真常呢为心。这个呢有一点假如说我们呢刚学或是呢这个有需要进的话呢，就有时候呢是一些名相，就不用这个太在意它，因为呢那个性空为名，希望为事，真常为心我们只要把那个真理认识，这个性空，性它本来就是没有形象，是空的，我们把它说为名，只有名，这样的话就不太跟真理相合了。那希望为事，这个倒是可以讲得通了，那个希望都是认识出来的。那么真常为心，真常是真心没错了，它不是唯心，它可以进入心，所以呢，我们对这些名词稍微了解一下。那么第10个，天命名师与授课因缘有何这个差异天命名师呢，那个是接受上天的明命，担待一代的祖师啦，所以我们了解说，从那个东方前18代、西方28代到我们现在后东方18代，这个就是天命名师的传承，这个是师义天命名师。那么授课因缘，就是呢讲课，然后我们听课，这个授课的因缘，是差别很大了。所以天命名师跟呢这个授课因缘有差异差别是很大。那么第11个问题，尊重圆融的真义为何？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尊重呢，就是供养之佛啦。我们对所有众生都尊重，不管他是什么身份地位，不管他是老年人还是小孩子，我们都尊重。这个叫供养之佛。我们供养之佛就是尊重。然后圆融是在处事方面我们呢处理事情就是要圆融，能够呢这个圆满，大家呢都能够接受，能够圆融，那个是处理事情的时候，跟那个尊重是两个角度有11个问题，好，你说。老师请教刚刚我们讲课有讲说一无所住而生其心，
那一个是空，一个是有。那所以佛讲的因果报应，所以这个应该是属于有的部分。他讲因果所以因果很厉害，它很平等无情，可畏又很森严。所以当琉璃王在念书释迦的时候，那释迦牟尼佛活动3天。可是后来又讲最本空，那最后本空是讲空的部分。那这两个之间是不是所谓的空跟有之间的关系？那会不会冲突？因为有的人执着在最无本空，那可能他造罪，他这样子，反正他讲最后什么都没有。所以这方面的话，那最无本空这句话用云从何处来看？好，请坐。因为我们要了解到，只要呢是我们进入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它是已经回到本来。那回到本来之后它是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也没有福，也没有罪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呢，我们要追求，需要追求呢，就是呢要端坐念实相，实相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只要是我们进入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有的罪福都不存在，都已经不存在了。那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因果它是定理，一定的道理。那我们所讲的所有的故事全部都是在现象，在现象之中所以只要是落入现象，我们就是了解到只要落入现象我们的所作所为不符合真理的话，它一定都有果报，绝对都有果报所以那个要灭那个释迦族的时候那个阿难师一直在哭可是释迦牟尼佛都没有表现然后那个目犍连就赶快把他们释迦族他有神通就把他们全部都就移到别的地方去结果那个佛就讲，他说这个定业不能转，定业不能转虽然你把它用神通移到别的地方去，可是等到那个事件过去以后它一全部移回来就变成血水，一样都死掉了。所以佛就讲那个定业不能转所以那个阿难在问释迦牟尼佛说，为什么那个释迦族遭到灭族的时候你都还那个容颜很光鲜就是很好看我怎么一直都这个很伤心就停止不下来然后佛就跟他讲，他说这个是自造业自受苦他们自己之前造的业，所以自己要去接受那个果报，那个逃不了了，什么人也没办法去改变他那一定要去接受，那个是在现象所以我们了解说呢，我们在凡尘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为什么只要我们忏悔了所做的一些罪业可以消灭，就是要了解到凡尘的相会引起现象，一定要有因，要有缘，因缘汇合了它才会现，因缘没有汇合它不会所以我们一忏悔我们之前有做错了，之前做错了是因现在我忏悔了，全部往后都不再犯，往后都不再犯，结果这个因遇不到缘，遇不到缘它不会现象，就不会让我们去接受了只要它在犯，这一些呢因全部来全部你要去接受。所以那个忏悔我们就是要了解，忏就是忏其前愆，悔就是悔其后过，以后绝对不再犯，那个才真的叫忏悔我们一般有的时候一忏以后后面忘了说我之前有不对，然后以后因为习惯性又做了的时候就要了解说你所忏悔的
那一些因啊，全部都汇合下来了，你要去接受果报。那假如说我们真的忏悔了以后，绝对不再犯，因就永远是因了，它不会下来，不会呢依到缘显现果报。那有的人就问那一些债主不是很倒霉了吗？一点也不倒霉，为什么？因为你已经能够进入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你能够进入以后是不是要度化众生？那个跟你没有关系的众生，你都要去度他成佛，何况是跟你有关系的众生，你不会度他吗？你是不是要赎罪的心情啊？赶快去补足。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为什么没有讲这个？你到这个阶段，你一定要明理的，了解这个道理。所以我成就了以后，了解说，原来同体大悲，众生所有佛性跟佛十方之佛为同一个法身，佛性都是同体所以只要众生在受苦，就是你在受苦，所以他会度那个为什么叫无缘大慈？我跟你没有什么因缘，没有瓜葛，也不是亲戚，可是我就把快乐给你，那个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就是大家都是同体，我都要把你们带来成佛，那个叫同体大悲。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已经他这个有瓜葛之前欺负人他都没有还，没有，不是，已经都把他们带成佛了，还不还啊？都已经还了。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你在现象所遭遇的事一定是因果业力。你已经进入修道的那个道路你进入修道的道路，你用修道的真理来行持你能够忏悔的话你所有的那一些之前的业它不会来，它不会来找你可是你就是要成就以后就是要度化所有众生，你要使所有众生都能够成佛，这个是愿他的愿力，所以那个都有反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只要是落入因果，它就一定绝对。那只要进入修道，你端坐念实相时时刻刻都回到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那所有罪业没有了，在佛性本体里面没有了，没有福，没有罪，是这样的啦。还有吗？好，请说。刘讲师那个因为太大声了，对，那梦学可能是比较没有接触到经典那其实就可能是第一步接触的经典，对，那所以可能有些其他学姐在讲，有些地方有听不懂，那刘讲在讲，其实大部分听不懂，对，那不过刘讲在讲的时候，我脑袋中就是忽然就浮现了一句话，就是在讲说那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对，那想要问一下刘讲师，就是这句话到底刘讲师怎么解释？这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是那个玄天上帝玄天上帝本来是一个杀猪的，他是一个杀猪的人。然后有一个这个修道人他已经修到公圆狗满，然后这个今天要来接他去成佛，结果这一个要成佛的是一个去踩死蚂蚁，踩死蚂蚁他要走去被那个渡到仙山的那个路途中踩到蚂蚁，他就坐在路边哭我说我要醒讲下去打西高呀那个杀猪的那个玄天上帝刚好猪杀完要回家了然后就问他，你是在伤心什么？他说我踩死蚂蚁。那个玄天上帝说你踩死蚂蚁就这样哭得这么厉害那我每天都杀那么多，那怎么办
所以他就赶快跑到那个要渡那个修道人上仙山的那个海边把他的那个肚子把它剖开，要洗干净结果他一剖开以后，才倒伊倒到那个先天上帝，倒到那个台地的，结果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有听过吗？就是这个啦，所以我们了解说呢，就是你只要呢这个放下那个所有一些那个不好的马上呢就有那个果报呈现，所以鼓励我们现在的人。好，你赶快拿麦克风。刘讲师好，或许要认真就是刚才有讲到那个12部经，然后或许就是从5到12。没有写上，请刘讲师再麻烦讲一下。好，再讲一下因缘比喻，方广受记，本事本生，常行从受，孤其未曾有，无问自说论义。因缘比喻，方广受记，本事本生，常行从受，孤其未曾有，无问自说论义。因为每一次说都一样的顺序啦，所以你听那录音带的话就会反复的可以一字一字写下来。还有2分钟，还有人要问吗？好，请说。刘讲师，你好。请问一下，那个说妄念放下的时候，就会我们的般若心就会显现嘛？那刚才这边又有看见他说，百物不思当令练学即是法。那百物不思跟妄念放下，到底这个差别到底在哪里？好，请坐。对，或许要把这个很详细的收起内容。因为我们要了解说万念放下，我们在万念放下的时候我们那个自己的所有念头虽然没有起心动念，可是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了了分明。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一切没有起心动念的状态之下，对自己的那个内心世界都了了分明，都知道。只是没有起心动念而已，而且要附带的说，不是你万念放下，般若马上有了，那个要一段时间你能够呢万念放下，一念不生，一段时间培养让那一个灵敏度增加让它的宽广度也增加，般若才会产生。那我们回过来讲那个百物不思。百物不思我们就是要了解是要扼杀它，就是要把我们的那个念头不要让它有起念。百物都不思，袂使想，袂使去想这万行的代志拢袂使，万行的物件拢袂使想，全部百物都不思，那会我们的念会绝，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我们不要它了，这样能够分辨得出来吗？就是百物不思的时候我们真心佛性可以生花万念，对不对？可以生花。那我们在修持的过程，这个时候是不要它起心动念，可是我们还保持它可以随时起心动念。我们是不是了了分明？那个百物不思是你把它扼杀，就是不要让它有起心动念。我们那个是修持的修行的里面的法门，就是呢我们万念放下，一念不生，这个时候它很灵敏度很高的，是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呈现的，不是呢百物不思说我们佛性不要了所以有才会讲那个是法符被这个法挡住了，这样懂意思吗？就是它能够生发万念的那个佛性你不要的，它不要不是死掉了吗？
所以那个叫变见，这样了解吗？要般若产生不是说你万年放下一念本身马上产生一段时间你要培养一段时间能够努力在生活之中空闲的时候就万年放下，然后不要生念头，念头不生，这个时候保持让那个我们那个本来面目可以它长大。我们刚发现的时候好像那个婴儿出生不是要如哺3年吗？爱家饲养对不？爱家培养为大汉，伊才家己会行对不？那我们那个佛性出来一样不是说你马上把它启发以后紧走，紧家己去吃饭，他都不会啦。所以要慢慢的启发了以后，要如哺3年，然后伊会晓家己爬、家己行、家己吃，拢会晓。会晓的时阵般若就产生啦，这样懂吗？唔通遐紧食紧拢半碗，先买了般若拢出来遐紧，同一道放还是同一道故？心直言故这边那个不能用同一道故处理生死，十方如来同一道故，那个因为它每一句都有4个字所以那个故它是加上去的十方如来同一道故处理生死皆以慈心。这个呢，在我们下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们那个六祖坛经呢，刚好讲到那个无相颂。无相颂的第一句那个第一句它不是说那个说通嘛然后心通嘛那个说通说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的讲经说法叫做说，然后由这个说，然后我们通了那个心通就是心领悟了，从心领悟它是始于禅宗的我们修禅宗的领悟了心通，所以那个是2个教法，一个呢是如来那个说法49年说通，一个呢就是禅宗的教法心通。那这个这个意思我们留到那个下个礼拜讲说的时候再来说，这样好不好？好，我们下课。我们讲到31页对吗？31页这个第4行，善知识后代呢得无华者，对不对？对，好。将此呢顿教法门以同见呢同行，就是呢后代就是六祖以后，要呢将这个顿教从凡夫地呢直接就到达佛地，这一种顿教法门，在呢同见，就是呢见解都相同，然后呢这个行持修道也相同，同见呢同行，花愿呢受持，如是佛故，就是我们呢愿意来受持这个顿教，就是非常殊胜的成佛的这个方法，我们呢要受持，自己呢本身呢要这个受，然后要持用，好像呢伺候一样，终身呢而不退者，就是呢一生一直到我们一口气不来都不会退，定入圣位，一定呢就可以成就，一定呢进入圣位。然须呢这个传授从上来莫传身父，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是很重要，就是有这个道统这个承接者，有呢领这个天命一代名师才可以这个呢传授。所以我们呢已经呢沾到呢这个上天大开普度也都已经呢有这个得到。那么不得呢逆其正法，不可以把这个正法使众生成佛的方法把它呢藏起来。若不同见同行呢，假如说呢这个见解不同，行持也不一样，
在别法中呢不得传付。所以呢，这个特别交代呢，就是不同见同行的话，他在修别的法门，那就不要呢，传这个顿教，损彼前人啊，究竟无益，那样呢会损害呢到他的修持的前人，这样呢没有利益。那么恐以人啊不觉，这个智慧不够的人啊不了解，谤持法门会毁谤这个顿教。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顿教啊是最上圣，可以呢使我们直接到达佛地，百劫千生断佛种性。所以谤持顿教法门的话呢，这个非常久的时间百劫千生断佛种性都在受苦，都在无间地狱受苦。三之四无有义呢，无相颂，各须诵取。这个六祖呢，要跟这个大家讲这个无相颂，没有形象的歌颂，歌颂没有形象，所以歌颂没有形象是最殊胜。那么在家出家单一此修，不管呢是在家的居士，或是呢出家的那个比丘比丘尼，都可以来修这个法门。若不自修为记无言，亦无有益。假如说呢听了以后不修，只有记得六祖讲的话，那呢也没有办法得到利益。所以呢这个是六祖呢这个讲说这个无相颂。那么听无颂曰这个六祖呢就讲的无相颂开始讲。那么说通即心通。所以这个说通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就是由以说，然后我们通的。所以这个说通的范围非常的宽广。那我们呢就是要了解说，这个说通呢就是修正者的他呢的经验之言，已经修正了到达佛地的，他把呢他的所修持的呢讲出来，我们听了以后呢，能够了解真理，然后通达佛地，就叫呢这个说通。所以呢，我们了解说呢，这个说通都是这个已经呢证悟者他所说的。那我们呢就是要学他们的这个修持方法。所以呢，我们了解说自古以来。在这个凡尘有流传的从老子、孔子、释迦牟尼佛，以及呢耶稣基督，这个三世之佛、十方如来、各大菩萨，像呢这个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地藏王菩萨、大势至菩萨，他们呢所这个流传下来的言说，那么这一些言说呢，在我们凡尘来讲，就是所谓的经典。那么经典所记载的就是古圣贤呢他们的性理心法。那我们从性理心法去说，可以通达佛地，实际的进入真理的领域，那个叫通。所以呢，这个说通六祖的说通呢，就是这个意思啦。有说以后我们都通达了，所以这个说通的范围就非常的宽广，不只有是一个说了。那我们了解说，我们呢现在上天大开普度我们要度化众生。各位同学，度化众生要不要说？说了有没有通没有通就度不来所以要说通，要跟这个所度的人讲，说我们在凡尘所有一切都虚幻不实在，那么在这个虚幻不实在的现象事情之中，我们都把它认为是实在，所以呢就造了很多业，然后受了很多苦。那我们现在因为上天大开普度，
有降下呢真理天道，可以呢让我们超出苦海，可以成仙做佛。所以跟呢我们所度人说就很重要，要让他呢能够很开烈的知道，说我们没有修正，没有成佛之前在凡尘那个都是受苦都是一直在六道轮回，所以我们呢就是要尽我们的那个心力来度化众生。我们周遭亲朋好友全部呢都要把他度上岸，你要跟他讲说凡尘一切都是假，就只有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是真。那要把这个真的要把它呢修正出来，我们就必须要呢这个找名师一指点，就是我们所谓的求道，要求道，要跟他讲说求道跟没有求道那个差别的地方。我们要了解到不管在凡尘我们怎么样的身份地位，怎么样的成就，那么到达我们一口气不来可以说没有多久的时间，全身都硬邦邦的了。那个呢就是我们的灵性没有从正门出去，是走那个走道旁门，从眼睛耳朵鼻子嘴巴从泥丸宫从肚脐全部都是走道旁门。那因为我们是走道旁门，所以没有回到理天，没有回到我们的故家乡，就在六道里面轮回在凡尘受苦。所以我们要跟他讲说呢，只要你肯求道，打开灵性的正门，那绝对不管是有钱没钱，有身份没身份有身份地位跟没身份地位都一样的，有钱没钱的一样的，全部呢都可以一口气不来，身软如美下不腐臭冬不舔丝，都一定有这个正业不然我们看看凡尘最有这个名气名声的呢就是博士。或许在老千身边老千最时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你看凡尘这么多的博士，哪一个博士成佛了就是没有。我们也可以这个关照一下我们这个凡尘哪一位博士成佛？有没有？没有一位博士成佛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追求凡尘这个名利虽然已经很高了到达了博士，可是那个他自己都变成障碍。因为博士的心胸之中他都是高人一等，都有那个不知不觉的骄傲之心那我有讲过我们在凡尘骄傲，就是自重因自己种的都要接受果报的因所以骄傲很大的人往后他会转世候鸟。我们要看的时候要戴望远镜才看得到。那假如说他的骄傲只有一点点，那就是那个小鸟，我们台湾话往切骄切骄，那个骄傲就多了。可是你看都没有办法回到人道博士虽然是很这个时候很趾高气扬，可是下一生就不是了。这样的意思嘛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这个求道不管什么身份地位，有钱没钱全部都一样，一颗灵性可以从正门出去就可以回到理天，好不好好。你看我们沾到这么大的这个福分我们都不知道都修愁眉苦脸的，有没有都很笑脸所以我们在生活中日常生活就是要笑脸迎人，让人觉得很和乐和气
这样的话呢，容易呀，我们可以度他来求道修道，就可以呀，回到理天，这个都是要我们在日常之中呢就去做了，做了以后我们自己得到利益，也可以把利益啊分给别人，所以呢，我们就要跟他讲，说呢，你求道跟不求啊，差别很大，没有求道的话，你看你一口气不来，你就没有路可以走了哦。那我们求得道，努力修的话，研究心理心法，就可以啊，满满都是路啊，看你要往哪里都可以啊。所以一定要把我们生活的佛性啊启发，然后呢培养，让它茁壮长大。这样的话呢，就已经呢跟仙佛没有两样了，可以千百亿化身。这个是我们的目标所以我们要努力。这样能够说通了吗？通了没啊？通了就会度就会度化众人了最紧要的关键点就是在这里。不管你再怎么有钱，当了总统，你没有求道，赶快一口气不来啊，不久就硬邦邦的到地府去报道。只要有求道啊，纵然是流浪汉，他也一样身软如绵，已经回到理天了。他那个不好的遭遇啊，已经呢解脱了。我们呢就是要这个跟人家这样讲，通了，就好，我跟你去，这么好，所以就是要说通了。然后我们从呢这个我们所留存在传承的这一些经典，因为经典所记载就是性理心法。那我们从耳熟能详的一些我们来这个稍微的探讨一下，怎么样来说能够呢让一些他认为他的知识比较高你可以去讲到他的心坎。这样呢，你就容易度他来求道。那我们从呢，那个术士开始，大学，各位先生有念过大学吗？有啊，怎么念？大学之道啊，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三纲领啊，8条目，这个三纲领很重要。大学之道啊，这是学大，人得一啊，叫做大。我们人得到一了，你看那个文字的写法，是不是人得一呀？就是大。所以我们人要学一啊，得到一就是道。知得一，万事毕。你知道一呀，万事啊都毕业了，知道一了吗？知道了。就是道的本体所以我们学大，就要学道的本体。那么在明德，那个明德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上面那两代明就是修了因为我们明德都已经不光明了。所以要把它修得恢复光明，所以再明德，然后呢明德了以后再亲民那有的时候在亲民都一样的，做一个亲民不做救民，救民呢都是我们那个习性在当家，亲民的话我们佛性在当家。各位现在是习性当家呢，佛性当家？真的那都没有造业了嘞，那很理想都不会受苦了恐怕不是吧？都是习性在当家，有没有跟人家计较啊？都没有还有有还说佛性在当家，佛性会跟人家争吗？不会对呀，所以我们习性在当家，不要把习性当成佛性。我们用习性来修道，修不成道的。
哦，一定要用佛心才可以。哦，所以在心明，然后再止于至善。哦，这个至善啊，我们就是要了解善之又善，叫至善。那我们做什么事情呢？都要求取至善，再止于至善。我们知道止了以后，我们呢就可以定静安立者，就整个都出来了。所以我们修持的功夫在8条目。8条目呢，各位记得吗？念念看。对，就是这样。一个呢就是格物，格物致知，然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第一个呢就在格物，那格物就是格此物意，就是我们心中不要有物欲。心中不要有事情耽搁着，要使心清净。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就要把这个格物做得很彻底，格心里面都没有物，心里面都没有事，这样心就清净了。心一清净回到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回来了。这样听得懂吗？会不会格不会，心里面有事有物赶快呢把它清除掉。我们就呢这个追根究底。这个心里面住在什么相？住在形象的话呢，赶快去了解形象的由来。它是中缘际会才形成的，眼际则生，眼散就灭了，形象都变化无常。不要住。形象都变了，我们还住在旧的形象上面，然后造了很多业，划不来的。所以了解说，相是假的。然后事情也是一样因缘际会才有事情因缘消失就没了。所以我们呢，做呢，事来则应，事去则静。怎么处理我们用真理处理，用真理来处理事情就是率性而为，没有造业所以一定要格物。我们心中的物一格了，全部都清净。清净的时候才叫自知。我们的良知良能才真的整个出来。所以我们在凡尘用的心都不是我们良知良能，都不是真正的清净的本性生发的。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先格物。心里面没有事情，没有东西，这样呢清净的时候那个知正知正见就呈现。那么正知正见呢，也就是佛知佛见那个很重要。它呢不会让我们造业，和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这样做。物格了心清净了知就是正确，正知正见。然后有正的知见我们意就很诚意那个意自然很诚。那意很诚的时候心就正。一心正我们所做的事情都符合真理。那心正了，身就修所谓诚以中就行以外。你心里面很诚，外面呢自然呢就能够把那个诚表现出来。所以身呢就修了。你身修了以后家就齐了。所以我们要了解最重要就是身教。在家里的话呢，你这个身教非常标准。那你的太太你的孩子你的先生这一些呢，他一定呢效仿，绝对不会偏所以这个家就齐了。那齐家以后呢就可以治国。那个古时候的国是一个团体，一个团体叫一个国家了。那整个团体呢就可以治理很好。然后呢这个团体治理好了以后就可以平天下，天下太平。所以做呢是在我们那个格物，格此物意最重要的那个根源，我们把它格此物意的根源已经清净了，回到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样呢就成就了。
所以啊，这个大学里面啊就有讲那个曾子说呢，这个十目所视啊，十手所指，其言乎？有没有？有没有练过？那个十目跟十手什么意思？啊，不知道啊。那个十就是我们玄关啦，就是我们佛性啦。所以那个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啊，所视所指，他就讲我们所看的、所去指的，全部呢是宇宙整个虚空的，非常大，所以才有圣其独也，有没有？大学里面啊，有没有圣其独啊？有没有？那个独就是独一无二。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啊，就是独一无二。我们要呢圣其独，这个独一无二的要了解到它一发挥出来非常的广泛。所以我们要这个圣其独。所以呢，我们把那个大学开列的在讲我们佛性的部分呢，把它讲出来，听得懂吗？那我们讲呢，大学中庸，中庸呢，这个中啊，不偏就为中，不异啊就为庸，就是不变啊，不变呢就叫这个庸。中也者啊，天下之大本；庸也者呢，天下之大道。然后我们呢，喜怒哀乐啊，是谓花，谓之中。花而皆众解，谓之和。然后至中和啊，天地未焉，万物啊欲焉，有没有？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这个中庸啊，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啊，就有无上的佛法在，我们都可以进入，只要我们都符合中道，就可以进入这个道体了。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里面，我们可以进入，所以就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呢之谓教，有没有？所以我们了解说，上天给我们的明命光明的这个性命，这个天命之谓性，就是我们的佛性。然后我们能够率着佛性率性之谓道，你能够率性就是道了。那假如说我们已经呢有偏离了，我们呢修道之谓教，修道就是教化了，所以我们了解呢，从中庸里面呢，也给我们这个提示啊，说我们呢还是要回到呢这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回来，因为它里面有33章也是蛮长的，所以呢可以全部看，而且比较。在儒家这个学说比较没有那么这个深入的去研究了，可是呢就知道的把它拿出来讲，这个呢是属于中庸。那么中庸里面它有讲这个成者天之道，成之者人之道。那么在孟子里面它有讲成者天之道，失成者人之道，一个字的差别啦。中庸呢它是讲成之那个之一点一撇一横成之者人之道可是呢在孟子孟子就讲成者天之道一样。那下面那个人之道他用思想的思思成者天之道不同一个字所以我们做学问呢，就是要很详细去知道它的根源这个呢是属于这个中庸的部分。好，我们呢讲这个《论语》论语第一篇学而篇可以有念过吗？第一句念念看。各位知道意思吗？
知不知道意思？它包含蛮好的哈，那个学耳，那个耳哈，就是一穴，那个底下那个是穴，一穴，就是学我们的那个玄关窍，学我们的玄关窍，一穴呀，一穴道吗？那个窍穴道，然后那底下那个就是穴。怎样下？一穴，就是呢学我们呐，那个佛性本体，就学学我们的那个佛性本体，然后呢实习之，时时刻刻要呢这个温习复习，时时刻刻呢都在佛性之中，所以学而实习之。不亦乐乎，很高兴，很快乐，时时刻刻呢都跟自己的佛性在一起。那第二句呢，有朋自远方来，这个有朋就是我们佛性遗失太久了。我们这个好朋友这个佛性自远方来的，不亦乐乎，乐不乐啊？找回我们佛性快不快乐？很快乐所以呢，第二句就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很快乐。那第三句呢，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就是人他呢表现出来就是不理想，我们看了都摇头所以呢，我们说他不知道佛性，所以人不知道佛性。然后而不愠，我们不生气，我们时时刻刻都拿别人的过错来惩罚自己对不对？所以都在检讨别人，伊若唔对，咱就气到要死，有没有啊？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人不知而不愠，你都唔知道佛性他不晓得佛性所以你不要生气。先懂了吗？很棒所以走入心理心法就不一样一样的文字不一样的意思所以人不知而不愠，以后人家再怎么样无理，不管骂不管打都让他，因为他不知道他在造业，说不愠，不亦君子乎？是不是君子所以你看他多好。所以我们了解说第一就给我们讲得很好。那么还有这个早闻道夕死可以，早上得道晚上死掉都可以脱离苦海的，回到离天的，对不对？那个也是我们求道才知道不然你早闻道夕死可以是什么？丢到轮回去了那我们了解呢，这个道也者不可悉以离也，可离就非道矣。这个悉以是很短的时间，所以我们了解呢，说我们这个身体不可以离开佛性，这个佛性离开身体人就死掉了这个是尸体要拿去埋葬，或是拿去火烧掉所以都不可悉以离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呢也都是跟我们讲说我们佛性的这个重要。还有呢这个颜回这个肌肉相单食瓢饮，人呢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我们都有念过嘛，对不对？有没有那个肌肉相就像现在的那一些违章建筑啦青菜安那大大的可以遮风避雨而已啦，时时刻刻人拢要来给它拆掉然后单食瓢饮，就是没得吃连喝也都没得喝单食瓢饮，人不堪其忧，没有人可以忍受他那一种生活。那回也不改其乐，颜回他很快乐。各位贤贤，他快乐在哪里？怎么快乐？对，就是安宁那个道。所以颜回已经把心安住在不生不灭的真理上面
那对凡尘的这一些现象已经不在意了，早死也是死啊，晚死也是死，都是死啊，所以他32岁就死掉了。不过他解脱了啊，不用受苦了啊，流传到现在3000多年，我们自己的祖先名字都不知道。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父母亲这一代，祖父母那一代，曾祖父母啊，能够知道就很少了啊。4代之上，各位田姐知道的举手看看。4代之前的祖先啊，名字还记得。父亲那个曾曾祖父啊是什么名，曾曾祖母是什么名，都还记得。大概就不容易了。那颜回跟我们非亲非故，我们竟然认识他，就表示啊，他的方法值得让我们学习。那他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呢，得一善，浅浅福音，终身福施。得一呀，得到道，他得到道呢，就浅浅福音，然后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我们修到哪一个像他那样？都大辣辣的，对不对？造了业都很高兴，哪有像颜回那么谨慎？怕自己造了业，也要受苦。所以他的那个精神啊，很值得我们去效仿。外面的遭遇啊，这个生活上的这一些物质啊，就适可而止了。有的吃，有的穿，有的住啊，可以遮风避雨就好了。不用追求那么多了，一口气不来都要拱手让人，没有一样是我们可以带得走了。所以不用去累积啊，不用，我们要累积我们的那个德，性命之中的那个善，我们要累积。那累积有形的物质啊，对我们来说是障碍。所以我们从那个颜回的那个过程啊，就可以了解说，真的是不容易啊，没得吃没得穿，还很快乐。他的快乐不是装给我们看的，是真正的从内心产生啊。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从内心的深处啊，可以产生快乐，就是呢，一定是在觉，是在道体之中。我们要追求，整天呢有空闲的时候啊，就赶快，做一做呢，这个放下，一念不生，培养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啊，能够让它呢，这个出生，然后呢茁壮长大。各位培养了没有啊？无一个搞我意思。我们有一个北部的先生来这边呢，就是他在这边念大学，在台南念大学，他也来我们这边研究。他说我竟然修到那么久了，都不知道我们有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来这边听说那个啦，那个跟他母亲讲打手机跟他母亲讲，说好高兴那个我找到了。他的母亲昨天晚上这个念给我听了，我说真的是那样吗？他说是啊，以前叫他研究参加研究班都不要啊，因为难得到这边来听课，所以我了解这个要自己努力呀，虽然修了道很久，自己没有努力去把它这个启发的话，他是还没有出生啦，那还没有出生，要他茁壮长大，那更不可能了，所以我们呢就是要呢让他出生，培养茁壮长大，然后呢不可妙智慧啊就会这个产生了，
有般若妙智慧啊，会认识真理，完成了一切啊假象都看得透彻，所以要努力。那么接着下来就讲孟子，不是我们讲大学中庸伦理嘛现在讲孟子。这个孟子呢我们记得他讲的比较耳熟能详的就是那个天呢将降大任以事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皮肤，然后劳其筋骨，饿其皮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手为，所以动其人性，生益其手不能。那这个文字本身意思就很白了我们呢就稍微了解说孟子呢也是一直希望我们能够增益我们所不能，因为我们都有一个瓶颈，我们很努力努力到有一个瓶颈突破不了，在这个突破不了的时候这个天考人怨就来了那个呢就是要我们增益其所不能，要增加我们能力达不到的，你能够呢经过那个考验一通过以后又有无限宽广的天地所以那个增益其所不能。那里面呢再有一段就是呢这个三境之息间，戒然用之而成路，唯见不用则茅塞之矣。有没有这个有的一直点头有的都讲嘛可能有看过了只是没有把它背下来。那么这个三境之息间这个三就是灵山，我们灵山的道路就是我们佛性的本体，然后我们走的都很熟，你戒然用之而成路，你一直走说古时候的人都很单纯，都很淳朴就是能够呢既然用之而成路。可是我们越到后代以后唯见不用，都不走那个路了，走那个路比较吃亏会被人家欺负所以就走自己聪明的道路，所以就茅塞之矣就被那个杂草丛生整个路都不见了所以这个是非常棒。那么孟子里面呢有在这个记载说，道在耳而求之也，事在义而求之难。人人亲其亲，然后长其长，天下偏。就是呢道就在我们本身很近，可是我们都到外面去求佛求佛都向外去求，不知道呢说向我们自身来求所以求佛要在我们自身求自己的本身呢就是佛了然后呢这个事在易事情本来很容易，可是我们求之难想容易拢看不起都要真困难你才去做所以我们都自找麻烦。所以人人亲其亲，我们每一个人都亲近我们所应该亲近的。我们所应该亲近的是什么我不知道咱来亲近咱自己的性本体很上亲对不？然后长其长，增长我们应该增长就是呢我们呢要行此善，让这个德能够具备的我们有那个德本可以坐在供桌上。所以这样的话亲其亲，长其长，天下平，天下太平了。然后呢孟子又讲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因为我们现在凡尘看的书不是说看经典经典是心理心法，那个不会骗我们的。可是我们凡尘的书不只有是经典而已，很多种类很多，对不对？那我们全部都是相信的话，那孟子说不如无书。无书的话我们会从佛性本体来做那就对了所以在或者想到这边呢，就在讲说那个孔老夫子讲
说弟子啊，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啊，患爱众，而亲仁，然后行有余力，在以学文，有没有？就是我们的应该的本分啊，全部呢都做到了，纲常伦理都没有违背，然后还有余力，再来学，这个文啊，这个文学文章你看那个排在最后面，我们现在把它摆在最前面，所以就颠倒，那么这个呢是事实的部分。那我们呢就讲这个老子，我们也知道老子呢这个留在凡子的有《清净经》啊，有《道德经》，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呢从那个老子所讲的所说的来进入收通。老子讲这个清净，这个清者就是一尘不染，净啊就是一念不生。我们能够一尘不染，凡尘凡尘一尘都不染，然后一念都不生，这样呢就又回到清净佛性本体回来，一尘不染，一念不生，清净经的含义就是要我们达到这个目标，所以那个从经的名称就可以知道了。那道德经呢？这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我们都耳熟能详都很知道。那第一个道就是道的本体，也就是我们不生不灭那个真心佛性。那么第二个那个可道，就是可以说的、可以讲的。那可以讲的就不是常道，它就会变化。可以讲我们人呢就可以很多角度来讲，所以那就不是常道了。那名也是一样名可名就非常名。我们既然讲得出名称那个名称都是暂时用的啦。像我们都有一个名，我们这个名也是这一生要用前一生不是这个名，下一生也不是这个名，对不对？所以那个都是假名啦，非常名，不是常名，是假的，所以我们就了解。教我们呢，老子教我们说，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假，有没有？那个常无跟常有我们就是了解这个常无跟常有就是凡尘的最重要的东西有跟无它是同体，所以老子才会讲说呢，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时出来是有两个名称一个有一个无，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有就是妙有，这个无就是真空，这样的意思吗？了不了解？真空妙有是什么？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你看这个古圣贤所讲的都是在讲性理心法，是属于这个老子部分。那么我们讲那个耶稣基督那个圣经里面不是记载吗？凡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我走的，就可以得到永生，有没有？我们都听过嘛凡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自己的不是买来带的自己的凡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我走，那个我不是耶稣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凡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我走的，就可以得到永生。有没有在讲性理心法？就是教我们这个呢，都是不生不灭那个真心佛性那我们呢，这个要讲到这个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呢，我们了解说呢是佛教的教父。那么他呢流传在我们凡尘呢
这个教法也比较多了，哦，那个大藏经啊记载有100本，那一本呢都非常的大，非常重，有看过吗？有没有？那个100本要10万块，我们买来看不完啊，那一本就够我们看个几年了。所以以前啊，这个书店都不连买，你要买就要一套，目录3本，然后呢，它的本文啊，本经文是100本，所以103本，要把那一些书带回家，要那个发财车来载，或许从台中然后背回去基隆，一本一本背啊。因为一本就很重，然后连买要多，一本多200块，1200，一本1200，然后拿回去看一本就看得眼花缭乱的，不过或许有买14本，没有全部看完，有一些看一看的这个我们人的那个习性都是这样，好啊，这边看。因为它有分嘛，我们有收12分教啊，有没有背下来？因缘比喻方广受记，本事本心常情重诵，夫妻未曾有，无问诸受任意，有没有？无猜恁咧问，唔是咧问讲12必经安那念，我唔是念过来带互恁听，我无一个背起来，很容易记嘛，所以只要你有心把它背下来，有因缘的话呢就看，看它是属于哪个种类，容易了解啊，容易了解我们就容易进入那个状况，所以呢从那个释迦牟尼佛的那个教导，他呢教我们从四念处开始，一直到成就也是四念处，所以要记录涅盘那个阿难问说以后我们要以何为主啊？要多爱的，佛就跟他讲多爱四念处。四念处各位有听过吗？有没有？可能有的有，有的没有了那或许就直接讲这个观身不净观我们身体啊不干净不清净，3点水一个生那个净，然后观受是苦。我们凡尘给我们的所有一切那个受都是苦，然后观心无常，我们没有常心心都一直在变化，然后观法无我，在那个法里面没有我，所以佛呢这个教导弟子修的时候从这个地方入手，因为我们众生都把这个身体当成实在的。也把凡尘的万象也当成是实在的，所以呢，佛教我们呢从四念处来观，我们呢就了解说身体是假的，然后呢我们感受也是虚幻不实在的，我们的心也是变化无常的，在法界之中没有一个身体的我，这样呢就可以不住相，形象全部都不住。然后不住相了以后就可以进入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所以这个四念处在呢修成就的时候它的内容就完全不一样。开始是观身界，可是呢到后来文殊菩萨问最上圣的那个四念处，佛就回答：观身现象犹如虚空。我们身体的性、身体的相，跟虚空一样，犹如虚空，跟那个前面的观身不净完全都不同了。各位浅浅这样听得懂吗？懂不懂意思？就是观我们的身体不管是身体的性，不管身体的相，它都跟虚空一样。所以没有住相，
没有这个身体的我相，已经呢没有我相，这样了解吗？第二句呀，那个观受是苦，那最上乘的修持方法，观受不在内外，不住中间。观受不在内外，不住中间。这样受在哪里？受在哪里？所以已经全部都没有受了。各位浅显，假如说我们能够做到这个程度完成了一切受，我们都不受，一切都是虚幻不实在的，我们都不接受，会造业吗？绝对不会。所以我们对虚幻不实在的形象、虚幻不实在的事情，我们都全盘接受，然后起了很大的分别心，然后处理，就造业了。这样懂意思吗？所以我们要观受，不在内，不在外，不住中间，就是没有受了。我们那个受因没有，我们不造业了。我们就是因为有受，产生喜欢讨厌，就有取舍，就有动作，所以业因就形成了。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呢就是要从真理来了解，说原来呢这个上乘佛法的修持，观受呢不在内外，内也没有受，外也没有受，然后不住中间，中间也没有，全部都没有，我们一切都不受呈现的就是真心佛性，整个一心全部呈现，是不是这样法门？我们要努力努力一切不受。现在还是要受了受不受啊？接受的程度要把它减低呀。本来是很强烈的去接受完成了万象万事，现在50%懂一半，接受一半就好，一半不受。慢慢的减低，40、30、20，10，领了不受了，不受就成就了，那个是第二句。第三句观心，本来呢那个开始修持说观心无常，这个时候观心但有名字，名字现离，心只有名字啦，敢若有名尔，无迄个实在的心。连那个名字的性都离开了，所以没有心了。各位同学，没有心的心是什么心？没有心的心就是佛心就是我们的佛性所以我们有心那个都是妄心，那个都不真。第四句呢，这个观法。本来是呢，观法无我，可是呢，在大乘的里面呢，就是不得善法，不得不善法，这样什么法？不得善法，不得不善法，这样什么法？所以大乘佛法的四念处全部都完全进入我们的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已经没有善法，也没有不善法，没有善恶，没有对待，没有分别，一回到我们本体独一无二的佛性回来了，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呢，释迦牟尼佛这个开始教导弟子的时候是从四念处开始，
然后我们看佛经哦，就是要了解哦里面的含义啊。哦，或许呢，在那个《华首经》里面哈、哦，他有一句话就说：“如来不以世间啊共争，世间以我争。”各位听见什么意思？字面上呢，好像是讲说这个释迦牟尼佛不跟我们凡尘哈、来争啦，可是我们凡尘都要跟他争。哦，字面上好像是这个意思啊。可是它实际的含义哦不是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如来，每一个人呢都有真心佛性啊，我们的真心佛性啊修养非常好，只要呢我们的那个感官啊感觉器官，眼睛、耳朵、鼻子、嘴巴、身体，只要感官呢跟佛性在争呢，佛性一定退位的，它一定打。所以呢，他不以世间共争。这个世啊，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间就是东西那边。所以凡尘哦，都要跟我们佛性争啊，佛性他都不跟这一些现象争，所以他都退位。这样了解意思吗？是不是文字的意思跟实际的含义啊差很大，差别很大，对不对？所以我们从文字啊，实在是看不出它的奥妙。可是呢，我们从它实际里面所讲的那个含义来看的话，那对我们就是要启发我们那个如来出来当家，要不要？不要给眼睛、耳朵、鼻子、嘴巴、身体当家，因为这个感官当家都会造业啦。喜欢看、喜欢听、喜欢闻、喜欢吃、喜欢摸、喜欢想，都没有好事，好事很少啦，都是坏事，都要拉我们到地狱去的。我们受不受影响？影响很大，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启发如来，我们把它请出来当家，让你这个感官啊，休息。你是这个奴才那个婢女，你不要降服占了那个位置，都要指挥啊。所以我们这习性当家已经非常久了，要佛性出来都很不容易。那我们要了解说，一定呢要朝这个方向啊去努力去做，请如来出来当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之前不是有抄很多嘛开始的时候不是讲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生死相续啊，皆有不知常住根心，性净明体，用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人转，对不对？我们从这个说里面呢，我们就了解到说，原来是我们在生活之中用错了，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啊，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了，太久了，都没有开始的时候，无始没有开始，那生死相续啊，就是六道轮回。那为什么六道轮回呢？皆有不知，那个原因啊，就是不知道了，不知道什么。不知道我们有常住，常住的没有离开的真心，不是妄心是真心常住真心，性净明体，我们的佛性很清净，而且体很光明。不知道了，就是不知道这8个字，现在知道了吗？知道常住真心了吗？知道性净明体了吗？你看这无力，你看。所以这个叫做不肯当下承担。本来就是不生不灭真心佛性，就是我们当下你不肯承担肯不肯啊？
哦，要当下承担哦，那个不生不灭的自性佛性，所以我们了解说，哦，原来用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人转六道轮回，就是这样用妄心在六道轮回啦。还要不要用？真的吗？要跟自己讲哦，当你在用妄心的时候哦，说这个心不能用，要用真心哦。它真心是常住的，它没有1秒钟离开，只要我们肯用它呢，它就出来。要用呢常住真心。那么接着呢，第二段就写十方如来同一道出离生死，有没有？有没有？对啊，就抄的啊，够抄的啊，要解说啊，不然抄下来没有解说不了解意思也没用啊所以呢，这个十方如来呢，同一道故出离生死，皆以直心心言直故，如是乃至终始地位中间永无之委屈相。十方的如来不管是呢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叫十方。那十方的如来都是同一道，同一个人同一个方式、一个方法，然后呢出离生死，离开呢这个六道轮回，皆以直心，都是用直心这个我们在生活的时候的第一个呈现的就是直心可是这个直心那个呈现的时间很短，我们很快就加入我们的心意识那个心就变了。所以那个直心我们要掌握，因为直心是从佛性直接生发，从我们的佛性直接生发那个直心，所以就用这个心来修道，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皆以直心，然后心言直故，心也直，言嘴巴也直，讲出来跟心想的都一样没有两样。我们现在凡尘这个最可虑的就是心口不一心里面想的跟嘴巴讲的完全是两回事那是人骗我想一个偌好听的话咧，不知骗你行对不？所以他的心言不相合，心口不一，这个也是造罪他自己在造罪他自己很高兴已经得到偌济拄偌济，唔知讲后边爱害人几百倍几十倍，那个不值得高兴，要很悲伤利息太高了你骗人家这个100万还1000万都还没还完，划不来的所以我不要那个样子，不要造业就很高兴，所以我们吃亏真的就是还债，不要难过。各位吃亏的会觉得难过，还是会觉得高兴？还是难过比较多了那个现实这人之常情一定呢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说培养心口如一。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在凡尘生活最重要的就是保持一个诚，学天地那个诚。因为白天黑夜春夏秋冬那个天地一转的都很诚那个地种种那个卜的生卜种菜龟的生菜龟它也都是很诚，不会你个种卜生菜龟给你吃那我们就学天地诚因为诚我跟我们交往的人他就会信任你讲话呢花言巧语不诚，那人家以后就不跟你交往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人的最基本就是要诚要诚心
所以我们那个心跟言啊，直，如是乃至终始第一位，如是啊就省略掉中间很多，终始第一位，终也就是结果了，始就是开始，中间永无之委屈相，那个我们修道啊都没有弯弯曲曲的，都是是哈很直心的，很这个诚心诚意的来做，这个呢就是讲我们抄的这个第二句，那第三句呢？一切众生从无始来，已知众生从无始来，对不对？那一样的意思啦。行诸色身呢，逐念流转，诚不开悟啊，性境妙常，不循手常，逐诸生灭，由是啊，生生杂染流转，肉气生灭，守于真常，常光现前，根尘世心啊，应时消落，想象为尘，事情为垢，二句远离。则汝华严应时清廉，允和不成无始之觉，对不对？那我们呢来了解它里面的含义。那个已诸众生呢，也就是一切众生的意思啦。从无始以来，这个释迦牟尼佛呢说我们人啊，从什么时候开始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找到它的源头，说没有开始啦，无始以来。诚不开悟就是不曾开悟了，它倒装的倒装句啊，这个诚不开悟，一切众生从无始来，行诸色身，追寻啊，这个色形象跟声音，逐念啊流转，追逐念头，一个呢接一个，逐念呢流转，一直啊追逐念头，诚不开悟啊，性境妙常，跟那个最初第一句讲的那个常住真心呐，性境明体啊是一样的，那个性境妙常，我们呢那个本体啊很妙，又是常住的，性境妙常，不循手常，就是我们不按照我们那个常住真心呐，不循着手常，然后呢追逐啊所有的生灭。逐诸生灭啊，由是啊，生生杂染流转，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呢，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生杂染啊，就是说，不是每一生都当人啊，有时候会到天道，有时候呢会到三恶道，所以一直啊杂染，六道轮回，这个轮转。所以我们要了解都是我们自己找的啦，这个逐念流转就让我们六道轮回，我们假如说能够呢，肉气生灭守于真常，把生灭呢都去掉了，我们守住呢常住真心，肉气生灭守于真常，常光啊就现前，常光啊就是我们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啊，它的那个光明常光啊就现前。这个时候啊，根尘世六根六尘六世啊，根尘世应念消落就没了。当我们常光现前的时候啊，根尘世啊，就消落。然后呢，想象为尘，事情为垢。想啊就是念头，相就是形象。我们的念头跟形象都是尘，灰尘啊，那沙吧。然后呢，事我们的认识啊，跟环境事情为垢污垢，尘垢了，事情为垢，二句远离，想象的远离，事情的远离，则汝华严啊，应时清明，因何不成无始之觉？为什么不会成呢？绝对成的，所以这一句话或许是很欣赏，因为从凡夫从那个以诸众生开始到这个无上知觉为止，一个头一个尾啊，从凡夫开始修到后来就成佛了，所以我们按照那个样子做啊就对了。有印象了吗？会做了吗？
这个广告在讲哦，最高品质哦，就是要静悄悄。那我们还有抄的没讲的吗？哦，一切如来本起因地，皆依言照清净觉相，永断无明，方成佛道。这个呢是圆觉经啊。文殊菩萨呢问释迦牟尼佛说呢，这个因地法行啊，就是我们开始修道的时候啊，要怎么样修？然后这个释迦牟尼佛回答就这样讲，说一切的如来啊，本起因地，就是要从因地开始修了。皆依全部啊，皆呢就是全部的意思，依呢是依照，依赖，圆照清净觉相，圆整个圆融圆满的来普照圆照。清净觉相就是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啦。我们能够呢圆照我们自己呀不生不灭的真性佛性本体，然后永断无明就是不能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就叫无明。我们呢把所有的无明啊全部都去掉，就是呢时时刻刻啊都觉，都是保持啊在觉二六时中。二六时中知道意思吗？二六就是12，二六12啊，一个时辰有2个小时啊，12个时辰呢刚好一天24个小时，所以二六时中，时时刻刻啊保持中道，就是时时刻刻呢都守住啊我们的觉性。所以呢，或者就讲。说呢，我们是把心外放的，就当众生；我们把心收回来的，回光返照的，就当圣贤了。所以各位以后呢，就了解说啊，西北出去也要做众生啊，应该修回来。这样会吗？会不会收心回来？就是我们都不肯我们知道可以收回来，可是都不肯收。讲外口风景好看，你搁甲看一个安尼，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外面的景象都是我们的真心所呈现的。你在看外面景象，就是在看咱的真心啦。可是我们都把外面景象当成是外，是我的真心啦，是心外启发，那个就变外道了。所以呢，我们不要这个心外启发，都是呢。了解说原来呢，所有山河大地啊，都是我的真心所显现，真心显现的啦。所以了解说呢，永断无明的才可以方成佛道，可以成佛，可以成道。还有吗？要抄不够吗？不啊，就这样这样抄的很少啊。各位感觉呢？多还是少？不多不少。好，这个呢就实以这个收通了没啊？收通了没？收通了，我们就要讲底下的那个心通。这个心通，所谓的心通啊。就是领悟我们已经领悟了。那我们了解这个心通啊，我们凡尘所用的心千差万别。那我们要在千差万别的心中，要能够通，那个真的是困难重重啊。所以从凡尘的妄心要了解真理，要进入佛的世界那是没有办法的。所以那个心通我们了解说呢，要领悟真理就是要从真正的体会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开始。
啊，所以呢，这个心通啊，佛啊有教一个方法，叫做教外别传，各位有听过吗？所以我们把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教外别传引用以后呢，我们起了一个名称叫做禅宗。我们从禅宗里面啊，那个修持方法大部分呢就是心通了，所以那个心通啊，就是从禅宗来修持。那么第一次啊，这个出现的时候啊，是在那个《金刚经》，《金刚经》的第一分啊，那个就是教外别传。我们了解呢，各位有没有看过《金刚经》？了解它的意思吗？蛮深的它是般若，就是破相，就是要我们都有那个般若的妙智慧。所以在第一分的时候啊，那个释迦牟尼佛没有讲话了，他没有讲话，所以我们从那个第一分的那个序分啊，就了解说释迦牟尼佛是在用行动，用日常的行为啊来教导弟子，从那一些很平凡的事项之中啊领悟真理。最高的那个佛法就在第一分，所以第一分那个佛他已经成佛了，可是一到时啊，周一持钵，入舍大乘起持，有没有？所以我们了解从那个过程之中，佛不住在佛相，佛没有我相，所以已经把那个我相已经破除掉了。然后呢，这个要所有弟子啊都努力修道，努力修道，可是他一句话也没说，没有法相。然后又呢努力的这个起时了以后，凡至本处呢万时气啊，收衣钵洗足以敷座而坐，就是要入定，就是要离开非法相。所以在第一分的时候啊，我就已经表示无我相、无法相、无非法相，我空了，法空了，非法空了，一空到底啊！一空到底啊，所呈现的，就是我们的不生不灭啊，真心佛性，连那个般若妙智慧都不住，这呈现呢，是最这个殊胜的。所以在第二分的时候啊，这须菩提啊，迫不及待的赶快，请问，我的领悟对不对？他就赶快请问了他的第一句话就讲稀有，那个稀有啊，就是很罕见的稀有。第一分一句话没讲，稀有从哪里来？就是从日常生活的行为来。所以佛已经呢在三护足、三护念，已经呢全部都已经把最上层的佛法就已经呢传承下来，所以那个叫教外别传。那个时候呢60几岁了，那最后要涅槃的时候，不是有拈花示众吗？有没有？他拿一朵花，那个大梵天王送给他的那个花，他就拿那朵花这样给大家看，人听百万啊，莫知所措，大家都不知道在创啥。只有那个大弟子啊，迦叶破颜微笑，有没有？各位就是要了解那一朵花代表完成所有的动向，那一朵花代表完成所有一切动向。那我们谁看到？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看到，所以他才破颜微笑。释迦牟尼佛看到大家是破颜微笑，他就讲话，他说无有正法掩藏。正法就是要成佛的方法，掩藏在眼睛
我们秋都知道哦，就是玄关，正法远长，涅盘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啊，教外别传。这个时候才把那个教外别传那个名称讲出来。说教的里面啊，你找不到了，要在教外、教化之外。所以我们就了解到这个在凡尘啊，教是非常多了，可是所有的教化都是劝众生为善，没有说让你可以成佛了，就只有我们办到一代持领天命，可以来点开我们的玄关窍，可以让我们呢从灵性的正门进出，很殊胜的啦。所以去度人求道一定要讲这个。所以你求道就不怕年后没有路可以走。不然在凡尘不管你追求什么什么名人地位，一口气不来没多久全身都硬邦邦的。那我也看多了啦，我们有时候到只要他不管道拜德，都会身软如棉，对不对？都有见过啦，都是义证。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凡尘对这个他还不很了解，所以我们度化的时候去度人求道就要跟他讲说绝对让你可以返回离天，努力修呢还可以成仙做佛，没有努力修呢还可以当下的缘慧的种子，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呢就从这个教外别传来了解那个心通。那么心通呢，在素质道系有一个徒弟呢叫法龙。法龙呢素质去度他的时候跟他讲说万千法门同归方寸。方寸知道吗？就是我们那个玄关宝地它只有方寸，所以我们在插香烧香在插还是不要离开一寸，不离方寸，就是不离开佛性的意思啦，不离方寸。百千法门同归方寸，恒沙妙德总在心眼。所有我们行持出来的一些德性都是从心眼出来。那法龙呢，他讲一个句语这个很好记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当用恰恰无。记得吗？那个恰恰就是刚好了，记得来吗？很有意思恰恰用心时刚好我们要用心的时候恰恰无心用，刚好没有心可以用。无心恰恰用，没有心我们刚好用。常用恰恰无那个呢，当用恰恰无或是常用恰恰无都可以的那个句语很有意思。所以就讲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真心佛性是无心所以那个或许讲过司空山本净禅师他回答那个皇帝派的那个大臣去采那个长生藤那个呢去拜访那个本净禅师，他说你要问道呢还是要问佛？他说佛跟道有同嘛。他说你要问佛的话，即心即佛；你要问道的话，无心是道，无心是道。所以我们呢就是了解到，无心就是道，无心就是没有妄心就是真心，这样知道吗？知不知道？所以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常用恰恰无，会了吗？很有意思所以这个我们了解这个
禅宗很奥妙。那么接着下来呢，就讲说修道之人不是真，只为从来认是神，无始时来生死本，痴人幻作本来生。再一次，修道之人不是真，不认识真我们修道的人不认识真，都认假都是认假的，不认识真。只为从来认是神。我们日常在用的那个就是是神，都是用那个是神，不是用我们真心无始时来就是非常久的时间一直后来无始时来生死本，生死的根本我们痴人幻作本来生所以这个记对我们也是很有帮助了。还有一点点时间呢，或者在讲讲那个一个百丈山淮海禅师，还有这个西塘智藏禅师，还有那个南泉普愿禅师。普愿禅师呢，他有讲一个的句他说：“满眼本灰色，满耳本灰声。观音在耳根，闻思常触目。会三言本一体，达事本同真。堂堂法界性，无佛亦无人。”所以这个讲的又比较高一点很高超。他讲说，满眼我们眼睛所看出去的本灰色，不是形象；满耳本灰声，耳朵所听的也不是声音。文殊常触目，文殊菩萨，我们时时刻刻眼睛所接触的就是文殊菩萨。观音在耳根，我们听到声音那个就是观世音。然后呢，会三言一体就是法身化身报身这三身本来就是一体。达事本同真，那个事就是妙观察智然后平等净智，成熟多智跟大圆净智会事这个都一样，都是真的。然后堂堂法界性，无佛亦无人，没有佛也没有人法界性全部进入我们那个无一无二的真心佛性本体了。所以我们了解这个禅宗的这个修持方法，它是从形象、从动作来领悟了，让我们这个心能够透。本来后面还要再讲说那个我们看的三佛本来都是一体可是看到只剩下29分了，已经要给各位问又超过1分钟了。好，请说。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去撞到的时候会痛到心里，可是当有那种痛到心里的感觉之后，做学就会有时候会想说，那是我的肉体在痛。只有那种想法了之后，就好像有一道防火墙，就完全心就不痛。那为什么会有那种感觉？对3个礼拜我们才讲那个不痛的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个会痛的是我们的身体身体的觉觉到它痛，觉到它痛，那个是生灭那我们的佛性那个不生不灭，它不会痛所以你已经找到那个不会痛，那个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恭喜。还有吗？好，请说。有人拜广成子和广成子为什么不是一代祖师？还有如何分辨真假？点传师他点到了之后的天命，谢谢。这个要在
大众广场讲哦，有时候不会是很适合啦。不过或许试着说，因为我们了解，在还没有大开普渡之前，那个都是单传独授了。那个时候啊，也是一样，要领有天命他才可以啊，就是来这个受记，把那个程度已经够的那个修持者啊，受记啊，让他成就。那因为在威音王之前，那个时候呢，还没有我们呢这个凡尘啊，还没有这个三佛来这个掌天盘。从三佛掌天盘啊，那个燃灯佛、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这个弥勒古佛掌天盘，这个时候才开始有这个需要受记才可以回天的是一些正常的道路啦。那之前那有一些修持者啊，他们所认为的得道，有时候虽然他自己认为已经得到，可是在真理世界啊，他还没有融成一体啊，还没有真正的到达那个究竟，所以这个到达究竟非常不容易啊。我们要了解说，凡尘的所谓成就啊，那个都是有那个阶梯极限的，还有不了解的地方，还有他没有修到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假如说透彻知道的这个真理以后，就会了解说，要修到究竟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才会有那个最少要有3个阿僧祇劫，那一个劫就有1600多万年，3个阿僧祇劫那真的是非常的久，那个真正的经过这个久时间的修持啊，他真的能够进入那个真理的领域啊，那个很不容易的。那我们呢，因为你第二个问题啊，这个或许是在这边讲不一定你要信因为之前呢老千在世的时候就讲说，自古以来我们那个没有说去登记立案办道的，没有那一种事所以老前人就一直讲说，我们一登记那个就变教化，教化是只有劝善，就不能办道。那所以经过那一个阶层或许是有观察到老前人在私底下也跟或许说了，这个不公开的所以或许在跟人讲都有些点怕怕，就是我们呢这个点燃师跟求道人都要有德啦，要有那个德性所以当你这个办道需要焚化表文，那表文在2仪灯点燃，要放在那个香炉，那这个时候假如说它是一股气往上冲，那个就是三官大帝来接，这个求道有效。假如说表文在2仪灯点燃，你放在香炉，而它呢把它没了，浮在那个香炉，那这个没效。可是老前不公开说，有争议，对我就早就知道有关系。对，已经很多人反映了，很多人反映了，就是说那个表文本身的词它有不同，它有的很轻有的就很重，它很重的它不会挥起来，很轻的它会挥起来。可是各位要了解到，只要三官大帝来接，你再用什么重的词它一样都挥上去。所以在还没有立案之前没有挥不上去的所以或者一讲了以后，信不信也不用搁在心上，
就当做尝试好了。还有吗？哇，不然被摸。学长，你刚刚说有些博士哈，你说他们要是自视太高的话，以后会变得很痛。那你怎么那么笃定说他们会变很痛？你再讲一次，没有听懂你的意思。你刚刚说有些博士啊，博士自视太高，博士读到博士，博士生啊。哦，博士哦，哦，博士怎么样？你说他们要自视太高的话，以后没有办法，就是成道会变成后。那你怎么能笃定说他们会变成后？候鸟，候鸟。哦，这个我们要了解到，或许是从真理的角度来分析啦。为什么？因为念到博士以后，他心中有一种，就是凡人很少可以达到他的位阶，很少可以念到博士啦。所以那一种高人一等的心啊，高人一等，知道吗？要不要用望远镜去看？他已经高人一等了，所以他的心很骄傲了。那个是外在的形象形成他自然的动作，自然就很骄傲。那我们要了解到，骄傲就是五蕴里面你蕴居那个要来受生的理由，那个缘由你已经中了，要不要来？要来还啊，还你的那个骄傲的果报啊。所以越骄傲的人啊，他就变得飞得越高，那个小骄傲就小鸟了，它飞不高。已经发挥出来，我们没有喜欢讨厌，那没有喜欢讨厌我们就没有取舍，没有取舍就不种业因，业因不种我们就不用接受果报。所以已经呢，这个当下都清净了。那只要有空闲，一放下来，你不会放在心上，所以没有缘来瓜葛，所以那一样是万缘放下。只是在那一种状态之下，它是很理想，可是呢，那个时候我们还要应对凡尘事，应对凡尘事的时候还是在缘之中只是那个缘我们没有攀缘。都时时刻刻了缘。还有吗？好，再说。或许还想问一下就是说，一个感觉就是或许在望远当下的时候然后呢，就有一股从心中发出的甜，那种甜是什么？这么快你才多久？那个会呈现就是我们要知道说，从这一些这个修持的过程，我们呢实际的要去做，实际做以后会有实际的效验。那效验快，表示我们以往的心单纯，没有很多的障碍，所以那个会很快。那假如说我们障碍多的话，比较慢，一样会有，都有功效呈现，所以一定要做，我们越做这个业行销越多的话，我们就会欢喜充满。那欢喜充满，每一天的生活就好像在天堂一样，很高兴，那都是好现象不要住相。还有吗？没有的话要讲故事有没有要问你还在问好。后姐再问一个问题，好，就是说极善之人怎么应对极恶之人？好，请说。这个呢，两个极端这个极善跟极恶，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我们佛性出来没有分别啦。然后我们呢遇到凡尘的事情，我们去处理。那处理对众生有利益啊，叫善；处理对众生有害啊，叫恶。所以那个佛性啊，它本来没有善恶啦，是我们处理事情的那个过程啊，它有不同。见解不同，处理就不同。然后呢，善恶的名声啊就不一样。所以我们了解说呢，那极善跟极恶啊，是走两个极端的。要呢，中道。一样他虽然说做得不好，那是他自己本身啊不明理，不明理就是无明啦。那既然是无明的话，我们是要可怜他啦，不要落井下石，不要追杀，所以让他自己改过了。我们就需要这个引恶啊扬善。还有吗？没有的话，或许讲个故事啦，好不好？这个缓和一下，慢慢想。有一个呢，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啊，叫做周礼盘陀伽。周礼盘陀伽啊，他这个以往好几生好几世啊，都在修道，而且知道这个修持法门很多很殊胜，他都吝啬了，不肯告诉这个师兄弟啊，都不肯告诉他们。然后他这一生呢，来的时候啊，他一样努力在修道，可是记性就不好。那个比丘的句语啊，各位知道比丘句语吗？那个身语意业啊不作恶，莫恼世间啊知有情。正念啊观之意见空，无益之苦啊当远离。这个呢是比丘的句语，他们当比丘一定要背要做。所以身语意业啊，这个三业就是只要你身语意业不作恶，绝对没有恶的，很重要的。那凡尘的众生啊，勿恼不要去懊恼，因为他不了解啊，所以知有情，有情就是众生啊。莫恼世间啊知有情，然后正念正确的观念来观察知道，我们欲望欲见是空的。那无益之苦啊要远离，无益的苦我们不要去吃啊，对自己没有利益，对别人也没有利益啊，所以无益之苦啊当远离。这个比丘比丘尼他们都是要背来要做。那么这个周礼盘陀伽啊，他呢很努力的背这个句，前面两句背下来，后面两句忘了，很努力把后面两句背下来，结果前面两句又忘了。他每一次见到师兄弟啊，有500个这一生呢有500个师兄弟姐妹，他就很努力去问他们，拜托你教我那个句怎么念。开始的时候师兄弟还告诉他，因为他都记不来，以后看到他的时候就不敢跟他面碰面，就赶快避开了。这个周礼盘陀伽就很伤心，说我这么想修道都没人搞我搞，所以他就到那个树林底下想要去上吊。结果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就出现了，说你不用上吊，不用自杀，我教你这个修道的方法。你现在这个师兄弟不告诉，那个是因果报业。以往你都不告诉人好的修持法门你都不跟人讲，所以现在你的这500个师兄弟他也不跟你讲怎么样来修，那个句语都不教你。所以这个是因果报应，你不要埋怨。那现在呢，就教你修持的方法，拿一支扫把给他，说这个叫扫把。周礼盘陀伽说，有实在的东西拿在手上，我会记得。然后拿一个笨鸡给他，那个装垃圾的，他说这个我会记得。释迦牟尼佛跟他讲说，你就不用到讲堂去
听讲了，你就把讲堂内外清扫干净就好了。他说好，这个我会做。他很努力一直清扫讲堂内讲堂外都清扫得很干净。那清扫干净我们一天都做这个工作，那个垃圾升得不够快他就没有垃圾可以扫。然后他坐在那边的时候他就想说我这个念头也是垃圾的，也没有用，把它扫掉。然后又来了，念头又来了，也是垃圾，把它扫掉。他从有形的垃圾扫到无形的垃圾，一直扫，一直扫，一直扫，扫到常光显现，已经进入无漏。结果他最早领悟了，所以各位姐姐跟没有关系会扫垃圾就好，会扫的嘛。念头来了垃圾扫掉，念头来了垃圾扫掉，会吗？会不会？很容易容不容易容易你做才会知道说怎么这么不容易，扫不掉的，又来所以要努力扫，来了又扫，来了又扫，只要你支撑的久了，真的无漏常光现前。还有吗？还有10分钟。没有人要问好，你说。你想就是说，只要居那个择善而居他就是邻居别人都是他们做什么事都不是你喜欢的，那你要怎么样心态可以？刚才呢，好，请坐。这个。在这个伦理里面有一个理人篇，理人为美这个责不处人焉得志，有没有念过？所以那个理人，那个理就是居住了，人呢就是仁慈，机智在仁慈，所以那个不是说我们身体的要住在哪里，而是我们的心要住在哪里了。理人，我们的心要住在仁慈，我们的心要住在仁慈，责不处人焉得志。你只要说不选择这个仁慈来安住你的身心，那你怎么有智慧呢？就是没有智慧啦，懂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呢，那个居家当然我们是希望说好邻居好邻居呢大家比较好相处。可是呢我们也要了解说，这个恶邻居既然已经都相处到了，那你也要去去相处。那相处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这个身教来感动他。当然要一段时间不是那么容易可是我们就是要有那一种那个忍辱耐劳的那一种心，度化众生他会被你感动，就会慢慢的变成好邻居了。勉励自己勉强自己去做，这个不容易达到，可是你会做到的因为或许所住的地方以前那个底下时常他们都在打麻将，很嘈杂有时候呢去养那个很大的狗一直叫也是很吵。之后一生孩子孩子整天晚上都在哭了。我说这个真的是拢袂烧声，哭了整个晚上，也都是在欣赏交响乐曲。他现在有清净了。还有吗？没有的话，再讲个故事这个由呢，生理由呢，我们的心理影响到生理。我们都知道呢，这个希特勒是一个纳粹的杀人王。那么他呢要实验
说我们人的的心理啊，会不会影响到生理？他就抓2个战俘啊，就是俘虏，战败被人家抓走了那个战俘，然后呢实验了，一个呢就让他站在旁边看，他把一个人的那个动脉把它割断了以后，血都一直流啊，拿那个桶子来装那个血，然后血一流光了人就死掉了，对不对？然后在旁边那一个人在看那一个人啊，他把那眼睛蒙起来，然后在同一个部位啊，用那个冰刀来割肉会痛，他不会流血，然后用一个桶子然后用那个水滴的声音啊，一样一直滴啊，他一滴血也没有流，经过一段时间冰崩死去了。为什么？就是心理呀，它影响到生理，很厉害啊。所以我们心理很重要这个心啊，正确的那个认识、正知正见啊，很重要。我们呢怎么想？我们呢身体啊都怎么变化？所以身体疾病很多呢，像或许这个样子就是思想太多了，想太多了身体就不健康。不过就是因为想太多了才会瘦，没有想太多你都讲不出来。还有5分钟、4分钟了，还有4分钟，有要问吗？我想请问一下，现在看报纸啊，我打开我就看到有时候就看很多的新闻是，很多人就是车祸死亡、自杀死亡，当然有人是寿终正寝，那这些人都是受因果，有承受因果。奇怪呢，你在问问题，我听不懂你在问什么。我说，我们现在看在报纸上有很多人就是社会新闻，有的是自杀死亡，有的是车祸死掉的。你在讲这个我们要了解到那个叫横死啦，不是寿终正寝，不是正命而死，是夭寿。那个呢，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人在凡尘就是有一些灾难，有一些灾难呢，我们本来是可以避免可以避免掉，可是因为我们疏忽没有小心，所以在那个有灾难的时候我们没办法去避开。那我们修道呢，就是要了解到这个佛性它会事先告诉我们，你有灾难它会事先告诉我们，很奥妙他你叫你为什么，你跟他唔要为倒边，你倒边去就拄到代志那个我们修持了以后佛性呢，他就会跟我们讲这一些事那凡人的话，他没有我们那个佛性出来跟他点话，所以他就会遭遇一些他的命之中的一些灾难。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在我们生活在凡尘有很多的横在我们眼前的一些灾难，都会有，只是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就避开了，有的呢避开就不容易了。那看了我们的那心我们心呢，假如说存着善念因为存善念那个吉神都在我们周遭保护我们。那假如说我们有歹念念头不好，我们周遭呢都是那一些凶神恶煞，他呢在伺候我们，只要有那个一点点的那个不恰当，我们就遭受那个灾劫了，都有这一种这个现象产生了。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横死的是这个样子。那自杀的人呢，他也一样，有一些他自己的脑筋转不过来，就是
认为啊，他没有办法来解决完成这一些困难，他就选择一了百了，结果他不知道说这个没有了了，你还是要去面对。我们到凡尘来就是来还债，你债没有还完，你就想逃避那逃避不了，下一次还是要来还，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因果是定理，一定的道理，我们呢要欢喜心甘愿受，努力的去面对，保持我们要有善心，有善念，那旁边都会有那个吉神来拥护来保护。还有1分钟，有没有人要问1分钟再讲故事来不及。好，请说。请问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都要顾父母、顾亲戚朋友，可是因为我们个人的经验不一样，像我是因为家人被好了，请坐。我知道你意思，因为时间到我回答你的问题。这个叫做你的心不够诚，你要度你的亲戚朋友因为或许在老千身边，老千时常都会这个问前贤去见老千的人，老千就会讲父母亲求到了没啊？兄弟姐妹求到了没啊？老千就讲。他们不求，你跪着也要跪着请他们求。所以老前人很注重，就是我们全家人都修道。那我们那个诚心不够，态度呢不够虔诚，所以呢感动不了父母。父母你的心，你是我从小把你养大的，我你还搞你还会度我。所以他会瞧不起你你从求道以后的表现完全都不一样，可以让他感受到你的改变，他就会觉得说这道好，那我也要去求，你就可以度成了，缺少诚心我们下课。各位讲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大家好。谢占道天师德、老千见道德，以及呢感谢各位先贤节或学讲。那我们呢接着讲这个上个礼拜没有讲完就是六祖的无相咒，说通即心通。各位先贤听得懂吗？那个呢，都是我们以往有研究过一些耳熟能详的经典里面的经法。那我们讲到呢这个心通的部分因为这个时间已经到了，所以就没有把它呢这个讲完。所以呢，我们要呢这个心通就是要领悟。从心呢，能够领悟真理，然后已经通达那个真理的世界，叫做这个心通。那么这个发现呢，心通的部分是无主。本来达摩祖师呢传到我们中国来，是呢楞伽经。有4本，楞伽经，所以我们呢这个适合我们中国人来修。可是呢，到达无子的时候就把那个楞伽经呢搁着，然后呢转收这个金刚经。所以从无子开始就这个金刚经呢，以主要的来。这个让众生能够心通。那或许呢，看这个《金刚经》能够让我们心通呢，就是在第1分那个序分第1分，因为第1分呢所叙述的全部都是
释迦牟尼佛的一些这个日常生活那一种奔波尘劳的一个情形，跟我们众生呢都完全是一样。所以从这一分呢这个无子体会到竟然是教外悲传，就是看了言行动作真理都在里面。所以我们呢了解说金刚经的很好意思就是在细分，完全呢都把整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呈现呢在所有众生的眼前。那我们可以看这第一分1250个人坐着要听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那释迦牟尼佛一句话也没有说了，就周一持钵日舍卫大乘起时。那么以其城中次第7年，还至本处饭食器，收衣钵洗足以敷座而坐。完全呢都是叙述那个行为构成。那我们从这一些行为构成可以来探讨它最上圣的佛理，就是释迦牟尼佛已经成佛了那我们假如说有研究呢妙法莲华经呢释迦牟尼佛本身也讲说他成佛已经很久了，不是至于这个落在呢这个凡尘这个现象这一个时候才成佛的，是早已经成佛了。那这个时候是示现要来带领众生我们佛世界的众生呢都能够修正成佛所以呢从这个开始的时候就到吃饭时吃饭的时候，那么吃饭的时候佛没有要求弟子出去呢这个乞食回来给师父出，没有，他自己本身周一持钵，然后入舍卫大乘乞食。这个呢就是已经在日常生活之中示现平等，众生跟佛都是平等的没有那个分别心所以佛已经呢不住佛相佛已经没有我相。假如说他呢是仗势他已经是佛成佛了，他就不用自己周一持钵呢入舍卫大乘去乞食。所以我们了解那个是示现跟我们众生一样的身份地位，都是呢奔走尘劳，在凡尘劳劳碌碌。那我们就是要回光返照，我们在呢生活之中就有跟佛一样的那一种真理在，没有我相佛已经呢示现无我，没有我相。这个呢就是我们要修到一个最根本，我们有我相就修不成道所以呢要把那个我相泯灭没有我相。然后呢全部金刚经呢都是在破这个形象，就是呢把我破除掉，可是呢不说一个字没有讲一个字，所以没有法相已经呢前面已经呢没有我相。那这边呢他不讲一个字已经示现了就是呢没有法。那既然都没有法，也就不用法持那么没有法持法那个法相也没有修佛已经示现了没有法相。那虽然呢没有法相不讲一句话，可是很努力的他呢从实际的行为之中要众生脱离苦海，所以那个离开呢非法相。非法就是没有法，没有法叫非法他已经离开非法，就是努力在修努力在修又把形象抛掉，这样就符合真理了。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也要学释迦牟尼佛
没有我相，然后没有法相，没有非法相，我空了，法空了，非法空了，这样呢这个三空整个都呈现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在第一分的心分就这么的亲切佛示现成劳，奔波劳碌也就是告诉我们众生要修道，就在日常生活之中，修道没有离开日常生活了，日常生活就是在修道。所以只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不要执着一个身体的我，然后也不要执着有法，然后也离开了那个消极的非法，这样呢一空到底了，我们所呈现跟佛一样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这样听得懂吧？所以是很简单的在平常生活之中就可以做到。然后呢，这个以其成中次第其理，就是因为须菩提是舍贫起富了。他的意思说呢，富有的人家福分已经要用完了，所以要把它接续，让他的福可以继续享受。然后呢，那个大迦叶他相反，他舍富起贫，就是富有的人家他已经福报有了，不用再去给他种福。贫穷的人很可怜要种贫穷人的那个福报。那佛呢曾经这个骂他们说，虽然你们的意很善意善良，可是做法会惹起人家争议。一直呢这个给富舍贫的说你贪那个口腹之欲要好吃，富有的人东西比较多比较好吃。那相反呢这个舍贫舍富起贫人家说你的行为怪异，一定有目的都会惹起人家怀疑的心。所以我们修道人不能让人起怀疑的心，起怀疑因为怀疑就会颠倒想法呢都颠倒了。那我们颠倒以后，想法颠倒就会放逸，放逸了以后就会无明，无明以后就会贪嗔嫉妒，会悭贪嫉妒，就是那个贪的心很坚强，然后又嫉妒别人的成就都是从怀疑来。所以我们呢第一个修道就是要把怀疑去掉。所以或许呢才说留半个小时给各位发问，就是要解除那个怀疑。因为各位都不踊跃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只有留下10分钟。那再不问的话，我们全部都讲课了。不再留时间给各位问。那么次第其理就是一家挨着一家，不管是遇到贫穷或是遇到富有全部呢都要呢去乞食。那乞食不超过7家乞食的时候不超过7家。知道这个意思吗？为什么不超过7家？因为我们眼睛是2个鼻子2口，耳朵2个，嘴巴只有1个，是不是7个？乞就是求我们7孔回来。所以那个乞食的意思就是求我们这个向外放的这个7孔全部都回来。各位先生不要以为说这个7孔是我们的，可以用命令的，他不会听话。你命令他回来，他不回来的。要用求的，哀求他，你回来吧，你回来吧。我们7孔才肯回来。那7孔肯回来，我们做回光返照，功夫就很殊胜。精神外放都当众生我们精神收回来了，就可以成仙做佛。所以在日常生活之中呢，我们就是要学着把精神收回来。
所以在这个起时了以后就还至本处。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每天呢上班或是做生意都是向外去起时啦，都是手心向上，是不是手心向上？这个手心就是向人家拿钱啦手心都向上，所以都是在起时。那我们呢，这个上班下班了，做生意呢告一段落了，都要还至本处，要回来我们原来的地方。那我们现在可以说了，这个学生一放学了也不愿意回家，下班了也不愿意回去做生意一段也是很不甘愿回去所以都没有还至本处，没有，所以我们才流浪在凡尘，才六道轮回。那假如说我们能够还至本处都可以回到根源，往后呢一口气不来，就可以回离天了。那呢还至本处以后就是养生换死气就是要使这个生命能够延续。所以我们这个虽然身体是假的，可是毕竟要借假来修真。我们呢要修正，让它能够成就。所以身体还是要照顾啦，要吃饭。所以呢换死气，气就是已经吃饱了。然后呢收衣钵，这个不收就挂碍，收衣钵以后就没有挂碍。然后洗足矣，这个洗足就是除尘，把凡尘污垢都除掉。我们台湾话讲都洗卡洗手，都是清净我们的身业。然后接着下来呢，就要呼咒而坐。那个呼咒而坐，就是要入定。就是呢，凡尘不关紧要的事我们都把它呢撇开，不要投入了。我们投入呢，就是要在我们的心境方面，所以那个呼咒咒，就是要入定。所以呢，五祖才把那个楞伽经因为楞伽经是对菩萨说很高的法门，这样呢，这个度就不会很宽广，所以改成《金刚经》以后大部分都能够接受，所以就改成了这个《金刚经》。可是呢，佛他没有讲，没有讲说我是在示现，那个示现是我们第三者旁观的人在讲的，这样懂意思吗？是我们看出那个巧妙才说的，所以呢，第二分那个须菩提开口就称赞稀有，稀有就是很难遇到，稀有。所以这个成佛了以后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49年讲经说法，49年都这样示现。那么在讲《金刚经》的时候已经将近70岁，都已经呢那个31岁证道，70岁都已经经过20几年了。那须菩提看了20几年，他竟然都没有看出巧妙，所以佛要传无上大法也传不出来。假如说释迦牟尼佛讲话说弟子们，我叫你们修道，你们怎么都不努力修？所以我们从这个讲话里面就可以了解，我教你们修道，我相已经有了；教你们修道，法相有了。你们都没有努力修非法相有了，这样就不出无上这个大法。最上的大法都没有了，是不是不能讲？没有人看出巧妙，他传得出来吗？传不出来，所以他也是很郁闷，真不准，都传不出来。所以当呢这个须菩提这样一讲，稀有如来善护念之菩萨，善护主之菩萨，然后就问说呢，善男信女发现我们不生活的真心，要怎么样使它住下来？
这个时候啊，佛就很高兴，就称赞，说善哉善哉。刚好呢，正要传，传不出去，你这一问啊就可以传了，这样懂意思吗？所以那个呢，教外传是从《金刚经》就开始。可是呢，佛在涅槃之前，莲花示众才把那个名称啊说出来。莲花示众的时候啊，就是那个大梵天的吧，拿那花给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呢就拿来莲花这样呢给大家看，人天百万，莫知所措了，不知道那些从想，只有大迦叶啊破颜微笑，有没有？或许有讲过一次啊，还记得吗？就是把那一朵花代表我们完成所有的现象，用那一朵花来表现。然后谁看到现象？是不是我们真心佛性？对不对？我们的真心佛性啊，看到现象，所以那个看到现象那一个，就是指人翁，就是我们在完成所要追求的。所以那个大迦叶体会出来的，这么奥妙就是这样。那佛一看到呢，大迦叶一破颜微笑就讲话了，说无有正法隐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这时候啊，才把那个教外别传的名称啊，这个讲出来。这样懂意思吗？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正法，而且这个正法就是掩藏，就是我们那个玄关啊，藏在那里。它呢是呀，涅槃妙心，涅槃就是不生不灭啦，不生不灭的妙心，实相无相，实以实相的，可是它没有形象，实相无相。然后呢，不立文字，没有文字啊，教外别传，所以在教内啊找不到，教内呢就是呢我们这个劝人为善而已啦。所以呢讲到这个教这个教内教外，我们就想到达摩祖师的句啊，各位都会念吗？达摩西来一次无啊，全凭心意啊用功夫。若要此上寻佛法，比肩呢单干洞庭湖，就是将那个洞庭湖的那个湖水啊当成墨水，然后我们来写出一些佛法，然后呢我们呢把所写成的佛法来看来研究啊，都找不到佛法，所以呢全凭心意啊用功夫。所以这个达摩祖师到东方来，他就有意思啊，要让我们都是心通啊，这样懂意思吗？所以那个说通啊，就是所有的经典都叫说了，说性理心法，然后我们从性理心法通了，到达佛地了，那个就成就了，说通了。那心通呢，就是从心领悟了。那从心领悟我们就是要了解一定要从心源，我们心的本源做功夫。所以佛学都有讲说，当我们这个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呢，那个就是心的本源了。这个时候它清清净净非常的清净。所以我们用那个不生不灭的心来修不生不灭的道。这样呢就会成就，就一定会成就。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呢我们这个之前这个有讲那个智贤禅师那个一己忘所知，有没有？记得吗？一己忘所知，更不假修之。动容扬骨路，不动消兰机。次次无踪迹，声色外威仪，知方达道者前言上西。还记得吗？有印象对不对？所以那个智贤禅师就是根气很好，
他的师父呢，那个灵佑和尚，就是要成全他，所以对他讲说，你还没有出胞胎前啊，你讲一句啊，我要记你就是要受记啊，要使你能够成就。结果他就讲不出来，把那个所有学过的全部呢拿出来应对呢，灵佑和尚都说不是。然后呢，智显禅师就请师父说，灵佑和尚说，我说是我的事啊，不关你的事，是要你自己体会，所以他才这个行李打包回去了。他说这个道这么难修，我不修，我要回去吃稀饭就好。在呢一个呢那个国师的那一个地方啊。住下来，然后呢，在除那个杂草的时候啊，那个刀啊，镰刀呢，碰到那个小石头呢，去打到那个枝子，发出一个声音，这样，然后他从这一个声音啊领悟，说原来啊，我们佛性啊，当下都圆满具足啊，所以他就一下忘手知，这一个出声音啊。就忘掉能知啊，以忘掉手知，没有能手了，所以就更不假修持，不用修了，已经到家了。这样你知道意思吗？那底下讲那个第3句啊，动容扬骨路那个就是在教我们心的领悟啦，心通，就是呢，我们容貌会有动作的时候啊。是谁在动作？是不是我们真心佛性呢？在使它能够呢这个极美动眼的那个形象出来，懂意思吗？我们脸部啊有表情啊，那个有表情呢，就是我们佛性在指挥啦。所以那个动容，就是在教我们心的领悟。那我们从这个地方呢，能够领悟啊，就可以进入真理世界，回到我们呢不生不灭的那个自性佛性。所以这边呢就讲那个心通的那个部分。那我们呢上次在讲那个心意识的时候各位的反面是不是修道入手？有没有印象？各位可能都没有带来，有带来吗？有带了就看了没有带来就听。那个呢，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阿难，汝今意令见闻觉知，眼气如来常乐我见，应当先择死生根本，一不生灭，言瞻性一不生灭，言瞻性成，以暂闲其虚妄昧身，无缓圆觉，得圆明觉，无生灭性，为因地心。然后言成果地修正，如成浊水，自以静气静身不动，沙土自成，清水见浅，名为痴浮，刻成烦恼，气迷成水。名为永断，根本无明；名相精诚，一切变现不为烦恼，皆合涅槃，清净妙德。这个呢是在《楞严经》里面佛姐把它摘录出来所以我们修道入手从这个地方入手，就是呢跟阿难讲说，汝今意令见闻觉知就是我们众生呢日常在用的。然后能够演气遥远的契合如来的常乐我见，常乐我见是已经果上四德佛的果位上面四德常乐我见。那么应当先择，应该呢先要选择死生根本，就是生死的根本。各位先生，我们生死的根本是什么？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个根本，我们没有根本就不会生死了。就是因为有根本呢，所以我们才会生生死死。所以呢，要先呢选择死生的根本，
依不生灭，要按照不生灭延展性成，延展性那延展性圆满湛然，我们佛性的原始状态，用延展性成，这个呢，用这个才会成就的然后呢，这个呢，把我们所有的那一些妄想心那一些不实在的把它降服，胡举那个呢，我们呢所有的那个生灭，胡举生灭，然后呢，能够到达这个不生灭，能够呢这个到达不生灭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不生灭来修持，就可以这个严惩果地修正。然后我就做比喻说呢，如乘浊水自以见气，好像呢我们呢去盛一杯呢那一个浊水来，放在那个器具里面，然后呢静身不动，这个静身不动就是功夫了，沙土自沉，那个沙土它就会沉淀，清水就会现前，这个名为师傅已经降服我们的客尘烦恼，客尘烦恼那个客就是住，来来去去的客，然后尘呢就灰尘污垢，客尘烦恼已经呢出服了，然后我们细泥那个泥巴去掉，纯水都是清水，细泥纯水，名为永断根本无明，我们可以把根本无明永远断绝掉了，然后名相呢精诚，一切变现不为烦恼，皆合涅盘清净妙德，这个呢是我们手上那一份呢修道入手，就要呢要用我们的延展性来降服我们的那个生灭性。所以我们了解说呢，启发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很重要，修道呢才会成就了，这个是一定的道理。我们不要说呢这个生灭心可以修成，生灭心修不成的，绝对修不成，一定要不生不灭的心。那生灭心呢跟不生不灭的心，它是一体两面，同体可是两面，我们只有认识生灭那一面，不生不灭我们不认识。而我们现在呢修道就是要把不生不灭那一面彻底的认识，把它启发，启发了以后呢，我们要培养，让它茁壮长大，这样呢我们呢才会真正的进入修道的轨道。所以佛学呢一直都鼓励开始修的时候叫因地心，一定呢要启发不生不灭的真心。我们日常用的呢那个四心是生灭的，不要用那个心来修，那个心修不成道。各位这样听懂吗？可能会有怀疑都很少人讲敢丢，绝对不错的因为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就很亲切都跟我们在一起，只是我们不认识它而已。上个礼拜我们不是有说过吗？如来不与世间共争世间与我争，有没有？还记得意思吗？记不记得？那个如来不是在讲释迦牟尼佛，而是在讲我们每一个人的真心佛性。每一个人都有如来，而我们的如来修养很好，都不跟我们的感觉器官来争前辩。我们感觉器官眼耳鼻舌身意都会跟我们佛性争，所以佛性大部分都失败了，拢争不赢啦。目睭想要看，耳孔想要听，鼻孔想要鼻，嘴想要食，身躯想要摸，意念是爱互黑白修，拢伊家己会做主
家己拢有主张。啊佛性咧甲伊讲啊，迄如来咧甲伊讲，咱的本性不生不灭本性咧甲伊讲，讲啊莫看啦，莫听，莫闻，莫食，莫摸，莫受，拢讲伊袂赢啦。啊，所以咱的本性就退位了，它就隐藏起来，然后准备收拾啊，迄感官所做的迄业，拢都爱甲伊收拾起来，啊，都爱去去接受迄个果报，很委屈呀，很冤枉。什么人造成的？我们自己造成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真理。所以感官他都不负责任啦。一口气不来的时候他拍拍屁股就走人了。佛系要出来收拾善后。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就是要全部都负责任感官要当家也要负责任。可是他负不起，他这个责任负不起，所以就不要叫他当家。这个很重要。这个是呢，我们讲那个修道入手，所以各位都还有资料呢可以看，那个可以深入的。那么接着呢就讲我们上个礼拜有说那个普愿那个禅师所讲的句，那么他有讲一个句叫做若人见幻本来真，是则名为见佛人，圆通华华无生昧，无生无昧是佛身。再说一次，若人，假如说我们人我们人见不真的那个幻，幻想那个幻，若人见幻本来真，幻本来就是真。是则名为见佛人，他已经见佛了，见到幻呢就是真了，他已经见佛了。圆通法华无生昧，凡尘所有的万法都圆都通，不通是我们的视心不通进入真理都通。所以无昧无生是佛身，佛的身没有生昧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佛身，领悟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个就是佛身所以都是一理通彻的。然后呢这个普愿禅师呢又讲说，满眼本灰色，满耳本灰身，文殊常处，观音赛耳根，慧三言一体，达事本同真，堂堂法界性无佛亦无人。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有稍微把这个句有讲，可能时间不多就没有详细这个加以解说。所以我们满眼睛所看的本灰色，它不是形象我们眼睛所看的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满眼本灰色。然后满耳本灰声，我们听到声音的时候那耳朵听到，那也不是声音是听到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才讲说文殊文殊智慧第一常触目。所以我们眼睛所看时时刻刻妙观察智都在满耳呢本灰声，我们耳朵所听到的不是声音，而是呢观音赛耳根。所以我们就能够寻声救苦全部呢都是用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来。那慧三言一体三呢就是我们法身、报身跟化身三个
会山，我们领会啊，这3个身啊，原来就是一体啊，一身的。然后达事啊，这个事啊，就是呢妙观察之，平等性之，成熟咒之啊，跟呢大圆镜之，我们达事到达这个4个，本同真，全部啊都是真心佛性啊，然后堂堂法界性，天堂的那个堂堂的法界性啊，无佛亦无人。全部呢都是我们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呢，我们从这个普愿禅师的这个句语啊，我们把它延伸呢到我们在凡尘所看到的那个三佛一体。三佛一体呀，我们最时常看到呢就是阿弥陀佛，然后上座呢就是观世音菩萨，下座呢就是大势至菩萨，对不对？那个呢，另外三佛一体呀，中间呢就是释迦牟尼佛，然后呢这个上座呢就是文殊菩萨，下座呢就是普贤菩萨，对不对？那么这个三佛一体啊，是在告诉我们，佛法身啊都在我们身上啊。那个佛中间我们先说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那个佛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个上座啊，观世音菩萨就是我们那个般若妙智慧，也就是十以法佛法，然后那个身啊，就是大势至菩萨是十以身，都在我们身上，佛法身所以佛就是我们佛性本体法就是呢我们般若妙智慧，身呢就是我们的行为。我们表现出来的行为就是身，所以那个阿弥陀，阿呢它翻成中文叫做本不生，密就是通塞天地，陀呢就是如如不动的如那个意思，也就是呢我们佛性本体，我们佛性本体就是无量寿，那阿弥陀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我们的佛性是不是无量寿？不生不灭是不是无量寿？所以那个阿弥陀佛就是我们本身那个观世音菩萨上座，观世音菩萨行生救苦，我们行着生来救苦，就是法，就是呢我们要发挥的般若妙智慧，然后生大势至菩萨。就是呢，你知道真理的，要用很大的力士去完成它，大势至，所以那个是我们的行为。那另外呢，那个释迦牟尼佛，释迦就是能忍，仁慈的人，能忍，牟尼就是寂寞，寂如如不动，默就是没有声音，能忍寂寞就是我们法身。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闻思就是法，就是我们的般若妙智慧。所以闻思智慧最高。我们具备有闻思的智慧。然后普贤呢，我们知道就是要知道要实践就是普贤，普贤菩萨。所以三佛也是一体。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外面的三佛为什么它三佛并列？就是告诉我们佛法身，然后就在我们身上，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含义。这个是要我们那个心通心通呢，就是要了解说，全部呢那个形象借相来明理，借着形象了解真理。然后我们呢平常可能也都有这个耳闻说这个一指禅有没有？那个一指禅就是凡所有的人来问道他说呢这个是一指，这个就是道。什么是道？他就是一指。每一个问道呢，他都这样回答啦，知道意思吗？跟那个莲花示众是一样的啦。这个就是动，对不对？代表完成所有一切相。谁看到就是我们佛性看到。所以这个指禅，那个看到的
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啦。所以能够了解到不生不灭的佛性啊，叫做心通，已经心领悟了。所以这个禅宗的传法呢，就是要心领悟。然后呢有一个呢这个和尚他很努力在追求这个道，所以呢到各地方去访道，去追求道。然后呢有一天呢他到一个寺庙找那个主持人然后呢就问他什么是道。那个自厨没有回答他了。结果这一位和尚站了一会儿以后他想说可能是一个智持不会到了，所以他就想转身离开了。当他呢这个转身离开的时候这一个智持就叫说舍利就是修道人那个梵文的那个修道人。然后呢这一个和尚就回头。当他回头的时候那个住持就问是什么，就是为什么你回头？这个就是要他领悟了。当你回应的时候，那个就是道。这样懂意思吗？懂不懂意思？所以这个禅宗的教法，它是有一点就是不在文字语言。全部呢都是在心的领悟啦，所以那个心通就是比较困难一点。可是只要我们有心都通。各位通了没有啊？因为或许在讲的时候，并没有看到说自己讲的那一种这个浅显，没有看到显象。他或许在礼拜一的时候就看或者自己讲的那个 DVD 然后就看到这个后来不是或许那个嘴角都起泡泡嘛，有没有？而且是蛮多的所以或许看了很伤心。因为以我们台湾话来讲，是一种形象的呈现就是讲的内容不实在。我们台湾话都讲讲到嘴看全破了了，有没有？就是这个意思那或许讲的心理经法已经20几年，从来都没有这个现象。所以当或许看到的现象，真的想哭为什么？因为或许是掏心掏肝的，全部呢都是真诚的希望各位都能够修正成佛，没有说讲不实在的话了。可是既然会有这种现呈现，那表示上天在警告后学。所以你不要讲不实，你讲的话不实在，所以嘴角才会冒泡。所以或许一直在反省说有没有不符合这个真理，跟真理呢不相契是不是这种现象？可是一直检视所说的完全都是从经典从真理出来没有说自己去妄想了以后就把它讲，从来没有这个样子。所以或许很警惕因为这个所有的这一些注解经典的这一些圣贤们，他们都讲不能用生灭心来说实相法，不能用生灭心来说实相。所说的完全都是从经典从真理出来没有说自己去
妄想了以后就把它讲，从来没有这样子，所以或许很警惕啊，因为这个所有的这一些注解经典的这一些圣贤们，他们都讲，不能用生灭心来说实相法，不能用生灭心来说实相法。那或许很怕落入用生灭心来说实相法。所以呢，我们就是呢要互相勉励的或者既然有这个相呈现呢，他自己也会警惕所以呢，在这个讲的过程就是呢尽量避免落入那个生灭都讲的都是实相，让我们其实从心底会产生对自己有信心可以成佛。这个说通即心通如露处虚空，好像呢这个太阳处在虚空，所以我们呢说通心通了以后可以说已经全部都了解真理，心都没有黑暗，好像太阳那么光明，然后呢就在虚空之间没有住太阳在虚空之间没有住相。各位想想，太阳有住相吗？那我们就是要像太阳一样，处在虚空不住相，确实存在所以我们呢要知道说，不要有黑暗面，都是光明因为太阳表示我们般若妙智慧发挥到淋漓尽致。所以呢，我们呢好像太阳一样处在虚空很理想的状态。唯传见性法，所以我们呢就是了解到真理了以后，我们呢要告诉人家的要度人求道的，都要传这个见性法能够见到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不要说把他带求道就不管他了，他要怎么走看你去讲。我们以往不是这样吗？有没有引导说你爱怎么做才可以成佛？有没有有没有那样做算度人吗？算不算？这个送佛不是要送到西天吗？我们都不把人送到西天呢，我们自己都不会走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研究心理心法不是不度人，而是用就近的度他，就是要他成佛。那我们自己本身一定要知道怎么成佛，才可以度人才可以使别人也成佛所以我们呢这个要了解说为传这个见性法。然后呢，这个出世破邪宗，这个出世破邪宗这个分成两个角度来说，一个呢就是我们自己本身要出世，就是要离开苦海。那要离开苦海我们一定要破除邪宗就是呢不正，那个邪就是不正，歪了邪了。不正的宗呢，就是我们追求目标那个宗旨，要破除我们心里面那一个正确的念头，我们所有的见解不正确那个我见要把它破除掉
我们破除了我见啊，才可以啊离开苦海，才可以出世。这样知道意思吗？所以我们呢，要离开苦海出世。世间啊，就是凡尘。出世啊，就是已经离开这个凡尘了。所以我们要离开苦海啊，就是出世。那怎么样能够出世呢？就是要破邪宗，把我们那个不正确的那个见解都去掉。那什么样的见解算不正确呢？就是我们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那个见解不正确，那个是因缘际会才有的东西，都会随着外面的景象改变。所以那个不是我们那个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我们把它认为是，这样就叫邪宗。我们破除它，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这个不是说出世破邪宗都要教人修法，别人都唔对我们要教钱要变过来，不是那个样子的那一方面呢，我们已经呢到达佛地了，已经呢可以成就了。然后我们要度化众生，也使他成佛。所以呢，视现在凡尘，这个时候出世又是另外一个角度，就已经视现在凡尘。我们呢都是佛菩萨来示现，我们本身呢都是佛菩萨，所以呢我们要带领所有众生都成佛。那众生呢观念不正确不会成，所以要把这一些呢不正确的观念告诉他们，什么样的观念才正确？各位先生，什么样的观念才正确？没有一个知道什么样的观念才正确？不是有讲过吗？直心，直心就是道场，就是从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生发的那个直心那个就是我们要用那个是正见，正确的知见，也就是佛知佛见。我们用着佛知佛见就可以脱离苦海，这样会的吗？所以我们呢就是要努力来学习这个真理世界它不会变的，万年前万年后都一样，不会变的，经得起考验经不起考验的变来变去那个是世心，是生灭的，我们不追求。我们追求的是不生不灭常住的是如如不动的是佛如来。一定呢要有高超超脱这个苦海的那个心智，我们呢要坚定自己的意念来完成。华即无顿见，迷悟有持己。这个佛法没有那个顿见，顿就是从凡夫地一下子到佛地那个叫顿，很快。渐呢就是渐修，渐渐的修慢慢来，渐渐的修。华没有顿见可是呢我们凡人我们众生呢这个迷跟悟就有差别。我们众生一迷了千山万里隔跟真理隔了千山万里。我们一领悟了就到佛地了，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领悟跟迷昧差别很大。只要我们起心动念就叫迷，因为已经无明了。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时时刻刻都在起心动念所以时时刻刻呢我们都没有用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假如说呢我们用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时时刻刻呢都在觉，保持那个觉，有觉的时候不会起心动念，不会起心动念我们就没有偏离真理的行为。
所有的行为啊，都跟真理相符合，不造业啊，不造业也就不受苦，哦，没有那个苦果，没有果报让我接受。所以解脱哦，一定要自己努力啊，哦，自己了解真理，自己时时刻刻呢回光返照，哦，使自己的心眼啊清清净净。这样的话呢，就跟佛都一样。心佛众生啊，三无差别，没有差别。我们所有差别啊，就是我们迷昧了，所以才起分别心。分别心有了，我们自然落入啊六道轮回。哦，我们把分别心去掉，凡尘所有一切啊，都是我们真心佛性，不用分别，这样呢就回到如如不动的真如本体回来。所以我们呢就要了解说这个迷雾啊，就有慈集。那个慈就是很慢啊，你要领悟真理很慢，那个集就是很快，领悟真理很快。所以各位贤贤，假如说我们自己啊对真理一点认识也没有，而且一点概念也没有，那表示啊我们障碍多。那为什么障碍多？就是没有行善事，好事都不做，没有累积啊，那个善的因缘，所以啊，我们的智慧不开。那我们也要累积，就是行善，帮助众生，努力的去做，然后又不记在脑海。这样的话呢，我们啊，那个啊，智慧会开。然后对真理的那个领悟啊，就会比较快。一领悟真理以后啊，进入真理世界，跟佛就没有两样了。一定呢按照啊这个方向来追求。住相相都是无常变化，很快呢它就变化了。相都已经变了，我们还住在呢旧的形象上面。所以我们就是很愚痴啊，就是不聪明，没有发挥啊我们佛性所具备的那个妙智慧。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我们就是要用，最好呢就像那个释迦牟尼佛在《金刚经》的第1分啊显现那个样子，完全都没有一个我相，我的什么身份地位啊都可以放下。那个都是假的啦，不真。所以呢，我们放下身段了，就可以进入啊真理世界。放不下身段苦了我们自己呀，我自己受苦了。可以想一想，是不是这样？我们自己呀有那个我相在的话，都很骄傲了，免不了的骄傲。所以我们不要培养骄傲，不要培养嫉妒。那个呢都害我们的，都不要有，我们马上知觉啊，马上去掉。所以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都可以做，只要都没有我相了，然后呢，这个修法，我们呢就修最上乘的佛法，就是万念放下，一念都不生，呈现的都是真心佛性，那个法执也没有了，然后努力再修，非法也没有了。这样整天都很想，只要你肯一段时间这样行持啊，般若妙智慧一定产生。那有般若妙智慧啊，我们就可以处理啊，这个事情啊很圆满，轻重缓急啊，都分别得很清楚。直持见性门啊，与人不可稀呀。都只有这个见性的法门，这个愚昧愚痴的人啊，他没有办法，那个稀呀，就是熟悉之道，就是不会知道，愚人呢不会知道。那为什么会变成愚呢？就是迷呀，迷了很久，都不知道呢这个布施帮助众生，都不知道呢自己呀能够努力呀这个行持。自己努力积善，我们呢这个生死得本，
这个本钱呐，那个本得的本钱很够啊，那个工作上呢才做得上去呀，不够本钱呢，做不上去的。收集呀，虽万般，合理呢还归一。我们在说的时候啊，虽然呢有万象有万事，非常多，说的时候啊有万般，可是呢回到真理的时候，合真理的时候还归一呀，归到一，归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归到一，一就是道了，所以知得一呀，万事毕，万事呢这个万业都毕业了。烦恼暗载中呢，常息呀，生慧日。这个烦恼暗载，就是说我们身体呀，我们的身体呢，就是烦恼的暗载，很黑暗的房子啊，这个烦恼的暗载，常常呢需要啊，生吃啊，那个智慧的太阳，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呢，那个智慧就好像太阳一样，可以照破黑暗。所以那个佛呢曾经这个跟那个舍利佛讲，说有1000年的暗示啊，1000年那个很黑暗的房间他说我在这边已经居住有1000年了，所以我不愿意离开。问呢舍利佛，可不可以不离开？可不可以？只要你点灯，它就离开了，对不对？所以只要我们启发般若妙智慧啊，那个烦恼暗载啊，全部都不见了，都没有了，所以呢，我们就是了解到，它不管在怎么久的愚痴啊，那个这个迷昧啊都没关系，只要你一点灯了，般若妙智慧一出来了，那个黑暗都消失了。伊无爱离开嘛，爱离开啦。你火甲点落迄暗就拢走去啊，对不？对不对？所以我们时时刻刻要把心灯都点燃，照亮所有黑暗，让所有黑暗呢都变成光明，拢已经成光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呢，我们的烦恼暗载就在身体里面时时刻刻都要有般若妙智慧，要产生我们的那个般若妙智慧，把那个心灯点亮。会不会点会不会啊？对，会了就好。这个就是转念只要我们一转念，转到正面的善的这个就叫心灯心的灯已经点亮了，黑暗都不见了，自己光明，别人也光明，那个很响。邪来烦恼至，正来烦恼迟，六祖呢就讲说我们那个邪不正的那个心念来的时候烦恼就跟来了，不正的心念来的时候烦恼就跟着来。然后呢，我们正确的念头，是正见、正知、正见，从我们的佛性本体出来的那个正知、正见正来，烦恼就除掉，没有烦恼，所以很理想。我们呢自己本身呢努力。那么邪正既不用，清净自无疑。这个两边邪正呢，我们全部都不用，把它呢这个抛开，邪也消失了，正也消失了，全部都不用了，就回到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所以呢，能够清净。我们先从呢那个心念清净开始，一清净了以后到无余涅槃，没有剩余全部都修光光了。所有烦恼枝叶不见了，已经呢进入无余涅槃。菩提本自性起心即是妄。我们菩提本来就是自性，菩提就是觉啦。我们自性时时刻刻都能够觉，
菩提啊本自性，起心，我们起心动念啊，即是妄。那可见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啊，时时刻刻都在起心动念，我们都不知道它是妄，我以为呢是正确的，所以呢才会让它毫无忌惮的起心动念。那现在知道啊起心啊就是妄，就不要让它起心动念，要起心动念呢马上觉，这样呢我们那个觉时时刻刻都在。所以严照啊清净觉相，这样就可以永断无明啊，方成佛道。静心呢在妄中，但正啊无三障，所以我们呢清净的那个心啊，在妄之中。所以各位贤贤，我们要了解说呢，这个起心动念啊，那个念头啊，是佛性的功能作用，它不是敌人啊。它是佛性的功能作用，差别在我们把功能作用啊当成本体，差在这里啦。那我们只要知道它是功能作用就好了，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个静心呢在妄中，我们呢清净的那个真心啊，就在呢虚幻不实的这一些妄的现象之中。所以才有那个普愿禅师啊，若人见妄本来真，知道这个意思吗？不知道，或者在解说，因为我们修持啊，了解到啊有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就是因为有佛性啊，佛性它这个虚空无相。不拒绝思相发挥，它没有形象，可是所有的相啊，要发挥出来，它都不会支持啊，不会阻挡，所以我们了解所有虚幻这一些相，是不是从佛性生发？对不对？从佛性生发这一些相。甚至连山河大地啊，也是我们佛性生发。那这一些相都是从佛性生发。那我们就是把它认识到，它是佛性生发的，不是外物，是我们的真心里面的东西。所以我们已经认识了若人见幻本来真，本来就是真心佛性。是则名为见佛人，你已经见到佛了，这样懂意思了吗？有没有一点懂的？一点点就好了，不苛求，一点点就好，所以呢，我们呢，只要认识真理，知道呢说真理的世界这么宽广，它虚空没有形象，可是不拒绝所有的形象发挥。所有形象都是因缘际会，缘聚则生啊，缘散就灭。所以万象是从无而来，从无有，从有又归于无，对不对？都是这样自然的构成啊。它呢，佛性不会拒绝，你要呈现现象的时候啊，佛性不会拒绝，不让你呈现。你呈现这个不会长久，只要落入形象，它实以本身就实以生住异灭，一定生灭。所以有相有生一定有灭。所以归到后来又归入佛性本体回来，从佛性本体生发，又归到佛性本体回来。叫做摄用归体，收摄所有功能作用又回到本体。你听有无？一点点啦现在要求一点点就好，等到一点点懂了它就会慢慢扩充了，慢慢了解就会很多很大，这个不容易啦，真理很深色。我们要接近它呢，要有一点恒心毅力。
但正啊无三障。我们只要保守正知正见正确的真理的但正就没有三障。所以这个三障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它是属于烦恼，然后业报烦恼障，然后业障报障。我们只要呢心正了以后就没有了没有烦恼，也没有业，也没有果报。所以只要我们是从佛性本体是发的，那个呢都属于正了以后没有烦恼，然后也没有业障，也没有报障，果报都没有。这样了解吗？世人若修道一切呢尽不妨。我们凡人呢要修道世人呢要修道，不管什么样的行业不管是什么样身份地位叫一切尽不妨。在家也可以，出家也可以做什么行业呢都可以。可是我们要了解到有一些行业会增加我们的业障，那一些行业就不要去做。赚了100块要还1000块的，那划得来吗？一定划不来，对不对？所以凡人很多呢在做出一种职业他赚100块要还1000块，甚至更多了，好像个银行的付息一样复利那个利息借了40万还80万时候竟然还没还清很吓人的嘞到尾规间厝拢叫过那个划不来所以我们了解说在凡人一切都可以修道就是呢不要这个极限呢在一个形象我们有时候修道呢都会极限呢在一个形象比如说这个以往我们说出道这个修道就是要出家出家才是修道在家呢就不算了。那现在呢这个一切尽不妨，不是现在，是在六祖那个时代呢就一样了。常自见己过以道即相当。所以呢这个常呢自己见自己的过错了。那假如说能够常自己见到自己的过错就跟道已经相符合了。那个相当就是相符合的意思我们呢常自见己过，各位有常自见己过吗？我们自己都没有看到自己过错，别人的过错倒是看得很明显，对不对？所以我们都会检讨别人他不会检讨自己啦。所以这个六祖是最摇头的地方呢，就是在这里。那我们假如说呢，回过头来常自见己过不检讨别人，因为呢别人有功德不会分给我们，别人有过错我们也不用去承担，所以别人对与不对跟我们都没有关系啦。不要去检讨别人，这样了解吗？多多少少做一点。色类自有道，各部呢相仿闹。就是色类有形有相的，这个呢就讲到连那个畜生道也在里面的畜生道也是有道的猫狗也是有道的这些呢都有道。不要呢相妨妨碍懊恼。我们把它杀了怎么样？这个弱强死伊袂迄个畜生袂害咱人，咱人会害畜生，对不？咱较强伊就倒霉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吃一要还命该食一命爱害一命，所以才有那个有德操我身，无德呢要还我命。有没有人说我给你杀，我给你吃？有没有？
没有的啦，一定哦，我们都很爱惜生命的啊，所以都要伤害生命的气得不得了，所以我们呢就不要去杀生。所以佛呢，在那个《大乘经经论》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呢，就是一失人生，万劫难复。失掉人的身体呀，万劫恢复不回来，要恢复人的身体呀，恢复不回来。各位先生，那吃一半迄个迄母拉鱼呀，迄内底偌济生命，要还多久？一命还一命啊，要还多久？很久那么小小的千千万万。离道别密道啊，终身不见道。这个离道别密道，就是我们离开自己本身已经离开道了，要你到外面去找道。那终身呢都不会见到道了，所以佛就在我们自身自己本身呢就是佛，要向外面求佛求不到了，所以我们都到外面去拜佛，所以以后呢就要拜自性佛，所以要求自己，自己本身就已经是了，所以不要离道呢别密道，不要离开道再找道。这样呢，终身呢都不会见到的。泼泼呢度一生，这个泼泼就是浪费光阴啦，就是这个所做事都无所谓事无营养的做一大堆呀。我们在凡尘呢，很多那个事都是不需要去做的，很多呢也不要应对的，可是我们呢都投入心神去应对，那个都叫泼泼度一生，一生很快呢就过去了，结果呢都浪费光阴生命都浪费掉了，到头呢还自傲，到头来自己很懊悔，没有这个把不生不灭的佛性修正出来。欲得见真道呢，行正即是道。我们呢要见这个真道，行正的我们的行持行为是属于这个正确的，那这样就已经是了，就已经在道之中。自若无道心这个暗行不见道。假如说自己没有道心，这个最重要就是自己要有道心，要见道心就是人心要死掉。人心不死道心就不生，所以我们要先让人心死掉了，道心就生了。那么人心就是生灭了，道心又不生不灭。自己没有道心的话呢，暗行已经呢在暗中在行走，不见道，没看到路。若真的修道人不见世间过。我们假如说真的在修道的话，不看见世间的过错了，这个很重要。我们呢都没有真的在修道，所以看到世间很多过错。若见他人非自非就是切走。假如说呢，我们看到他人不对，他自己的不对呢，就是已经呢走到旁门了，所以我们呢不要看到呢别人不对，要时时刻刻反省自己。他非我不非，看到他不对呢，我们当一个借鉴，就是不要犯跟他同样的事，这样呢我们就会有进步。我非呢自有过，我不对呢自己有过错，过错呢罪业要自己承担，但知却非心，自己把自己那个不对的心、不正的心把它去掉，知却就是自己去掉，那个非心全部去掉，打此烦恼破，把那个烦恼呢都呢可以打掉了，破除了。生爱呢不关心，常生呢两脚窝，就是喜欢讨厌都不落入我们心坎。
只要我们呢不喜欢讨厌了，就没有取舍，不取舍啊就不造业了。所以我们呢最重要就把这两个真爱，不要讨厌，不要喜欢，没有喜欢讨厌啊，就是平常心，平常心就是道。我们用正确的那个态度啊来应对凡尘的万事万物，这样呢不造业，不受苦，解脱了。所以呢我们呢就这个勉励自己呀，那个真爱不关心，不落入喜欢讨厌。我们假如说呢在这个喜欢讨厌的圈子里面啊很浓厚，我们老得很快了。经过没多久，你会假如听到亲朋好友跟你讲，哎呦你那老在这，那表示你这一段期间那个得失的心真爱的心很浓厚，就会老得很快。那假如说我都过了你没看到你那都没变，表示他这个呢真的可以脱离那个真爱，没有喜欢讨厌那个很理想所以那个修就自己内心知道。那长生呢两条卧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很安然很舒服就是这个平生呢不做亏心事夜半呢不怕鬼敲门，那个就长生呢两条卧。易泥化他人呢知悉有方便，就是呢我们要呢度化他人要呢救度他人，自己一定要有方便法门，就是要认识呢他的根器，要知道呢他需要用什么法来修所以呢那个呢就是要有般若妙智慧，有般若妙智慧的才能够有方便的法门，可以度化众生的使用。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就是要培养我们那个般若妙智慧能够呈现。勿令彼有疑即是呢自性现。假如说你在收通及心通部分一直讲能够收通的，让他呢了解真理了，他没有起怀疑了，那个呢就已经自性显现了。不管是收的人，不管是听的人呢，自性都显现了。那假如说收不通呢，就要再努力，努力收。跟前人去渡人要不要收啊？用手比比的，跟我来安尼，那个要心通心通呢要有根基有根基呢，他才能够心通。所以呢，我们了解呢，这个让对方没有怀疑，没有怀疑已经呢自性显现，说的人听的人自性呢都显现。佛法呢在世间不离呢世间觉，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佛法，就是在我们凡尘，不离开呢这个凡尘要了解说度化众生呢，就是需要这个佛法，它佛法呢就在凡尘。不能自己陡入呢深山修，那个呢修成道的不能成佛菩萨，可以成阿罗汉，可是那个毒了汉佛会骂，那个焦牙败种只有自己好就好，不照顾到别人。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呢，这个佛法呢都是在世间不离开呢这个世间觉，所以我们呢这个求这个正法一定呢在凡尘，就在我们烦恼的身体里面有正确的佛法，就在日常生活之中呢，我们可以把它呢表现出来。只要在生活之中，我们呢不住我相，不住法相，不住非法相，这样呢呈现都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只要我们没有过去心，没有未来心，没有现在心，没有三心就没有四相没有三心四相，又是真心佛性呈现。所以时时刻刻呢都可以让我们的不生不灭真心佛性呈现，不会很困难。
只怕我们没有心去做。最困难就是在这里。没有心去做就没办法。离世呢目的呀，恰如呢求兔角。我们离开凡尘要来的菩提的话呢，就好像呢那个求兔角。这个小白兔它没有脚啦，头有毛，没有脚啦，所以求不回啦。这个兔角没有，再怎么找也找不到。正见啊，明诸事，正确的见解，就是从佛性出来那个正确的见解，就已经呢离开苦海了，所以叫明出世。离开苦海的邪见呢，明世间。那只要说我们的见解不正确呀，就会在凡尘六道轮回啦。所以呢，邪见啊，明世间。我们呢就是要从呢佛性本体发挥出来。那个呢直心，直心呢就是正见。正确的知见啊，就是佛知佛见。那么学正啊，俊达却，菩提性宛然。我们邪正两边啊，都全部呢把它去掉。没有邪也没有正，恢复到一体，全部整体呀，整体圆满湛然的佛性都呈现。那个叫做宛然，菩提性啊宛然，整个呢这个原始状态呢都呈现出来。那么此颂呢是顿教，这个无相颂啊，这个是顿教，马上由凡夫地啊直达如来地，很快的就直达如来。一名大法船，乘着这个大法，这个船呢可以到达清净的彼岸，可以脱离苦海。迷闻呢经累劫，假如说我们迷昧了，没有了解到呢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的稳性啊，这就是冲晒整个宇宙虚空。我们迷昧了这个稳性啊，要经过累劫，就是非常久的时间啊，千生万世啊，非常久，要经过多久还没有办法成佛。悟者啊，刹那间一领悟了，刹那就从凡夫到佛地了，很快。所以我们就是要追求自己要有心追求。假如说呢，这个经典拿来的时候一看眼睛就很酸涩马上都想睡觉，表示说我们业障很重。要怎么样来处理呢？赶快了障，欢喜心甘愿受，不管什么样的景象呈现都欢喜心甘愿受，去处理以后抛开，这样呢很快那个障就了却了。一了障以后你再来看经典，精神很饱满。会不会会不会经典拿来看就想睡觉都还会那还真的是蛮多的障。或许现在时常坐车看到有一些人都很努力那个坐在车上那个车在摇晃，他也一直在看他看什么？看什么？看小说小说比较迷人要看经典哇，那个是没有人那么努力在车上看经典看小说有那个不管是捷运公车高铁台铁很多人都很努力在看，学生也一样很努力在看。那或许一看他的那个诗面那个封面就是小说那么吸引人经典假如说这么吸引人就好了。我们大部分呢都是对经典一看都不懂，不懂我就看不下去了，看不下去就把它合上，
所以我们呢，自己努力，悟的刹那之间，这个要了解要领悟刹那之间那个之前的功夫要够，之前已经呢有行持非常多善，让这个善能够生根，善根又成熟，这样子才能够领悟刹那间，就到佛地了。之前假如说都没有累积没有行善，善也没有生根，善根也没有成熟，你说要悟那真的是很难很困难，不能够领悟所以那个领悟都是有时候都是要有契机那个契机就在我们累积善的那个里面，累积善的时候契机就培养成功了。有契机一有因缘上天会告诉我们答案那个答案来的时候有时候是陌生人的一个动作，有时候是陌生人的一句话，就让我们领悟了那个高兴不得了。那假如说我们都没有培养不可能上天按那个跟你讲，跟你讲，摆在头前你看，你嘛个看无，还看不懂所以要自己培养培养那个契机。那师父曰六祖呢又讲，说经仪大梵事收持顿教，普愿呢法界的众生言下见性成佛所以这个六祖的那个愿望那个愿力就是呢普愿法界我们呢都是法界这个法里面法界的众生全部呢都是法界的众生，言下在言语的底下马上就见性成佛都可以见性成佛。所以这个三教圣人都是从心性修成，见性才能够成没有从事从相事情跟形象不会成，这样了解吧？事情跟形象都是帮助我们了业，跟众生呢结缘结善缘一个是了业，一个是结善缘这样呢我们努力去做，也不是说全部不做了，做我们要了解我们众生在凡尘做才是幸福啦。假如说整天都无所事事那个才是苦恼。有工课做上欢喜啦没有工作做是最烦恼。假如说没有工作做，各位同学不要多久的时间那个忧郁症就会上升所以要找事做这个无事要找事做义工嘛就没有这个收取那个金钱的免费承受，自己高兴呢别人也高兴这样过生活就不一样，不会有忧郁症忧郁症的话很麻烦这个周遭的亲朋好友也会连累在北部呢时常会听到人家在讲手机的时候还讲得很大声，怕旁边的人听不到，我得了忧郁症拜托你啦拜托你来帮帮我自己关在那个牢笼里面都不愿意出来还拉了一大堆人把它塞进去所以我们就是要自己能够了解自己呢，解开自己的问题，不但呢自己解开自己的问题，还要帮助别人解开他的问题这样才是我们在凡尘的价值所在不然要创啥，来凡尘要创啥？老钱时常讲说你到凡尘来生了2个孩子就走了你只有来凡尘做这个事吗？到凡尘来结婚生囝生嘞甲饲了大汉那就回去
这个时为使金啊，以官僚道属啊，闻师所说哦，无不醒悟啊，大家呢都能够反省领悟，一时呢奏礼皆叹善哉，何其岭南呢？有佛出世这边的何其啊，跟那个前面啊。那个五祖传道给六祖的那个何其六祖讲的何其自性啊，完全不一样的意思。那个呢六祖讲那个何其自性本自清净那个是说我们众生为什么向外去求佛啦，本来就记住。那么这边的何其呀，他就讲说想不到那个岭南啊有佛出世啊，所以你看文字是一样的，意思竟然不同有很大的差别。那我们这个般若品啊第二品啊就已经这个讲完了，还讲蛮久的对不对？听详细不详细啊？这个有机缘的话还要反复的听啊。或许问北部的学贤他说大概要反复听个1年有没有耐心啊？有1年啊。不过或许导致因为这个心深深进别内底20-30年啊，现在咧看这拢白化。所以各位都不懂。我说这家现在不懂，这个就是认知的差异啊。只要假如说会得在想，各位假如说像后学一样有那么久的时间呐，30年的领悟，20年的境界，安尼多久啊？50年啊。各位假如说投入50年的时间那不只有或许现在这样的成就了。现在也没成就啊，坏人一个。所以只要投入50年绝对呢绝对让透彻知道佛性呢不生不灭就是这样要这样修才会成，不是不渡人的啦，而是要使他成佛究竟，渡人呢渡到究竟这样才算是很负责任的。渡人很负责任的，各位负不负责任啊？我没人敢回答，讲唔通讲，这么讲落去我这么呢屈指一算拢都有遐济人啊。我一日一日要互因身份唔知要偌久，还没有做这个力就不足啊。所以我们要有那个冲天之志在凡尘一切都是假，就只有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是真。那我们呢就求真跟六祖一样，唯作佛不求一物，因为我们求一物别的东西我们追求别的东西有名有利有财产，一口气不来，全部都不是我的，没有一样东西带得走，那个时候一定后悔一口气不来的时候，要知我嘛莫安呢，要知就想慢，难的就很容易的。好，我们呢这个接着讲，还有10分钟了还要再讲10分钟，才剩下10分钟了。我们讲疑问品第3。有一天呢，这个韦刺史魏师呢大会斋就是呢韦刺史那个省长为呢六子大会斋在一起刺史呢请师升奏，那么同官僚士士交融来拜。同时一些要听讲的人呢一起这个拜六祖。那么问曰：一直闻和尚呢说法实不可思议。这个
都称为这个弟子。所以修道人不怕没有后代啊。为什么？因为我们三炷香一拿起来就会讲弟子某某某，对不对？你坐在上面下面就是你的弟，就是你的子，所以不要怕没有后代。后代很多只要你坐在供桌上，后代很多，弟子某某某。然后呢，闻和尚呢说法，实在呢不可思议啊！就是不能用我们的头脑来思，不能用嘴巴来论议。那么今有少仪啊，业大慈悲特为解说。那么现在呢，有一点点那个不了解、怀疑的地方，那么希望幼子呢能够大慈悲啊，特为解说。解说呢这个怀疑，六祖呢就回答说有疑即问，所以我们有疑就要问，吾当呢为说，那个六祖呢就讲说为你讲。那么韦公曰：和尚所说可不是达摩大师的宗旨乎？就是六祖所讲的就是呢达摩祖师的宗旨，他的那一个去向。要往那个方向目标那个宗旨。六祖呢就回答说是就是祖师的传承，历代祖师传承。那么韦公呢又问说，弟子闻达摩吃饭呢梁武帝梁武帝呢问说，一生呢造事度生，布施呢摄灾，有何功德？所以这个梁武帝呢，他以为他在有形有相的那个现象界之中鼓励人家呢出家，度生呢就是鼓励人家出家呢当僧人，然后呢又当皇帝有钱造了很多寺庙，然后又呢布施摄灾，供养这一些修道人，有何功德？他以为他功德很大。那么达摩祖师就讲说15功德，甲破冷水讲实在都无功德。然后呢，这个韦刺史韦公就讲弟子未达此理愿呢和尚为说。就是呢弟子不知道这个里面的那个真理所在所以希望那个六祖能够讲。所以我们从这一个现象界来了解，他呢那个这个造事度生布施那个呢那个慧灾那个都是有形有相的，那个叫人天的小果，就是天道跟人道的那个福报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呢不能称为功德，是福报是做了以后有福报，所以只要是呢在形象用心那个都是福报。那我们呢假如说要修持在形象也帮助众生，那我们做了以后把它抛开，不要记在脑海，那个就进入性分，就不是享受福报了，就已经是生死得本。在种植我们的那个道德的根本，生死得本，所以最重要就是不记在心上。我们布施的行善的记在心上那个一定有果报，果报就是福报了。那福报一享用完了就没了，那我们都不要记在心上，就是把它抛入虚空。那么这个呢福报就进入性分。在我们佛性的80田中，所以这个是最重要。那我们80田中有这么多的这一个功德所在，我们那个德性就建立了，所以以后就可以坐在供桌上。假如说我们都没有行善帮助人那个供桌上坐不住了，人家一朝拜那个转想了。坐不住了，所以一定要有德，要有实际的那个善，
我们那个工作才做得住。这个呢就是实际的这一个情形。所以呢，这个梁武帝呢跟他讲说15功德啦，然后呢，梁武帝说为什么没有功德？他说这个是人天小国，有肉之因呐，虽有啊，非实。虽然有，它不是实在的。然后梁武帝说，如何是真功德？什么才叫真功德？达摩只是说，对吧？净智妙圆，三点水一个真啊，那个净，清净的净，智慧的智，妙，一个女字边在一个少女啊，妙，圆满的圆，净智妙圆。真正的功德就是净智妙圆，懂意思吗？就是我们啊，有般若妙智慧啊，那个才叫做真正的功德。有般若妙智慧啊，我们可以啊帮助众生成佛，帮助众生成佛啊，那个实际的就是有功德啦，所以净智妙圆，如此的功德。不以事求，不是在凡尘，这个事项上来追求，而是我们的不生不灭真心佛性，就在我们本性中，所以呢，这个梁武帝问啊，达摩祖师呢就讲说如是的功德啊，不以事求。然后呢，这个梁武帝又问啊。如何是圣地的定义啊？圣地，就是呢最上圣的那个那个第一义啊。然后达摩祖师就讲，阔然无圣，阔很广阔，阔然无圣，没有圣凡之分呐，那个是第一义啊。然后梁武帝他想我就是圣上呢。就是皇帝啊，皇帝不是称为圣上吗？竟然你说无圣，不是等于没有啦？没有皇帝啊，你就看我不起啊然后呢，梁武帝说对证者是谁？达摩祖师说不是，不认识啊。对证他得了五蕴啊，他的色受想行识啊，我哪知道这想？了解意思吗？所以达摩祖师说这个根器呀，还差得太远了，所以他就到那个嵩山少林寺啊去面壁9年。各位先生，达摩祖师为什么要面壁？面壁做什么？是在等待有缘人呐，他的无缘呢，无缘的都不行，了解意思吗？所以都是要机缘成熟啦。我们渡人也是一样，也是要机缘成熟就渡得动了。假如说没有机缘那渡不来的啦。我们尽了心，所以我们佛老师也讲啊，说呢自肉有成，乐其事。假如说我们要度化众生，渡来的，我们乐其事。自肉无成，志不凡。渡不来了，我们那个志向不平凡，这样就可以了。好了，剩下10分钟，再不把握的话都要剪掉了这个问题呢，就是讲释迦牟尼佛的时代没有喇叭啦，就是没有我们那个扩音器没有喇叭。那1、2千人要怎么样来听经啊？所以各位先生，这个叫做用我们的头脑来思啦，用我们嘴巴来论议不是进入不可思议。佛的音声释迦牟尼佛的那个讲出来的音声不用喇叭，它可以传到无量无边的佛世界。
所以的穆建连不是有神通嘛，对不对？他有一次啊，就是要这个了解说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的那个声音啊，可以到达多远？他就一直用他的神通一直飞，非常远的远了非常远，到一个佛世界那一个佛世界的人有6、7丈的高。我们不是只有5、6尺嘛咱5尺外对不？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5尺多，对不对？他到那个佛世界竟然是5、6灯啊！然后那个穆建连去到那边才变一尾糖，才剩一尾糖尔然后就掉到那个人的那个身躯啊，然后那一个人想要去打他了，那一个佛主讲的那个佛不要打，那个是娑婆世界啊，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叫做穆建连，你不要打他。还说那这是怎么这么小？一共娑婆世界众生的苦啊很薄，所以显现的形象就是那么小。然后那个佛就问穆建连：你来这要创啥？穆建连说：我要试一试啊，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的音声可以到达多远？他说：你用你的那个意识要来了解佛的境界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我们了解说免用喇叭啦，免，不像我们现在这个人5、6尺呢无喇叭就无声，这样了解吗？所以那个人天百万，这写1、2千个也伤少了，人天百万都听得清清楚楚，甲别个佛世界也都听得清清楚楚，所以那个不可思议好吗？好，我多一个提麦克，陈讲师好。好。能不能请刘讲师简单把6道讲述一下？因为后学曾经在佛教他们里面的录音带，他把王爷马祖归到鬼道里面去，所以想说是不是请刘讲师讲一下？谢谢。把什么归到王爷跟马祖？王爷马祖是因为我们要了解到他那个出发点王爷马祖就是我们所说的7天神仙他是在凡尘有利益众生，然后呢他的福报让他去当那个王爷马祖，也是要帮助众生所以把他归入在鬼道有一点那个归入的人他的眼睛太高，所以6道呢，我们了解就是天道、人道、阿修罗道。释迦牟尼佛有时候把那个阿修罗道，他不归入这个三善道，因为阿修罗他可以所有的都可以到，不管是天道、人道、畜生道、地道、恶鬼道，都有阿修罗。所以佛不讲，只有5道。那我们呢，一般在称呢，就3善道、3恶道了。3善道呢，就是天道、人道跟阿修罗道； 3恶道呢，就是畜生道、地狱道跟恶鬼道。3个善，3个恶。那我们了解我们一般的认知那个阿修罗就是要跟那个欲界第2天，就是忉利天，我们所讲的那个33天那个就是忉利天。那33天是东西南北各8天，中间有一个第4天，皇帝的帝解释的是第4。那个天地呢，就是四体还一，有时候我们称呼它呢叫乔斯甲，乔斯甲跟那个四体还一，它都属于那个33天中间那一天的天主。忉利天呢都以他为主以做主人。
那个阿修罗就是要争这个位置，要争这个位啊，争这个天地啊，那个第四那个位置，会当领导啊，这个忉利天，所以这个时常阿修罗呢就跟那个天地师啊乔斯甲在战斗，乔斯甲呢不会用般若战胜那个阿修罗，大部分的记载都是这个样子。那佛不把阿修罗归入在三三道了，因为他都有，因为他有福报了。阿修罗是有福报，可是没有德，有福啊没有德，所以他才当了这个阿修罗。那呢，我们要了解说在凡尘啊，这个德很重要了，我们培养有福报，那个福报会用完啊，用就没了。那个德啊，可以使你能够常住，所以我们培养德才是重要。这个是十以六道。那我们在讲的那个七天神仙啊，就是这些王爷马祖这个日游神、夜游神啊，这一些啊，他都是在凡尘有利益众生、帮助众生，然后呢去到这个天道以后啊，有一个位阶去讲。这个山神、土地、王爷、妈祖，它都有期限啦。这个比较少的500，比较多呢，它有这个84000年，有那么长。看看它在凡尘的长度啦，是这个样子的。对他人好是一种义务啊，以责任，这个有何功德？这写的人啊，心地好，就是对人好，这个对呢这个他人好呢是一种义务啊，以责任。可是很多人都不认为啦，各位会认为说对别人家好是一种义务跟责任吗？会不会？会不会？会啊，会，那真的才奇怪呢，因为这个不符合真理。不符合真理啊？为什么？因为在真理里面啊，它没有两边。你对别人好，那一定有坏啊。对别人好是责任义务，那对别人坏呢是应该。所以这个不符合真理。我们要了解的，讲出来的就是要符合真理。平常心呢才是道了，平平常常，没有说我对别人好，就是我的义务责任，那你就很骄傲了。那骄傲以后准备天上飞了，还1分钟。要有麦克的才可以好。那后学是才疏学习，但是来上这个心理心法班之后，才知道说自己真的是佛界人那在今天有讲师大讲说我们不能用生灭心来说实相，但是在后学的在度人成全人的经验里面。所以常常用生灭善恶喜怒这样子，都是用一种对待，也是一种，比如说离苦得乐，这也都是一种对待。但是用什么智慧来想？好，请坐，因为时间已经到，所以呢，或许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了解，我们说若以化他人，自悉有方便，有没有？我们刚讲过你要度化他人，你就是要有方便法门。那个方便法门叫做潜移之计，懂不懂意思？潜移之计不可以的，可是你在度化它可以用，这样懂意思吗？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那个都是活泼玲珑。可是呢，我们就是要了解真理的本身，不是不可以把活泼玲珑拉进来当真理。而那个是方法手段，目的就是要他能够进入修道，能够成佛。
是那个样子的。你用什么方法？你可以自己用我的妙智慧，去呈现。你跟他熟识了以后知道他喜欢什么，你就讲他喜欢的，然后度他来了以后，慢慢了解真理，了解真理以后，他就会去掉那一些生灭的。下课。谢谢各位点来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大家好。我写办到天师德、老天天大德，去感谢各位先贤给后学机会学讲。我们在讲之前先向各位说，布的道经要送我们那个 DVD 跟 MP3 已经送过来了。DVD 有100套，从9月26号第一次到11月28号第9次，总共有10篇，有来100套来。那 MP3 就是没有影像，就可以听的，也是一样9次，18个小时，收录在1片里面，有200份。等一下下课的时候各位可以拿。而且可以多拿，要拿给那个亲朋好友也可以。不过的话每部要再送下来。这个无限量要送给大家。谢谢各位北部的浅显。那我们这个讲六祖坛经，我们讲到哪边呢？几页？我们讲到几页？35页。疑问品。35页，前面后面。34页讲完。这个六祖就讲说15功德因为梁武帝以为他说度生出家，出家这个修道，还有盖了很多的寺庙，他以为说功德很大。那达摩只是跟他讲说这个是人天小果，人道天道那个福报不算这个功德所以跟他讲说虽有非实，不是实在的功德。那梁武帝问说什么是实在的功德？他就讲说净智妙圆，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能够去领悟到它，那个才是真正的功德。因为我们领悟到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可以成就成佛，佛了以后可以这个永远都在度化众生。那个才是这个功德，而且又不只有佛世界那个佛世界都可以去，所以我们要努力的修正，这么好的机缘，3天大开普度我们都已经求到了，要好好借着这个时候把它修成。那只要我们肯用心只要有空的时候假如说没有那个DVD 的那个机器放映，可以拿那个 MP3，就是听的啦，没有影像，一直听，反复听。那有 DVD 的可以拿 DVD 回去看，有影像可以从那个影像里面的肢体语言帮助我们领悟有一些都很细腻，可以从肢体语言领悟出来。那么六祖就讲说15功德勿以先圣之言，不要怀疑这个先生讲的话。武帝梁武帝心不正不知这个正法，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正法正知正见这个正确的佛法可以成仙做佛的。造世度生布施摄灾名为求福。我们
这个做一些这一些有形有相的这一些事那个呢是跟众生结缘就是呢求福报就是有福报，不可呢将福变为功德，不能够呢把那个福报讲成呢是功德，功德呢在法身中不在呢修福，所以功德在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之中法身以法为身就是我们那个觉那个觉就是法身。那么师又曰六祖又讲说见性是功，平等是德。只要我们见性的，见到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那个就是功就已经有功了。那我们能够平等人跟人之间平等，然后人跟物平等，物跟物平等，全部都是平等，这样就有德了。所以我们现在的人之所以没有办法建立德性，就是因为心里面分别心很浓厚，没有平等。那只要我们平等了就可以有那个德呈现。那我们要了解说以德服人，那个是心服口服以大道来服人那个口服心不服所以要以德来服人。念念无智常见本性真实的妙用。所以六祖就讲说念念无智。六祖的念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念。念就是不要有阻塞。我们这个念我们都会阻塞。住相住相就是阻塞的。那我们都不住相，因为知道这个所有的相都虚幻不实在，一直无常变化。所以我们不要住在形象。不要住在形象我们的心就自由自在。这个时候念念无智不会这个阻塞。那么常见自性真实的妙用，可以看到我们那个本性那个真实的妙用，就是佛性的功能作用，就是我们生发念头念头这个生发也是我们本性的那个真实妙用功能作用所以我们这个一体会了回光返照体会了以后就可以这个很欢喜充满，能够这个见到自己的本性名为功德。那么以下又讲另外的角度说内心谦下是功，外形以礼是德。就是我们内心能够谦卑，然后能够这个放下这个身段。所以谦下这个很不容易做。我们都会有一种不知不觉的骄傲。就是我相在，我相在就会骄傲。那我们能够这个谦卑，能够低心下气这样就是已经功了。所以我们就是了解，都是我们自己本身做起，内心能够谦下，然后外形以礼，就是诚以中，然后行以外。我们心里面很诚，然后表现在外面就很有那个礼貌。所以内心谦下是功，外形以礼是德。行持出来都跟这个礼相符合，那个就是德了。那么自性建立万法是功，从我们的自性然后建立万法。我们就可以想这个地很脏了，然后我来扫，就是建立一法了。然后看到人需要帮忙，我去帮助他，这个也是建立，从我们自性建立的法。然后有这个小孩子过马路，车子很多，我们牵他过马路，这个也是从自性建立一个法，这样了解吗？所以就在生活之中我们自性可以建立万法，然后看到什么需要整理，什么需要迁徙，我们都动手去做，这个就叫建立万法。
这样懂了吗？并不是说这个经离我们很远就在我们生活之中在生活里面我们自信可以建立万法一定要行持这个善不要做那个负面的。心体离念是德，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心体离念，离开就是呢所有的一切这个念它是包含所有万象，就是我们心里都能够离开念，因为我们有念我们就会有行为动作那我们离开念了以后那些行为动作就已经不会说不知不觉去行持，那我们的行为都在我们的指挥之下，都在佛性的指挥之下来做，没有业。那假如说我们不知不觉自相的然后再去做，那个都有业。那么不离自性是功时时刻刻都不要离开自性，就是时时刻刻呢都保持这个觉性有觉了就不会造业，而且都一直强调只要我们这个保持那个觉绝对呢不会这个做了一些不好的事出来。那么应用无染德，我们呢用佛性呢那个功能作用来应用无染，不要染到呢五颜六色尘垢呢都不要去染上那个就是德功德。若密功德法身呢，但依此做，我们要找我们功德那个法身，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就是功德法身我们呢要找的话，就按照这样做就可以找到，是真功德，这个才叫做真的功德那个造世度生呢，那个是人天小果。若修功德之人心急不轻我们修功德呢，就是心不会轻视别人，不会把别人看轻都会呢尊重。所以我们尊重所有的人就叫供养之佛。我们尊敬所有的众生尊重他，就叫供养之佛。因为众生都是佛，那我们呢在供养供养非常多的佛我们就可以生死得本。只要我们都尊重尊重所有的众生，不管他什么身份地位，不管他什么年龄，我们都尊重。这个呢需要内心做从内心做出来不是一个表面的。那么常行呢普净就是我们行持出来都普遍的我们都自戒这个常行普净，这样呢我们自己就不会骄傲不骄傲就不造业了。我们骄傲就是在酝酿五蕴要落入现象做人。那么心常亲人呢无我不断极致无功心常常呢都轻视别人，这个是我们众生的习惯性都看清别人，看重自己我们的习惯都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呢不要这个常常呢看清别人，要呢尊重所有的这个众生。无我不断就是分别心就是你有他那个分别心很强烈，这样的话呢就没有功。自信呢虚妄不实，极致无德我们这个心里面自己最早我们呢有没有真实的心是呢这个应对的那个表面的那个都不是真的心那个是虚妄所以我们自己假如说虚的话，我们都知道那个虚妄不实就已经呢没有德。为呢无我自大就是把自己看成是最大所以这个是最大的毛病所在。那么常亲一切故为什么会把自己看得很大，自以为是
就是呢，常常呢都看清了也，看重自己呀，外面所有一切都看清了。三之四，念念无间是功，就是我们念念不要使它间断，就是那个觉呀，我们那个觉性要使它间断，这样呢就是功了。所以我们呢一天24个小时回光返照太多没有很长的时间了，所以都是念念有间断，所以功就没有。那我们呢就是努力使自己这个回光返照照到自己的本性它没有间断，这样呢就是功。那么心行平直是德，我们心力行止出来都是平，都是直，直心呢就是道场，那个平平常、平凡、平实平淡，就已经呢跟真理都相应，所以呢就是德。那么自修性是功，我们自己呢修自己的那个佛性是功。那么自修身呢是德，我们自己把身体就是呢很端庄这个人看起来都很舒服的那个呢，就是已经在修德。三之四，功德悉自性内见，所以功德要在自己的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里面见到，不是呢布施供养之所求也，不是呢这个布施供养所能够求得来的。我们呢这个布施供养那个呢是跟众生呢结缘，是以福德与功德别，福德呢跟功德有分别。五谛不识真，梁武帝呢不认识真理，非我子师有过，不是呢达摩子师有过错。那么此时呢又问曰：弟子常见生熟念阿弥陀佛，便生西方。那么请和尚说得生彼火，愿为破疑。这个念的阿弥陀佛，刚我们那个心通的部分有讲，各位都还记得吗？记不记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翻成中文叫做无量寿。那无量寿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我们真心佛性就是无量寿。然后旁边不是有观世音菩萨吗？跟那个大势至菩萨有没有？那个观世音菩萨寻生救苦，就是般若妙智慧大势至菩萨呢，大势至就是要完成我们的愿，我们立的愿要去完成，那个需要大势来做。所以三佛一体我们不是讲过吗？有没有印象？因为很少推广这个了，没有说把三佛融成一体。阿弥陀佛呢就是我们的佛性那个上座观世音菩萨是我们的般若妙智慧，那个下座大势至菩萨是我们的行为所以佛法僧三佛一体是一体的，在我们身上，就在我们身上所以那个讲心通的部分我们有讲过，有没有印象？有印象有听过就有印象所以这边呢次时要再问说呢常见到生熟这个出家人跟在家人念阿弥陀佛，然后呢愿生西方，就是呢要到西方，因为这个西就代表白东方代表青色的西呢代表白，南方呢代表红，北方代表黑，然后中间就是黄色那个黄中通一所以我们呢就是要了解说那个中间那个黄就是信信基中，然后统四端，四端呢就是东西南北兼万善我们要相信
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因为这个性啊，它可以统四端，它可以兼万善。只要我们相信自己的佛性，已经彻底的发挥出来的力量很大，就可以利益众生，不但利益自己而已，还可以利益众生。所以我们一定呢要相信自己。那么西方呢，就是代表白色，所以皈依啊，白皈依到我们本性的原来很纯白。那六祖呢就讲。说史经呢善听，慧能语说，所以我们就了解说，六祖一代祖师啊，在讲他自己的时候啊，他都称呼他自己的名字啊。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时常也会这个不知不觉啊那个误用，比如说这个说啊小姐不能自己讲自己啊。那就是别人称呼的，叫先生也是一样，那就是别人在称呼的，自己不能称呼自己先生，唔捌咧，不知道理，所以不能呢，六祖啊，他就讲，慧主已说，慧能已说，六祖要跟我们讲，他还讲他自己的名字。那么世尊呢，在社会城中啊，说西方，引化经文。引导然后教化，那个经文啊，分明气齿不远，就是讲得很透彻呢，就是离开呢这个地方不远，那个西方啊，到西方就在我们生活之中，离我们生活呢不远。若论呢像说理数，假如说要讲这个形象，要讲它有多远。有108000108000里，有那么远。那么即身中呢12八邪，六祖就讲这个10万呢就是12，8000里啊就是八邪，八正道的反面啊。那个12啊，就是我们身口意，身三道淫，口四。恶口妄言绮语两舌，意啊贪嗔痴，这叫12了。那我们呢加一个不，不杀不盗不淫，这样呢就叫10善。那我们呢行10善呢，就有天道的福分，可以享天道的福了。所以只要行10善就可以出生呢去天道了，可以当呢去天神仙。那我们欠人家也自己行，欠人家也行，也做10善，那就有转人圣王。转人圣王，我们这个名称啊比较少用就是4大部洲的一个统治者。那我们是南赡部洲一州啦。各位贤，南赡部洲现在谁在统治啊？谁在统治1/4呀，不是转人圣王，转人圣王呢，他是管理4大部洲。那我们现在就是了解说我们南赡部洲啊，这个1/4，那管理我们这个南赡部洲是谁啊？存疑呀，留着不要有答案。身中的12八邪啊，便是说缘，说缘啊为其下根，说尽啊为其上智，就是有般若妙智慧啊，就是很近。说很远呢，就是根基啊，就是他累生累世都没有修，他不累积这个善，不行善，所以变成下根。那么人呢有2种，华无2般。人呢有智，然后有语，有功的有巧的，2般，有2种。那华呢都是一样的，迷悟啊有疏，疏呢就是不一样，就是迷悟啊不一样。有的迷，有的领悟了，悟了呢就可以到家，迷了呢就在呢流浪六道。
见呢有迟举，那个迟就是很慢，急就是很快，这个见呢见解有的很慢，有的很快。迷人念佛啊，求生于彼。说迷昧的人啊，念佛念阿弥陀佛，要求生呢在西方。那么悟人呢，自净其心啊。所以我们领悟的人啊，自己啊精进自己的心啊，就已经呢在西方极乐世界了。这样了解吗？我们心一静了我们就在极乐世界，在西方极乐世界，因为本身呢就是阿弥陀佛。所以我们都是已经阿弥陀佛了，不能做那个凡人做的事，都要做我做的事，会吗？会不会做？会了佛言随其心净即佛土净。我们的心一清了，我们的佛土就已经是清净了，已经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史今呢，东方人六祖讲的为次时是东方人，但心净即无罪。只要我们心净了，都没有罪。那么虽西方人呢，心不净亦有愆，那个愆就是有罪的意思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果？西方的人假如说他造罪的话，那要求生到哪里去所以凡愚不了自性我们凡人愚昧，然后不了解自己的不生不灭的佛性，不是身中的净土，不认识我们身中有净土。厌东厌西所以呢厌东厌西都是迷昧的。那么悟人在处一般，这个领悟的人在处就是地方所在不管在什么地方所在都一样不是厌东厌西的不要因为呢什么地方所在都是清净，什么地方所在都是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在处一般。所以佛言随所住次呢恒安乐，不管我们是在什么地方所在都是永恒的安乐所以了解到只要心静了，全部呢都可以在很理想的那个极乐世界。那么史今心地但无不善没有不好的。西方呢弃此不遥西方呢离这个地方不很遥远。若怀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难到我们呢只要心没有那个不善，没有负面的，那我们就可以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已经在了。那假如说呢有不善之心我们有生那个不好的负面的那个心，念佛往生难到念佛要往生念阿弥陀佛要往生的西方极乐世界很难到。所以我们现在呢那个一归空以后我们写那个白布条都写引，就是引，是把它引嘛，接引西方嘛，对不对？假如说他在凡尘都不做好事，一口气不来就接引西方，可不可以？按照单系的话今呢劝善之事，先持12，即行10万。我们把12那个杀盗淫恶口妄言欺语两舌贪嗔痴这个12先把它除掉，就已经行10万里了。后除8邪，把那个8正道的8邪又除掉，乃够8000已经又经过8000里了。念念的尽性，常行平直时时刻刻呢都见到我们不生不灭的真性佛性，就是呢回光返照我们把注意力呢收回来，
都照见了自己本性，这样就已经非常理想的状态。那在行持的时候又是平等，又是直心。那么道如弹指，那个弹指就是刹那之间各位会弹指吗？比比看。对了，就是这样，这样叫弹指很快，一下就到了。遍睹密陀就已经睹就是看见了，就已经看见密陀了。所以我们看见自己不生不灭真心佛性就是看见密陀看见阿弥陀佛。此今但行十善，何须更愿往生只要行十善就可以了。不断十恶之心何佛即来迎请。假如说不断那个十恶的心，那哪一位佛会来请就是没有。若悟无生顿法领悟无生无灭的那个顿法，就是从凡夫地马上到佛地了，叫顿法。见西方只在刹那很快就见到了。那么不悟念佛求生路遥如何得达？路途很遥远不会到的所以我们只要这个自己领悟了就已经在西方极乐世界。慧能以知人于西方如刹那间目前便见各位见否？这个六祖跟大家讲说要把西方移到这个眼前来，各位愿不愿意见？那众皆顶礼云若此自见何须更愿往生？这个地方可以看见，那当然最理想了不要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愿和尚慈悲变现西方，把西方移到眼前来普令得见，让大家都能够看见。那么六祖就讲说，大众世人自色身是尘，我们这个身体肉身就是尘，眼耳鼻舌是门眼睛耳朵鼻子舌头嘴巴是门。外有五门，内有一门意那个一门。那么心是地，性是王我们的心就是地所以我们了解心地是地，心地好不好决定我们的一生。那么性是王我们的性这个王各位浅显，不是说当一个统治者啦，而是说这个一贯三，一贯三界，叫做王一贯三界，了解意思吗？那个三横就是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然后一那个一就是道，一贯三界就是王，这样知道吗？不是在讲国王不是在讲那个王，而是说道贯穿三界我们这个性就是贯穿三界，这样了解吗？所以性是王，就是性贯穿三界，我们的性全部包含三界，不管欲界、色界、无色界，全部都包含。所以性就是王贯那个一就是道，知得一万事毕，有没有听过？我们知道这个一万事万这个万象都毕业了，知道这个道万象万事都在道之中所以你全部都知道了，叫做万事毕所以已经可以知道怎么处理了。王居心地上我们这个性都居在心地上面，性在王在性去王无，性在身心存性在的时候我们身心都存，性气身心坏，这个性气的时候我们这个身心就坏了所以一口气不来那个就性气了，然后身心坏掉了，烂了
很快就腐烂了。那么佛像呢，性中作，这个佛，我们要求佛啊，就是要我们性中来做，努力的从性中来做就可以啊，成佛。莫向啊身外求，所以求佛呢，要向我们性分之中来求，不向身外。自性迷啊，即是众生。我们自性迷昧了，就是众生；自性觉了，即是佛。所以啊，很容易啊，很简单。只要我们觉，念念无间觉，就是佛了。这样知道吗？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啊，都可以当佛了。时时刻刻呢，都可以成佛。只要我们呢，自己呀，回光返照，不要呢不觉。不觉就是无明啦，无明就造业，造业就受苦，就呢轮回六道。那我们呢，只要回光返照，照见自己的本性啊，时时刻刻啊，都是佛。慈悲呢，即是观音。我们慈悲，慈就是以乐，给人家快乐啊，叫做慈。悲就是把苦，把众生的苦啊，把它拿掉，也叫做悲。所以慈悲，我们性分之中啊都有，慈悲喜舍数量心，性分之中全部都具备，所以我们要把它发挥。所以慈悲啊，就是观音，观世间的因生啊，行生救苦，所以观音。喜舍呢，名为世智，我们很喜欢，不嫉妒。各位贤贤，我们的嫉妒啊。那个啊，很内心深处的嫉妒啊，很深、很多、很大。各位有没有嫉妒心啊？看见了吗？最糟糕就是都没看见，都不知道自己骄傲。我们有没有羡慕过别人？羡慕的背后是什么？对，就是嫉妒了。所以当我们在羡慕的时候啊，那个内心深处啊，就已经在嫉妒，看不见的，很厉害哦。所以或许在斗南离我们这边不远那个斗南有一个前贤他讲得很坦白，他说只要比我漂亮，我就嫉妒。因为本身也长得很漂亮，当护士长得也很漂亮，说只要比她漂亮，他就嫉妒。我说有这么厉害吗？他说你不知道啊，那个大家都不讲出来而已啊。大家都不讲出来而已，都有都嫉妒。所以或许才了解说，原来这嫉妒这么厉害，看不见了在内心深处的，所以我们把它转变，随喜呀，功德是无边，随喜看到别人好，我们随着他的那个遭遇啊喜欢，就好像我们自己本身的遭遇一样，很不容易这真的很不容易做了，别人有才能，就好像我们有。别人有钱了，有社会地位了，就好像我们有，那样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做，所以要随喜，我才会讲说随喜的功德是无边，要随喜，不要嫉妒。然后舍，喜舍那个舍啊，就是谦贪啊，什么都可以舍布施，所以我们学佛啊，就学这个字就好，舍。舍就是什么都可以不要了，各位贤贤，我们人生在世啊，可以说什么都带不走的，可以什么都舍，什么都布施，把我相也布施了，把法相也布施了把钱财也布施了，把能力也布施了，都利益众生，成不成就？是不是很高兴？所以我们把这一个字我们人生大概最重要就是只有字舍，我们要跟人家字的时候啊，你就马上脑海里面马上浮现舍，
舍掉，这样的话就不争了啦。好啦，导游底下叫你问规个拢胖去嘛，无要紧。这样，你看心都宽广，对不对？这样的话，人生就过得非常欢喜高兴的，就在天堂了。所以舍，从头到尾啊，我们修佛呢，从头到尾都是舍，都是布施。我相舍掉了，快乐舍掉了，痛苦也舍掉了，都全部舍了。我们都是不舍，才烦恼很多啊。都是不舍。一舍了以后烦恼也没有，连烦恼也舍掉了啦，也把它舍掉了。所以呢，喜舍名为事智，大事来做了，大事的来做这个喜舍，能见呢即这个释迦释迦牟尼佛就是能见，能够亲近自己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能见那个释迦呢就是能忍，仁慈的忍摩尼就是寂寞，寂就是如不动，默呢就是静默所以能够呢这个仁慈又呢如如不动又进入那个利益众生的阶段没有言说的真正的利益众生呢，那个默拢无讲话啦认真的做众生看。平直即是呢弥陀，我们能够平等，能够直心就是阿弥陀佛。所以那个那个时候我们讲心通，不是说就是本不生嘛，密就是充塞天理，陀就是如如不动，对不对？都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它的功能它的状态就是这个样子。那么人我是息密，就是分别心分别你，分别我，那已经呢就好像息密山那么高就已经隔绝了不亲了，不和了。邪心呢是海水我们心不正了，就变成海水。烦恼呢是波浪那个烦恼就是波浪那个呢波浪的形成就是有风风呢就是无名风啦无名风吹起海水，形成了波浪，烦恼呢就来很自然而然。毒害呢是恶龙，那个龙有善龙有恶龙，那毒害呢就是恶龙要害人的。虚妄呢是鬼神就是呢不真实的虚妄就是鬼神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鬼神也有负面的啦，有正面的好的福德正神三神土地那个都是正的那个虚妄是鬼神，这鬼神呢就是那个牛头马面那个就是虚妄的不正的。尘劳呢是疑悲我们在凡尘劳劳碌碌就是疑悲。贪嗔呢是地狱，所以我们呢只要进入贪进入嗔，嗔呢就是生气为什么生气？我的利益被人家损害了，所以我生气就嗔贪嗔呢就是地狱。愚痴呢是畜生畜生呢就是愚痴没有用智慧。善知识常行十善我们呢就是在日常生活之中行十善，不杀不盗不淫不恶口不妄言不绮语不两舌不贪不嗔不痴就已经十善了，行这个十善。这样会做吗？会不会？都唔敢演的这演的爱做的若无演后你做人唔对无要紧所以常行十善天堂呢变质，已经到天堂了。持人我，辞掉呢那个分别心你我的分别心，把它除掉。息密山已经倒了，气邪心海水绝
邪心去掉哦，那个海水啊都干了，烦恼无啊，哦，波浪灭，这个没有无明风就没有波浪，波浪不起呢，不起浪，烦恼就没有。毒害妄啊，与龙结，毒害一妄以后，那个恶龙都没有了，自心地上呢，觉性如来，从我们自己的心地啊，建立啊那个觉性如来，所以我们每一位都是如来，如如不动而来，我们呢都是啊如如不动，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啊，就是如如不动，我们都如如不动而来。或许以前不是讲嘛我们那个真心佛性啊，是不是如不动？用那个照相机来比喻啊我们都有大概大部分都有玩过那个照相机我们知道呢，在按快门的那一刹那，绝对不能晃动，一晃动了以后洗出来的相片模糊不清，所以就可以知道假如说佛性是极限在身体的话，那我们的身体是不是时时刻刻都在动？那我们看到的影像一定都模糊不清，对不对？可是我们现在不管你动得怎么快影像都很清晰，对不对？就是因为本性是如如不动，动是身体本性没有动，所以我们看到的影像这个景象都非常清晰。我们从这个真理就了解到原来我们佛性是如如不动，动的是身体跟佛性没有关系他没有研究就不知道了没有研究不了解。像呢我们时常会讲说色空不二，色跟空色就是形象，空呢就是空间，所以色相跟空间是不是两个差别很大？为什么说不二？不二就是一那就是合在一起，合在一起知道吗？色空不二。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真理，就是我们空中我们这个看到的这个空中里面它有色，我们看到的这个空里面有色，就是呢水火风土凡尘这所有的元素都是水火风土，包括我们的身体也是水火风土，众缘际会借我们用我们是借天地的物质水火风土借来用的，不过100年而已都要还给天地那天地的万象形成也是水火风土，那么这个水火风土就在空中，我们呢就可以分析了解说确实空中有水火风土。这个水我们现在用冷气用除湿机可以把水收集，就可以看到，对不对？从空气之中，从空间收到水，有没有？各位都有用过嘛除湿机或是冷气，它把空气呢都集中来，然后收成就变水所以水佛呢就是热度了说今天天气热呢那个就是佛，包括我们身体有热身体假如说没有热度的话悄悄的所以佛我们也看到了那个风呢更容易，只要你一手不动，然后一手动，风就有了，对不对水有风土就是灰尘所以现在那个荧光从这个我们那个天窗照进来，然后我们从那个阳光的那个光线可以看到灰尘，就是我们眼睛看到最细的就是灰尘灰尘一集中就变土所以水火风土是不是就在空中所以这个空中的水火风土这个水火风土是色，空中是空空跟色是不是合在一起？是不是不二？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色空不二就已经合在一起那我们假如说把佛性启发了之前我们讲耳根圆通了，大家都一直去给老师导听无或许是要大家能够把佛性启发，
跟整个宇宙虚空合成一体，他要借着那个法门来修才快啊！所以各位可以从经过那一次没有讲完，我们下一次就讲纲要，有没有印象？有。所以各位假如说没有印象的话，可以再看，因为有带100套的 DVD 给我们看，你就可以看，然后把那个纲要拿来用，用了以后你可以把佛性启发，跟整个虚空合成一体。这样的话我们一口气不来满满都是路了，没有说没有路可以走了。我们凡人社会上一口气不来，他没有求道，没有修持，一口气不来没有路来，无路通行，规个黑暗茫茫，要行一道无路，很紧张。所以家属要赶快请那个诵经团来诵经啊。那个经就是径，就是路径，告诉他怎么走。你经个上伊就路行。那我们为什么不自己事先求呢？所以那个就是要我们事先把它启发出来，跟整个宇宙虚空都合成一体了，真正的到达如如不动，这个本体跟功能作用全部都已经合在一起，这样的话就成就了，以后一口气不来都不怕了。身体还给天地所有红土。那个不是我可以拥有的，身体都不是我们可以占据的。身体跟我们最亲对不对？可是我们不能拥有它。假如说可以的话在我们最年轻、最有活力、最漂亮的时候，我们就赶快命令它停止，不要动了，我这样就好，可不可能？1分1秒一直过去1年1年一直过去，它就给你捞落来那自然就一直很老了。到一天真的是100年以后各位先生，我们哪个还在完成？都不在了，对不对？去哪里了？100年以后我们都到理天了啦，最好，大家都修正了，都成了，都到理天。所以这个就是需要我们自己努力自己要了解这个真理，真的需要一段时间所以那个长期抗战，真的不是讲假的。要像六祖这样他不用听，他就可以受，就可以了解，就可以成佛。那个毕竟很少听2个小时可以了解也不多了，要听了大概1年，那个差不多。1年比较熟悉可以进入，当你能够进入佛系之后一定是法喜充满，很高兴的啦。这个千载难逢。要遇到上天大概普渡就我们这么幸运刚好遇上，不然没有的话像以往都要踏破铁鞋无觅处。我们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可是都不知道宝贵知不知道知道真的哪个地方宝贵？有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这个才是宝贵的。身体这个天地的物质小红土没有宝贵的地方最重要就是佛性，佛性最真，最值我们追求的，就是这个没有形象的，切实存在的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我们这个能够自心地上觉性如来，我们如来能够都觉了，放大光明，又可以把它的功能作用全部发挥，放大光明，外照6门清净，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这个6门都清净，能破6意知天，
这个六欲天呢，就是四天王天，最低的啦。六欲天最低啊，就是四天王天。第二呢，就是忉利天。忉利天呢，也就是我们凡所讲33天啦。忉利天是东西南北各8天，中间有一个第4天，皇帝的帝，解释的是第4。那个统领者啊，就是四体还阴啊。有时候就讲乔氏讲，那个就是天主。忉利天的天主就是第2天，他在西密山的山点，四天王天呢在西密山的半腰，然后再上去就是夜摩天，夜摩天呢已经依空而主啊，已经在空间了，然后再上去啊多帅天，我们老祖师还没有掌天盘的时候要管理多帅天，再上去呢热变化天。最高的第6呢，就是他发自在天。那个摩西呀，那个不行啊，摩西所罗天啊，就是第6天所管辖。那个魔王在住的地方啊，也是第6天在管辖。6亿呢之天。那么自性内照啊，三毒即持。我们自性来内照，回光返照啊，三毒。各位学姐，三毒是什么？对，正确，就是凡尘最毒的就是贪嗔痴，所以这个有人要害释迦牟尼佛，用毒药给他吃。释迦牟尼佛他讲说世间最毒的贪嗔痴啊，我都已经去掉了，没有比这个更毒啦，所以毒他不死，他就把它吃下去。那个要害他的人，看他都吃了都没事，那安内。他说最毒啊，就是贪嗔痴，你这个现象毒啊，这小事啊，都不放在眼里。所以我们了解说，贪嗔痴啊，就是我们最厉害造业的因啊，贪嗔痴。地狱等罪啊，一时消灭，因为呢能够回光返照啊，没有贪嗔痴，没有贪嗔痴呢，不会造地狱的罪。所以一时啊都消灭，内外呢明者不异西方，就已经呢在西方的当下就是已经极乐世界，不做此修呢如何到彼？不按照这样做的话，怎么可以到？那么大众闻说呢了然见性，悉皆礼拜这个具叹善哉，畅言。普愿法界的众生闻则一时误解，这个这个愿也是很大普愿，我们法界就是所有凡尘之中的众生叫法界众生，所以这个法界非常宽广整个呢都是全部呢都称为法界，能够呢听到这个上乘法顿教的法门。一时都能够误解，就是很短的时间都能够领悟了解。那么六祖又讲说，善知识，若欲修行呢，在家易得，不由在世所以这个六祖他就这个把那个修道的环境推广得很宽广，不一定呢要出家，说在家呢易得，在家也可以修，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家能够呢这个修道的话，好像呢东方人心善。那么在世不修，出家了以后呢又呢被那个现象卡住了，所以现在很多的出家人都被一些这个事跟相虚绊，所以没有真正的努力的在修道。假如说真正努力修那个要按照佛定的戒律就是不能除了3衣1钵以外不能有东西，不能持续没在挑。我们看一看现在的出家人身边很多东西，对不对？有的甚至都有轿车嘞，那个不可以不可以。而且又不能自己煮来吃，另外戒律有严袂使家己去煮来吃咧，家己煮来吃犯戒，
要托钵，严不严格？为什么那么严格？就是要你成佛。所以佛制定这个戒律啊，你自己有办法煮来吃，你骄傲。我们都想到这个细腻的地方。你家己法度煮食，你就是骄傲。所以佛制定呢要起食，就是要降服你那个骄傲的心。这样知道吗？大行你拢会样做，你就骄傲。所以伊唔是袂样做，是不要你做。为什么不要你做？没有你降服骄傲的心，骄傲的心一降服，我相就没有，很不容易做了。所以我们偶像都很强，偶像强不强啊？都自我为中心，对不对？这个就是偶像很强。所以真正的这个修道者，三依一钵以外都不能有。连吃的东西啊，留着下一餐吃，不可以。严不严格？很严格，就是要你成佛。在那一种现象之下，一无所有，要不要努力成佛？一无所有，才真正的是修道。所以我们就是体会佛制定戒律为什么要制定了那么严格，就是要你成佛。那既然出家了，就是要追求成佛啊，对不对？那为什么还要再贪物质的享受？不可以。所以我们是爱之深呢，责之切。就希望他们出家人也能够努力的修成。然后呢，众生有榜样，可以看，可以学，对不对？他假如说不争气的话，我们就瞧不起他，结果就害了很多众生，没有法可以修，不知道怎么修。所以在世不修啊，如西方人的心恶，但心清净啊，即是自性的西方。都已经死了，就已经自性西方。那么韦公呢又问，在家如何修行？这个导师问的比较贴切，实在的在家怎么修？愿为教授希望能够教导授予。那么六祖就讲，吾以大众说无相颂啊，但依此修，常以五同处无北。这个六祖讲出来都是无相颂，前面也是无相颂，后面也是无相颂，全部都是无相，没有形象，歌颂没有形象。那么按照这样来做就常常跟六祖相处在一起没有分别。若不做此修剃发出家，一道何益？不按照这样修的话。纵然是已经剃发出家了，那跟道也没有利益。颂曰：心平何劳持戒？心都已经平了，所以我们最重要就是心不平。各位心平不平啊？平不平啊？这个倒是蛮难回答的问题说平嘛，佮敢若无平说不平嘛，佮对道咧不平所以这个平不平就看我们自己个人的认定。那六祖这边讲的那个平是跟真理相呼应，心跟真理相呼应心就真理，真理就是心，所以那个平是有一个规范，就是跟真理相等齐，所以心平。那么心平呢，何劳持戒？就是说不用再持戒就已经到达了
持戒的目的啊，就是要我们到达目的地。目的地呢还没有到达之前，我们要用持戒来规范，才容易到达目的地。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了解那个持戒是对我们最有利的。我们因为持戒，把一些呢不应该做的都去掉，不应该做的都去掉以后，我们应该做的自然而然去做。那这个时候，因为我们有持戒，所以有定力产生。因为定力产生了，我们有智慧。因为有智慧了，我们又增加定力，互相的帮助，定力越大，智慧越高，这样呢，就可以进入佛的智慧。那有佛的智慧，绝对不会造业的，不造业就不受苦，不受苦就脱。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那个持戒是规范我们自己的行为。那我们可以自己看看哪个习性很强，不合真理，用持戒的法来修。说我不可以做那个，比如讲，晚上睡觉之前吃宵夜，我说不行，这个人要休息，肚子让他休息，所以睡觉之前2个小时不能吃东西，把这个当成戒律。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由这个戒律去做到。那以后习惯了，宵夜都不吃了，也很自然而然。各位有没有吃宵夜还有有的有，有的没有我们自己定就是了解到有3餐就已经够。你看那个这个出家人过午不食。那释迦牟尼佛讲他为什么要制定过午不食？